甘草扶着腰从昏暗的土坯房里出来，身上沾着稻草的碎屑。看到外面举着铁锹、锄头就要打起来的人，一阵头大。堂堂玄衣世家传人，竟然穿成了一个农家女。甘草，甘云站在中间为难，突然看到甘草要偷偷溜走。本来要开价的人听到甘云这样喊，齐齐地看了过来，一脸的惊恐。诈尸？三姐。甘草笑得比哭都难看。原主抢的就是他三姐的丈夫，现在最为难的是他三姐。你甘云确定是甘草，也被吓到了。你是人是鬼？我是神啊！甘草甩了下手臂，故作轻松。要不现在再来一块陨石把他砸死吧。头发凌乱的朱氏挤了过来，指着甘草就破口大骂：是这个贱蹄子勾引我儿子，还寻死觅活的要埋到我们陈家祖坟，什么阿杂东西！要是我生的，我直接给按尿盆里淹死。甘家人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他们把甘草抬回家的时候，真的已经没气了，身子都凉了，怎么会没死？这个时候，甘草的奶奶柳氏也挤了过来。草儿，你说是怎么回事啊？柳氏也知道今天的事不好收场。草儿，你别怕，咱奶奶在这儿呢。你到底是谁家人？你这个烂骚货，还敢管我家的事？你骂谁呢？杜氏跑过来就要和朱氏打。当初你们陈家求娶我家云儿的时候，说的千好万好，你现在是怎么对我女儿的？骂你们怎么了？你们一家子都不要脸，想往我儿子床上爬！朱氏越骂越难听。杜氏显然骂不过朱氏，直接去揪朱氏的头发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。我三姐流产了！他看他三姐疼得那么厉害，就下意识地给他三姐把脉，发现他三姐竟然有身孕。甘草这一声吼，所有都停下来了，看着甘云的裤脚已经在滴血。快找大夫，找稳婆！杜氏看到自己女儿这样，一下子慌了神。赶紧找个干净的地方。甘草慌忙吩咐。阿杂成这样，别进来弄脏了我家的屋子。一直没说话的甘泉过来，直接把朱氏拉开。我女儿要是有个什么闪失，我让你赔命！哟，甘云如今是我们陈家的人，就是死了也是由我们陈家说的算。你敢进去试试？甘云是甘家的女儿，真当我们甘家没人了？柳氏也走了过来。我们秋水寨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就看着你欺负我们秋水寨的人。秋水寨的李正这会儿也不好不表态，朱氏这才不敢说话。娘，三姐流血太厉害了，赶紧烧点水来。甘草扶着他三姐躺下。杜氏有些纠结地看了一下甘草，要不是他这个女儿，事情也不会闹成这样。可是现在甘云的命重要。娘！甘云吃力地叫了一声。娘给你找最好的大夫，你肯定不会有事。别想让我们朱家出一文钱！朱氏在外面叫了起来。三姐，我先帮你把衣服解开。不要！甘云慌忙按着。三姐，再不处理你会没命的。三姐没事儿。什么没事？甘草强行解开他三姐的衣服，整个人都震惊了。三姐外面的衣服还好，里面都是破布拼起来的。这不是关键，关键是三姐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，青青紫紫的摞在一起，看着让人心疼。甘草看到他三姐这样，鼻子也一酸。他三姐在陈家到底吃了多少苦？三姐，我也会一点稳婆。甘草解开他三姐的裤子，更加震惊了。
他姐姐那里竟然有一把锁。这是贞洁锁，男子在外行伤，怀疑妻子不忠，便会用这个法子。娘，奶奶。杜氏因为烧水的事正和陈家人争执，柳氏也坐在外面想今天这事怎么收场。李正，快点派人把你媳妇儿找来。李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看柳氏那么凝重，慌忙让一边的人去叫。泽庄李正，你也去把你媳妇儿叫来看看吧。今天这事儿要是不给个说法，老婆子我去县衙击鼓鸣冤。泽庄李正段高山听柳氏这样说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去县衙击鸣冤鼓那肯定是大事。你少在这里吓唬人，我陈家人可不是瞎打的。钥匙拿来。什么钥匙？你不拿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稳婆来了，稳婆来了。后面有人叫，里面甘草正要施救，听到稳婆来了，只好让在一边。毕竟原主除了长得漂亮就是一个草包，突然会医术了会让人怀疑。哎呦，哪个挨千刀的给人用这阴损的玩意儿？稳婆也只是听说过这东西，还是第一次见。快救救我女儿！杜氏哀求。稳婆熟练地查看了一番，表情立马凝重起来。她这身子本来就亏得厉害，又喝了求子的药，现在这大出血怕是止不住了。什么？稳婆的声音不小，外面围着的人也听了七七八八，然后都看向朱氏。谁知道她怀孕了？她的声音越来越响。柳氏冷哼，自家的牲口他都不舍得这样打。连泽庄的人也都这样以为，这朱氏平时在外面千好万好的，没想到竟然这样苛待自己的儿媳妇。真的没办法了吗？镇上的大夫可能有办法，那要花很多钱。稳婆不确定地说。我可怜的女儿。杜氏扑在甘云身上哭。甘云这会儿已经虚弱的说不出话来了。娘，我来试试。甘草也不隐藏了。娘去烧开水，煮点吃的，红糖水、鸡蛋都行。小丫头，这可是人命，你不要乱动。稳婆提醒。三姐，你忍着点。甘草说着，手握成凤眼拳，开始压血。甘云已经意识模糊，还是疼得动了一下。大约过去了2刻钟，甘云的大出血总算是止住了。甘草试了一下脉象，虽然虚弱，但是平稳了。哎呦，这比镇上的大夫都厉害。甘草累得满头大汗，坐在一边的草凳上歇息。杜氏端着红糖水进来，看了甘草一眼。这是他女儿吗？娘，喂三姐喝了，再给三姐擦擦身子，咱们商量商量这件事该咋办。甘草下意识地说。杜氏也知道不能让他女儿再在朱家待了，早晚会没命。段高山的媳妇赵氏也来了，看到甘云身上的伤，痛骂朱家母子真不是东西。李张媳妇苗氏也来了，看到甘云的情况，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秋水寨出来的女儿，就让你们泽庄这么欺负的？苗氏劈头就问赵氏。我也是刚知道。两位婶子，情况你们都知道了，我三姐得休息，你们出去商量商量。甘草看他们离开，在屋子里找来找去。你找什么？娘，先把这锁打开。甘草让他娘站在一边挡着，这锁做的粗糙，甘草没用多长时间就给打开了，只是这伤要慢慢的恢复。娘，我们把三姐带回去吧。娘也想，可是他们都这样对三姐了，以后三姐还有活路吗？甘草是嫉恶如仇的性子。你可想过，
陈家不会轻易放你三姐走，就是你的事他们也会追究，到时候我们甘家怎么办？甘草只想着救人，倒把自己的事给忘了。他婶子，大雷媳妇怎么样了？赵氏从外面进来。命是保住了。哎，这事儿的确是陈家做的不对，但是谁不是从媳妇过来的？你也是从咱们泽庄出去的，也不想这件事闹得太厉害吧？段家嫂子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从泽庄出去的，我就不用管自己女儿死活了？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赵氏说着看了一眼甘草。哎呀，你这小女儿做的事也上不了台面不是？杜氏一听就弱了气势。我做的事怎么就上不了台面了？甘草立马理直气壮。就在刚才，他想一定要把他三姐带回去。如今他生在原主身上，那原主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。若是处理不好，自己以后也没法做人。要不是你把陈大雷骗走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这事咱们就要好好理论理论了。那陈大雷是现在才做这种畜生事的吗？这是人家夫妻的事，你是一个未出嫁的姑娘。赵氏对甘草是理直气壮。行，今天话说到这里了，咱们就好好说道说道。娘，照看好三姐。赵氏想，甘家这妖女是不是疯了？出去不怕丢人啊？屋子就这么小，赵氏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甘草给拉出去了。我知道你们都说是我拐走了陈大雷。甘草出了屋子，振振有词。可那都是为了我三姐。我知道陈大雷和他娘总是欺负我三姐，但是你们都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，我三姐一点活路都没有。所以我就在想，陈大雷不在家了，就没有人打我三姐了。现在你们都看见了，他们陈家根本不把我三姐当人，我三姐今天必须离婚。啊？离婚？离婚？离婚？周围的人皱眉，想着离婚是什么？合理，草儿说的对，我们甘家不至于养不起一个姑娘，让他们和离。柳氏也想过了，若是云儿的事情接过，那草儿的事情就不好说了。现在草儿做这些都是为了云儿了，那事情就变得简单。嫂子，都说宁毁10座庙，不拆一桩婚，这是何必呢？那就可以杀一个人。柳氏质问。我孙女怀着他们陈家的孩子都被这么苛待，能活到现在是她命大。众人听到柳氏这样说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我不答应。朱氏又跳了起来。你们甘家可是收了我们陈家的彩礼的。这样说来，我三姐现在还是你们陈家的人？甘草问道。那是自然。朱氏得意，她就是要把甘云死死地攥在手里，让这个死女人让她丢这么大的人。那把诊金算一下吧。婆婆，这样的情况，若想要救活，需要花多少诊金？少说3、5两。稳婆立马说。看在是亲家的份上，收你3两，现在给。那是你姐，你救她是应该，凭什么让我们出钱？你们泽庄的人都是这么不要脸的吗？甘草看向泽庄李正，说人是自家的，看病又不愿意给钱，以后怕是没有大夫敢给你们泽庄的人看病了。段高山有点反应不过来，这怎么又扯到他们泽庄的头上了？陈家是陈家，可不是我们泽庄。那陈家可是泽庄的人，物以类聚。甘草不依不饶。柳氏狐疑地看着甘草，她这孙女今天怎么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？快点给钱！甘草逼迫朱氏，反正秋水寨的人都在这里，他也不怕这陈家敢怎么样。朱氏看泽庄的人也不帮他说话，直接往地上一坐。我不活了！你们甘家的人就是欺负我一个富人家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要是不给呢，我就找你儿子要，反正你儿子是个伙计，总要去做事的。
你说到时候你儿子的掌柜知道你儿子做了这样的事，一生气就不顾你儿子，那他就……你敢！朱氏直接跳了起来。他儿子在镇上做事，是个体面的伙计，这是他在泽庄最大的荣耀。我怎么不敢？你都敢不付诊金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没钱！朱氏一口咬定。娘，陈家给我三姐的彩礼一共是多少银子？折算下来不到2两。柳氏直接回答。杜氏点头。是一些鸡鸭鱼肉，还有布匹绒花。那他3年吃我家的，住我家的。朱氏算账。你闭嘴吧！我三姐这3年在你家做牛做马，不问你要工钱就不错了。朱氏立马闭嘴。一般义士哪儿有女子说话的份儿？段理正。甘草看向泽庄李正。今天我三姐要是能顺顺当当的和离了，我们甘家吃点亏，我的诊金就抵当初陈家给的嫁妆。说今天陈家胡搅蛮缠，也别怪我们甘家蛮不讲理，到时候去县衙让关老爷断下这家务事。这事好商量，不要动辄就去告状，那可是要挨杀威棒的。朝廷规定，凡击鼓鸣冤者，要先受10杀威棒以正其冤。说白了，就是如果你连10大板都不想挨，能有什么冤情？甘草有点懵，原主没这方面的知识啊。挨20杀威棒又如何？我这老骨头还能为自家孙辈做点事儿。段高山头大，这甘家人都是疯子。那朱氏眼珠乱转，今天若是李正不给他撑腰，怕是真要让甘家把人带回去。谁？甘草看到有人在外面探头探脑，众人扭头。陈大雷看到被发现，拔腿就跑。陈大雷！甘荣和甘茂立马追了过去。他2个当哥哥的也对不住三妹，让三妹受这么多的苦。很快陈大雷就被拎回来。这边段高山和赵氏也商量好了。陈大雷，你虐打甘氏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。我自己的媳妇儿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陈大雷不以为然。甘荣和甘茂听到陈大雷这样说，直接拳打脚踢。天爷呀，这是要出人命了！甘荣、甘茂，李章也叫着他们。现在说事儿呢。甘荣和甘茂这才住手。甘家人如今一定要和离，你可愿意？凭什么呀？陈大雷反射性地说。陈大雷，别以为我姐嫁给你了，你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甘草怒道。陈大雷长得贼眉鼠眼，看着卑躬屈膝，也就是一个窝里横。原主这眼是出气儿的吗？鬼啊！鬼！他一定是鬼！哼，你这是亏心事做多了，太阳下面都怕鬼。刚才甘草给原主擦了屁股，如今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三姐。段高山看着陈大雷这窝囊的样子。你若不和甘氏和离，甘家要到县衙去告你，你看着办。他们敢吗？那你试试。甘草盯着陈大雷。还有，你家欠我的3两银子先还一下。什么3两银子？陈大雷不知道这件事。众人一番说道，陈大雷算是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彩礼说过了，那我甘家的嫁妆也要带回去。这个应。段高山点头。不行。朱氏很坚决地反对。朱氏，你也是我们泽庄的人，哪有和离了霸着别人嫁妆的道理？这件事我做主了，让甘家把嫁妆带回去。不管朱氏怎么哭闹，杜氏带人把甘云的嫁妆找出来。这一找又尴尬了。甘家给甘云准备了桌子、柜子、洗脸架，这些东西都在朱氏的房间里找出来了。泽庄的人实在没眼看了，也都不搭理陈家。有2个村子的李正在，当即签了和离书。
甘家带着甘云和甘云的嫁妆离开，如今都回家了，都开始冷静了下来。曹氏和林氏也不敢问三姑娘怎么回来了，一声不吭地去做饭。杜氏一个劲儿地叹气：“娘，三姐不会有事。”姑姑，甘烟儿趴在门槛上谨慎地叫了一声：“祖奶奶叫你呢。”甘烟儿说完就跑。甘草想到他那个有些与众不同的奶奶，这个时候叫他有什么事？甘草只好硬着头皮过去。甘家的房子不多，柳氏一个人住在东上房，还算宽敞。奶奶，你找我？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甘草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这是人老成精吗？你怎么会医术？柳氏最好奇的是这个。我也不知道。甘草只能装傻。就是我摔倒之后看到了一个白胡子老爷爷，他教了我这些，我以为是一个梦，结果还真会了。这事儿你不要和别人说，这样的机缘不是谁都会遇到的。好。柳氏叹气：“今天这事儿闹成了这样，就算我们甘家占理，你的名声也毁了。以后想找个好人家也不容易，有点本事傍身，日子能过得好一点。”我记住了。你去吧，这2天不要出门。好。娘，点个灯吧。又不干活，点什么灯啊？从到甘家到躺床上，他觉得自己经历了99、81难。怎么不脱衣服啊？甘云已经醒了。甘草看着门上的缝儿都快比窗棂宽了，这让他怎么脱衣服？难道他以后要过这样的日子？那他就没个金手指、外挂什么的。三姐，甘草察觉到是他三姐塞过来的鸡蛋，赶紧吃了。甘云醒来之后状态好了很多。你现在身子虚，要多吃点才行。我吃一个就好，这个你吃。三姐，你现在必须养好身体，你要是不吃，我就告诉娘，告诉奶奶。甘云愣住了，这还是那个什么好吃的只想着自己的小妹吗？看来小妹是真的长大了。三姐，你要这样想，你吃好点就能快点好起来，娘他们不用担心了，家里也能好起来。那咱们一人一半。我不饿，我吃过晚饭了，我真的不饿。你说你呀，要是不想姐在陈家，咱们找娘商量商量。三姐又不是一定要在陈家，万一把你搭进去了，三姐可就罪过了。我也没想会这样，我就是试探一下他，没想到真是一个混蛋。三姐没事儿，你是要嫁人的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。吃吧。我真不吃。甘草拒绝得很坚决。夜深了，甘家人都没睡安稳。如今这么一闹，甘草怕是不好嫁人了。可能是太累了，甘草竟然睡着了，一直到被外面的鸡鸣声吵醒。巧儿还没起呢。林氏到了厨房，看他大嫂一个人在厨房。家里谁敢说他？曹氏也是无奈。奶奶怎么想的呀？这让三姑娘回来了，这以后我们甘家在秋水寨算是抬不起头了。少说2句。曹氏提醒。你说他以前这个看不上的，那个看不上的，那以后嫁不出去怎么办？林氏没有少说的意思。昨夜我和老儿商量了半宿，不如就趁着这事儿还没有传开，给他找个远点的婆家。杜氏在外面用力地咳嗽了2下。娘，水马上烧好了，你们先去把猪圈清一下，羊牵出去吃草，我来做饭。杜氏说着进厨房。曹氏和林氏只好起身离开。肯定是偷偷的给三姑娘做好吃的，这家里鸡鸭猪羊都是我们的养，那可
可是一点油花都没见着呢。你就少说2句吧，三姑娘受了那么大的罪，你要让她吃点好的也是应该的。她的姑娘就是应该的，我们就是活该受罪啊。林氏抱怨了一番，大嫂就没想过分家，奶奶身体还健朗，说什么分家？林氏讨了一个没趣。甘草睡得正香，杜氏推门就进来，看到是他娘，甘草那叫一个崩溃。娘，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呢？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？赶紧起床去摘点菜回来，一会儿要吃。甘草看着外面昏暗的天光，有点绝望。赶紧的！杜氏又叫了一声。看甘草出去，杜氏从怀里掏出2个煮熟的鸡蛋。允儿，快起来给吃了。娘，不要给我一个人准备，给彩儿也分一个。她在你奶奶那里没少吃好东西，你这身体亏成这样，要好好补补。你敢用热水洗脸？林氏进院子就看到甘草在用热水洗脸。我看里面烧一大锅，不是洗脸的。这茶是你砍的吗？那水是你挑的吗？天天什么事都不做，就知道享受。林氏看到甘草这样就火大。甘家所有的钱都拿去给老四读书就算了，家里还养了一个白吃白喝的。我甘草想自己就是用了一点热水，至于闹成这样吗？草儿就是用点热水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哼，你家人做什么都不是大事儿，和姐夫私奔都当无事发生，这日子不过了。他这一闹，杜氏他们也都从屋子里出来。不过就走。柳氏从上屋出来。杜氏本来想劝说的，听到她婆婆这样说，一声都不敢吭了。林氏，你到我甘家也2、3年了，无所出，我们甘家也没说什么。供老四读书也是全家都同意的，老大和老二也都去过学堂，他们不愿意在学堂，所以才回来的。老四是我们甘家的盼头，以后他出息了，我们甘家就真的抬起头了。你今天这么一闹，不过是草儿惹了事，云儿又回来了，这家里又多了一个人吃饭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家里又多了一个人做事？云儿没出嫁的时候是10里8乡的好姑娘，勤劳踏实，谁不夸一句好啊？如今她遇人不淑，我们甘家就是她的靠山，她就是在甘家一辈子，我们养她一辈子。柳氏掷地有声地说：你只觉得自己嫁给了老二，这家里别人和你没关系，才会总是觉得自己亏了。老二做什么你们都亏了。柳氏分析：既然你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，不过就是。甘草听的是一阵唏嘘，他怎么觉得他这个奶奶不简单呢？林氏听得低头，不敢再说什么。院子里的人都不敢说话，只有家里牲畜发出的声音。好了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林氏若是不想过，回头找李正做见证，就给你休书。柳氏说着转身进屋。林氏哭着跑回自己的屋子里。曹氏摇头叹气，在奶奶眼皮子底下，谁都别想翻出点浪花来。那这水我还能用吗？甘草眼巴巴地看着他娘。洗吧。杜氏也有些无奈。端屋里，让你三姐也擦擦。好。甘草端着水盆就进屋。他进屋的时候，看到他三姐在哭，看到他进来，慌忙擦眼泪。三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疼了？不是，要不是我回来，二嫂也不会这样。这怨我，和三姐没关系。甘草觉得他三姐太敏感了。掺着热水，你赶紧洗个脸。三姐，我跟奶奶说一声，去给你抓些药回来。花那钱干啥呀？我这养几天就好了。还是要吃药。甘草担心不吃药的话，他三姐以后可能不能生孩子了。等到吃早饭的时候，
甘草知道烧那么一大锅水干嘛了，竟然是做早饭的。早饭是菜粥，没多少粮食，大部分都是菜。上午你们把鱼儿的嫁妆抬到他屋子里归置一下。昨天村子里那么多人帮忙，筹划一下，请大家伙吃个饭。杜氏看向甘泉，甘泉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。娘，这请吃饭没个油水不行，家里没钱呐。柳氏想了一下，牵一只羊去卖了吧。奶奶，那我和爹去镇上给三姐抓2副药回来。2副药，1只羊怕是不够。1只羊抓不了2副药，抢钱呢。甘草想也没什么贵重的药，甘家人又都看着甘草，这昏迷了一次，脑袋是不是坏掉了？云儿的身体养养就好，先把请客的事情办了。好，那我上午就去。甘草想他娘最心疼三姐，竟然不给三姐抓药。吃过早饭，甘泉就牵着1只羊去镇上卖了。草儿，看着练儿。曹氏在门口招呼了一声。菜架子上豆角再不摘就老了，你去给摘一下。好。甘草起身去拿箩筐。怎么变得这么好说话了？以前让他做一点事，他都能找100个理由。甘草是想去看看有没有药草，这里的植被很丰富，说不定能凑齐三姐要用的药。草儿，蒋氏不确定地叫了一声。哎呦，还真是草儿。蒋氏有些稀奇地看着甘草，你叔说你抬到泽庄的时候都没气儿了，咋又活了？甘草怎么觉得这人是在看他笑话呢？哎，你和你姐夫到底是咋回事啊？我咋听他们说你三姐还被那个什么了呀？甘草更加确定这人就是在看笑话，还幸灾乐祸。哎呀，说说呗。没你舌头这么长，说不了。哎，你骂我长舌妇？哼，你敢做还不让别人说了？别一天天谁都配不上你的样子，你看着以后谁会要你？甘草头也不回地往家走，不想和这些人一般计较。等他回到家里，他爹竟然回来了，还有牵出去的那只羊在院子里拴着。甘泉一声不吭地坐在屋檐下。我挖了一些药草回来，快凑够给三姐用的药了。你进屋看着恋儿，你三姐下不了床。进了屋，三姐，你现在要歇着。我没事儿。甘云一脸担心。河狸的老姑娘回家，头发梢上都透着卑微。咱爹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咱家卖这头羊，就是为了请村里人吃饭。今天爹出门和他们打招呼，他们都拒绝了。那就不用请了。甘草不觉得这是什么事。傻丫头，这是邻里乡亲都不想搭理我们家了。哎，今天不是商量巡夜的事吗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还不是因为草儿。现在全村人都说勾搭姐夫，把云儿害得孩子都没了。甘草瞪大眼睛，他以为这事都过去了。一群男人也天天没事嚼舌根。他是我们甘家的庄稼，估计连野猪也不吃了。不用和他们一起巡夜。哼。三姐，是不是村里人来我们家吃饭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？哪有那么容易？我们两个如今这样，村里没人想和我们家来往的，都怕坏了自家孩子的名声，影响嫁娶。这有，那陈家怎么没事儿？这种事情对男人来说就是玩笑，说来打去，可是会要了女人的命的。两个人小声说着，外面柳氏站了起来。我去找李正说说。到了午饭时间，柳氏黑着脸回来了，显然情况不妙。吃了饭，你们兄弟俩多扎几个草人，咱们自己多去地里看看。娘，小妹真懂事了。她惹了这么大的事，你奶奶都护着她，她还想怎么样？今天你没看你奶奶的脸色，
肯定是在李家吃瘪了。也有我的问题，小妹也是为了我。你那小妹嘴里没一句真话，说是为了你，指不定是眼看事情败露了，想自己脱身。娘，要不我去求求李伯，只要他来咱们家吃饭，别人也会来的。还是算了，你奶奶都没这个面子，别人去了更不行。可别自作主张啊，到时候你那2个嫂子就有话说了。甘云知道这件事他无能为力。下午林氏从屋子里出来，三姐，我想去镇上给人看病。甘云是甘草救回来的，知道甘草会给人看病。除了稳婆，没有女子给人看病的。那是以前没有。除了生孩子，谁家人有钱给女子看病？你又这么小，没人相信你。不过你认识药草，等我身体好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挖药草，贴补一下家用。2个人正小声说着，外面有人急促地拍他们家门。干妹子，干妹子在不在啊？苗氏扯着嗓子叫。杜氏一听是苗氏的声音，这么晚了叫得这么急，莫不是发生了什么紧要的事？哟，李家嫂子，这是怎么了？快叫草儿跟我去一趟，来喜媳妇要生了。不是还有一段日子吗？杜氏意外，一个村子谁家什么情况也都了解一点。李来喜的媳妇蔡氏是快生了，但是也没这么快。生孩子这事儿谁能说那么确定啊？稳婆说你家草厉害，赶紧的让你家草跟我走一趟。甘草听到外面的声音，已经跑出来了。他姐刚说女子不能行医，这马上就有人来找他了，是时候证明自己的能力了。哎呦，草儿，快和婶子走一趟。吕家媳妇儿，柳氏突然从屋子里出来。婶儿，我家草还小呢，也就是他姐出事了，他拼命用的办法。你家媳妇金贵，还是到镇上请大夫来。哎呦，这个时候去镇上也赶不上了，这是救命的事儿啊！就是因为是救命的事儿，草儿一个丫头懂什么？到时候出了岔子，谁来负责啊？奶奶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他心里有底，肯定不会有问题。但是他家人不让他去，也是为了他好。对，快走快走！苗氏怕甘草后悔一样，拖着甘草就走。刘氏看甘草是铁了心的要去，自己也拦不住，转急看向杜氏：“草儿小，你跟着去盯着点儿。”哎，杜氏跟着就走。甘草跌跌撞撞，一路小跑的到了李家。哎呦，你可来了！稳婆看到甘草，像看到救星一样。摔了一跤早产，已经没有力气了，这孩子肯定是保不住了，再不出来就是一尸两命。苗氏听到稳婆这样说，嗷呜一声哭了起来。甘草已经给蔡氏把脉，蔡氏这会儿的确是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孩子还活着。稳婆意外。有银针没有？甘草看向稳婆，稳婆摇头。甘草只能手握凤眼拳，直接击在蔡氏的穴位上。你！苗氏被甘草的动作吓了一跳。我来。甘草看蔡氏食指全开了，倒是没有力气。赶紧给他准备点汤水，肉也行。苗氏之前没见过甘草给人看病，现在看到甘草这样，觉得他不是在开玩笑。你扶着。甘草吩咐稳婆。稳婆慌忙在一边扶着。条件艰苦，甘草使尽浑身解数，总算让孩子顺利出来了。但是孩子在里面憋的时间太长，浑身青紫，眼看是活不了了。他只好把孩子口鼻里的羊水吸出来，给孩子做心肺复苏。在稳婆和苗氏目瞪口呆下，婴儿的啼哭声响起。神仙呐！稳婆喃喃地说。他想今天最多只能保住一个，没想到2个都保住了。
接下来就辛苦婆婆了。不辛苦不辛苦。男孩女孩啊？苗氏慌忙问。是个男孩。苗氏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慌忙招呼甘草。哎呀，草儿，快到外面洗一下，喝口水。甘草也是筋疲力尽，先和苗氏一起出去。李伯在家吗？在的。我有事找李伯。甘草想，他三姐说的，只要李正去他们家吃饭，别人也都会去。你跟我来。甘草跟着苗氏过去，看到一个人影，躲了一下。李小翠。原主和李小翠关系很好，只是原主在月亮堤出事之后，李小翠就再也没有找过他。难道当初原主在月亮堤出事和李小翠有关？草啊，你找你伯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我家为感谢李伯和大家，请大家去我家吃顿饭，到时候李伯一定要去。李章听到甘草这样说，下意识地看向周围的人。周围的人躲避了一下李章的目光，也都不说话。正在李章犹豫的时候，外面又传来一阵吵闹声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！爹，大哥找到了！院子里围了好多人，中间的李来喜浑身是血，奄奄一息。来喜，来喜！李章叫的声音有些颤抖。甘草看到李来喜的伤，也十分意外，这出血量有点大。大夫，快去请大夫！周围的人不动，伤成这样，没有活的可能了。我来看看。你懂什么？一边的人直接嘲讽。他小不懂事。来喜媳妇没事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刚才他在外面听到了一些事情，这会儿要赶紧回去和当家的商量一下。娘，他这样再不救就晚了。求求你，救救我儿子。他嫂子，我家甘草真没什么能耐，我真能救。甘草不知道他娘怎么变得和他奶奶一样了。快救救我儿子！你们都让让，有没有空的屋子？先把他抬到空屋子里。快叫于老头去镇上请大夫。周围的人慌忙去找于老头。你们都让开，再点些蜡烛，让屋子里亮些。有没有酒？他这个时候不能喝酒。杜氏担心。是给他清洗伤口的。甘草开始检查李来喜的身体。准备剪刀，干净的棉布，药。好，好。刚才人都看着蔡氏的房间，这会儿都扭头看着这边。这甘草真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不但会接生，还会治伤，这让他们好奇起来。哎呦，他怎么能脱男人衣服呢？外面的人看到甘草把李来喜的衣服剪开。是啊，这还没嫁人呢，估计是看多了。外面的人没有担心李来喜死活的，反倒开始指责甘草。杜氏在一边有点听不下去了，就悄悄地离开。娘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彩儿呢？你好好休息。杜氏说着就去了上屋。很快甘家人就聚在一起了。今天那些人就去李正家，说把我们一家子赶出秋水寨的事。杜氏把自己的听闻说了一遍。这事儿怪我，是我太心急了。想着草儿死了是个游魂，连点香火都没有，想着让他葬入陈家，才闹成这样。杜氏心里是怨她婆婆的，但是她婆婆主动说了的，她也不好说什么。不如把伟儿找回来，他读书多，可能有办法。不行，伟儿还没考中秀才，这些人才敢这么对我们甘家，不能让伟儿知道这事儿。那怎么办？刚茂着急，真的是草保李家儿媳母子平安。是，文婆都说最多能保一个。那就好。若他李章真敢把事情做得那么绝，我就说他李章忘恩负义。杜氏和甘泉对视了一下，都没再说什么。甘草对李来喜的伤势判定还是很准确的，
的确没有致命伤，就是外伤导致的失血过多，若不及时救治，命就真没了。我给你写一个方子，你们先抓3副回来，吃完之后我再来看。李伯，你就去我家吃一顿饭吧，因为我的事，我家人真的特别感谢你们。李章有点不好拒绝，甘草今天救了他儿子、儿媳和孙子，要是再不答应，就说不过去了。我这家里一堆事儿呢，等忙完了再说这个。甘草也没想到对方会这么坚决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外面的人大部分已经走了，甘草左右找不到他娘，就一个人回家。甘家人还没睡，那我回去睡了。你等一下。柳氏看了杜氏一眼，杜氏低头。他们要和草儿说今天李家的事，但是杜氏说不出口，倒不是他是老好人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说。奶奶，甘草谨慎地叫了一声。陈大雷的事儿，你可知错？我以后不会再那样了。有些事情一旦做了，就没有以后。柳氏叹气。你可知道今天那些人去李家商量什么？甘草想到他去见李正的时候，李正家屋子里的确很多人，见到他的时候表情还怪怪的。他们说你惹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还把你3姐带了回来，太晦气，所以李家才会出事儿，要把我们家赶出秋水寨，不然以后秋水寨会祸事不断。甘草想，这都什么和什么呀？怪不得这些人看到他的时候一个个闪烁躲闪。奶奶，我们家本来就不连着秋水寨，再说每年打野猪都会有人受伤，怎么就成我的错了？还不是那些人想分了我们甘家的田地。家里的地是你爹年下1年减粪养肥的，以前就是荒地，把我们赶走，我们家的东西就是他们的了。人都走了，那些东西他们自然会分了。奶奶打算怎么处置我？我和你娘商量了一下，打算把你送到城里找个事做，有你4哥照看着，过2年这事淡了，咱们再想办法。不要怪爹娘狠心，咱们甘家好不容易在秋水寨有了根了，咱们一大家子能去哪儿？杜氏说着鼻子有些酸，但凡有点办法，他们也不会把自家女儿送出去。甘草正想说这是好事，院子大门响了，3个人的目光被吸引过去。这么大！柳氏走过去，看着架子车上的野猪。怎么死的？头骨被打碎了。谁说我家草儿晦气？我看我家草儿是福星。甘泉一想，也是，这秋水寨这么多年，还没人能一次捡到3头野猪的。这是不是村子里人追了很长时间的？万一找我们要怎么办？不会，今天村里人去巡山了，因为李来喜出事了，连陷阱都没挖。那这3头野猪怎么处理啊？甘泉看向他娘，他娘才是家里的主心骨。连夜给杀了，明天给之前和咱们一起去陈家的人家送一块，剩下的2头去镇上卖了。好。甘泉点头。奶奶，那我去城里的事。甘草想，家里人是不是把这件事给忘了？不用去，有奶奶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甘草觉得自己被误会了。你早点去睡觉，明天咱们吃好吃的。他进屋，看到他3姐趴在窗户那里。3姐还没睡。那野猪真是你发现的？我回来的时候绊倒一个人，带着爹去找的时候就变成了野猪。甘草说到这里，突然想起来，3姐，咱们这一带有没有野猪精什么的？蛇精、狐狸精倒是听说过，没听说过野猪精。那真的有妖精？甘草瞪大眼睛。那都是大人骗小孩的，哪有什么妖精啊？哦，甘草想，原主记忆里也没见过精怪。这下你放心了，
奶奶肯定不会让你走了。去城里有什么不好？都是在家里待不下去了，才会去城里给别人打工。你这样出去也只能给人当丫鬟，以后嫁人可就难了。甘草想，他才穿越过来不到2天，这些人3句不离嫁人，好像对他们来说，嫁人就是一切。好啦，你也累了，早点睡。外面甘家2个儿媳也出来了，烧水杀猪这种事情怎么能少得了他们？尤其是林氏，也不生闷气了，看着地上的猪，那叫一个激动。现在开心了，这是草儿在外面发现的。柳氏看了林氏一眼，林氏陪笑，回头你们2个也给你们娘家送一块去。哎，两人激动地应了。早上，甘家煮了一锅猪肉，整个秋水寨都是煮肉的香味，引得有些人家站在门口左右闻闻。不知道谁家这么不会过日子，这个时候敢吃肉。今天就我们这些人都吃吧。娘，我娘说吃点好的就能怀上了，多给我点肥肉。二嫂，大早上的吃的肥腻，对身体不好。这野猪我们也出力了，你晚上说了一晚上，我们还干了一晚上的活。草儿，你自己挑，给你3姐也带点儿，你们进屋吃。甘草听他娘这样说，立马端碗挑了一碗排骨，挑点肥肉香。杜氏看甘草拿的都是骨头，三姐身子弱，吃肥的容易消化不好。甘草抱着碗进了他们的屋子。三姐吃肉，家里还有很多，你也吃。甘草想，这大早上吃那么油腻的东西的确不怎么好。三姐要是不想吃，我一会儿给三姐煮成汤，也好消化一点。好。甘云点头。等吃了早饭，杜氏就让曹氏和林氏拎着肉一家一家的送。娘，三姐现在身体弱，我给三姐煮个汤。甘草端着他们吃剩下的肉进厨房。哎，怎么没吃完呢？我拿这个煮个汤。行。杜氏让了一下。甘草看着灶台上那口大铁锅，这玩意儿他肯定搬不动。刚从厨房出来，就看到他二嫂狂奔了进来。慢点儿，赶着投胎呢。杜氏有些生气。甘草看他二嫂直冲后院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怎么了？甘云瞬间担心起来。刚才二嫂好像有急事跑回来了。三姐，甘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快去看看。甘云担心有事。甘草刚好把碗筷送到厨房，看他二嫂又冲到后院。怎么了？吃坏肚子了，上吐下泻的。吃的时候像饿死鬼投胎，这会儿开始难受了，真是浪费粮食。肯定是那肉有问题。一家子都吃了，就你一个人有问题，还说是肉有问题啊？杜氏生气，在林氏眼里就是他们想害他。甘草也没办法，他们天天白水煮菜的吃，别说有水了，连淀粉都没多少。这突然吃这么多肉，肚子不出问题才有问题。林氏上吐下泻了一个干净，四肢无力地躺床上去了。杜氏虽然骂林氏，还是让甘草给他看看。怎么样？就是肠胃消化不了，喝2天白粥就好了。我看你们就是不想让我吃肉。吃，还接着吃。三姐，二嫂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二嫂要是一直管不住自己的嘴，我觉得奶奶说的话也没错。林氏听到甘草这样说，努了努嘴，扭到一边没有反驳。老太太做事向来说一不二，要是真把老太太给惹恼了，几个林氏都不够老太太收拾的。甘草把三姐扶到院子里晒太阳，自己去整理昨天挖回来的草药。这些都是药草，猪都不吃。这个三姐就不知道了，能吃的都直接被吃了，不能吃的就当药吃。三姐再等2天，等我采购草药了，就给你熬药。两人正说着，大门突然被人踹开，
李章气呼呼地站在那里。哟，李家大哥，这是怎么了？甘草呢？怎么了？甘草走了过来。我儿子现在发热快不行了，你写的什么药方啊？连孙大夫都看不清楚。他受伤发热是正常的，我写的药方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孙大夫就在我们家呢，你和我去看看。李伯，甘草小，他不懂事。甘云几分哀求地看着李章。我的药方肯定不会有问题，我和你去见见那个大夫。草，大人说话没你的份。他转疾有些哀求地看着李正。草也是担心来喜，既然孙大夫来了，那就让孙大夫好好看看。孙大夫说他差点害死我儿。咱们讲讲道理，昨天那么多人呢，都说他活不成了，我给他处理伤口，他才活到现在，怎么就说我差点害死他？是啊，草好歹让来喜坚持到孙大夫来了。那这药方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这药方有什么问题？你说呀，这是什么字啊？这是什么药草啊？李章指着上面的字。连桥。甘草想，这李正不会不认识字吧？连桥？连桥怎么会这样写呢？那怎么写？李章被甘草认真的样子气得有些颤抖。读书人啊，读书人，都说你们甘家的人都识字儿，这都识的什么字儿啊？怪不得连个秀才都考不中。那你给我说怎么写？甘草那叫一个无语。李章左右看了看，捡起树枝在地上写道：连桥。看到没？这是连桥。啊？甘草挠头，原来是繁体字。这不是长得很像吗？写得快了就这样了。还有哪个不认识？我给你写。不用了。那还要做什么？李章是来兴师问罪的，现在真不知道问什么。草小不懂事，李哥还有什么问题？李章怎么觉得自己是上门找事的？转疾气呼呼地离开了。甘草莫名其妙，古人都这么改心了吗？不行，我得去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。你在家好好陪着你三姐。甘草更加莫名其妙，觉得自己这是遇到医闹了。你到底把来喜哥怎么了？我能把他怎么了？我就是给他治伤，别的什么都没做。这行医治伤都是大夫的事儿，你只要做了，不管做的怎么样，肯定都是你的事儿。为什么行医治伤的都是男子？甘草暗戳戳的不服。你听说哪个大夫是女子？对甘草来说，医院里男大夫和女大夫一样多，可是根据原主的记忆，还真没一个女大夫。好了，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做了。就他能耐，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同。行行行，你和别人相同。我是你二嫂，说你一句还不行啦？行，你说。曹氏回来。曹儿，你是不是把来喜的衣服剪了？要清理伤口，就把衣服给剪了。现在村里说的可难听了，说你对来喜又看又摸，你这几天不要出门。又是不要出门。大嫂，我觉得这样不对。曹氏听甘草这样说，很认真地看着甘草，想听他说为什么不对。我那样是为了给来喜哥治伤，要是别人说什么，我就躲在家里不出门，岂不是坐实了我有别的想法？其实你平时也不怎么出门。那我明天要去买山楂，燕儿他们肚子都不舒服，吃点山楂就好了。那还用买啊？后山多的是，回头让你大哥去摘点。甘草一想，后山还真有。那你就去边上近的那里。好。甘草想，距离最近的山楂树也比他昨天走得远，他刚好可以看看有没有别的药草。杜氏出门打听了一圈，回来脸黑的不能再黑。娘，甘草试探着叫了一声。家里人很少吃肉，吃的多了会吃坏肚子。中午我做饭做的清淡一点。行，少做点。你二嫂没事吧？饿2顿，吃点清淡的东西就好了。
好。杜氏点头。甘草做饭，曹氏就抢着收拾厨房，甘草就背了背篓去摘山楂。这一路上又挖了不少药材，不过距离村子近的山楂树已经被人摘完了，甘草只好凭借着原主的记忆往深山里走。就在他看到一棵还挂着果的山楂树，准备去采的时候，看到草丛里隐约有个东西。他们这一带的山叫黑龙山，传说是黑龙坠落化成的。甘草想自己不会这么倒霉吧，第一次出门就遇到了野兽。想到这里，他大着胆子往前走了2步。人，确切地说是一个重伤的人。哎，叫了2声之后，甘草想这场景怎么似曾相识。我是秋水寨的村民，我叫甘草，就是来这里摘山楂的。楚凌寒的眼睛动了一下，楚凌寒试图离开这里，但是他按着地面也没有站起来。我扶你，你要去哪儿？楚凌寒无法发出声音。你不要动，你不能说话。楚凌寒深吸一口气，扭到一边。甘草看他那倔强的模样，估计是谁家落难的公子，如今正闹脾气呢。我是大夫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那我扶你找个地方坐下。甘草也不强求。这里已经在山里了，甘草找了一块石头扶他坐下。你真不让我给你看病？甘草有些不死心地问。楚凌寒扭到一边。还挺犟。那你自己待在这儿，我去摘山楂了。楚凌寒从怀里掏出一块蓝色的玉牌。给我的？甘草意外。楚凌寒点头。为了感谢我扶你。甘草想，这人也太大方了。这东西一看就不便宜，我就是扶了你一下，受不起。楚凌寒抬头看着甘草。不如这样，我收了你的玉牌，给你看病。甘草提议。楚凌寒心里苦笑，他活不了多长时间了，也不在意。你别装了，每个人的脉搏都是不同的，尤其像你这么混乱的脉象，你怎么会中这么奇怪的毒？可能是2种非常毒的毒。楚凌寒有些意外，不过是山野的一个小丫头，竟然能看出她中的毒。你这毒一时半会儿我解不了。你住什么地方？楚凌寒看他这么认真的样子，好像可以解他的毒。他心中升起了一股希望，随即摇了摇头。你没地方住？楚凌寒点头。这让甘草为难了。你这情况要先好好养着，我慢慢找解毒的办法。你要是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就麻烦了。楚凌寒在一边找了一支木棍，用脚抹平一块地面，写道：你会解毒？会是会，可是我要弄清楚你中的是什么毒。我可以找住的地方。你这样走路都是问题，怎么找住的地方？甘草打量了一下楚凌寒。你要是相信我，我可以先缓解一下你现在的情况。楚凌寒点头。会有点疼。甘草说着，手握凤眼拳，开始给楚凌寒按压穴位。楚凌寒内心混乱，所以导致他行动受限。甘草用压穴的方法帮他疏导了一下，可以暂时缓解他的情况。楚凌寒一口淤血吐了出来，身体也轻松了很多。可惜没有银针。甘草惋惜。对了，你叫什么？楚凌寒想了想，写道：凌寒。凌寒，凌寒独自开的凌寒，名字真不错。楚凌寒意外地看着甘草。她一个乡野女子，不但识字，还会念诗，只是理解错了。楚凌寒继续写道：我怎么找你？甘草想了想。我家就住在秋水寨的北边，单独一家。你要是晚上还在这里，我就给你送点吃的，刚好我家现在有好吃的。他这段时间的确没好好吃过东西，有人给他送也安全一点。甘草快速摘了山楂就回家，刚好看到一家人围着架子车分东西。
草儿。柳氏看到甘草回来，招呼他去了上屋。看到甘草去上屋，林氏勾头看了看，看见没？老太太肯定给他独一份。这野猪本来就是草儿发现的，给他独一份也是应该。不过老太太肯定是听说了什么，问草儿呢。你也大了，兜里该有点钱，这30文你收着。柳氏看甘草那不确定的样子，他们今天一共卖了快3两银子，往年1年也剩不了这么多。谢谢奶奶。甘草一脸欢喜。村里那些人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，那个孙大夫也不是什么好人，要是你真把李来喜给支差了，李家会那么轻易放过你？对了，奶奶，我能去镇上吗？行，下次去带着你。你摘这么多回来吃不完的。曹氏看甘草在洗山楂，我打算给做成山楂糕。山楂糕，你什么时候会的？听说的，做着简单，我们试试。那我给你搭把手。曹氏看甘草做事慢得很，姑嫂2个人很快把山楂洗好上笼蒸。等做晚饭的时候，已经在熬了，满院子都是山楂的酸甜味，闻得人直流口水。浪费柴火，别搭理他。一家人开始做晚饭。老太太把家里几个男丁叫到堂屋去了，估计是商量这次钱的事。大嫂，我晚上容易饿，做2张杂粮饼放着行不？大嫂给你做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一家人吃了晚饭又开始干活。男人搓草绳砍柴，女人纳鞋底绣花。3姐怎么也开始绣东西啦？甘草进屋看他3姐也在绣东西。我闲着也没事儿。甘云在绣荷包。我出去一趟，一会儿娘问了，你帮我掩护一下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出去干嘛？我扎萤火虫。那你把1、2带上，不要一个人出门。没事，我多扎一些放在屋子里，屋子里就不会这么暗了。甘草觉得自己编的借口太异想天开了。那你早点回来。好。有月光，外面也不算暗。甘草顺着白天的小路，快速地找到山里的那棵山楂树那里。林寒，林寒！甘草轻轻地叫了2声。林寒拎着2只兔子出现在一边。我给你带了吃的。你哪来的兔子啊？林寒把兔子送到甘草面前。给我的。林寒点头。我倒是担心多了，你会武功，在野外不愁找不到吃的。我给你带了卷饼。林寒对甘草给他带的食物不抱希望，但是吃了一口，有些意外。好吃吧？昨天桑园那只野猪是你打死的吧？这就是那野猪肉。你用什么打的？把那野猪骨头都给打碎了。你这气息冲撞，可能有时候会陷入狂躁，不过最好不要动，会损伤经脉。林寒低头吃东西，听着甘草絮絮叨叨地说话。甘草也没指望林寒会回答，晚上写字他也看不见。等林寒吃完了东西，这才带着2只兔子回去。甘云没说，甘家人都不知道甘草出去了。哎，你哪来的兔子啊？林氏去茅房回来，刚好看到甘草拎着兔子回来。捡的。哟，你还真是会捡啊！再捡2只回来给我看看。林氏想，甘草这半夜出去干嘛了？不给。甘草说着就走。2人在外面说话。杜氏已经出来了，看着甘草拎着的2只肥大的兔子。哪来的？昨天他们一家捡了3只野猪，算是一笔横财。今天草儿就拎着2只兔子回来，让人很怀疑。去抓萤火虫，看到兔子打架，撞死在树上了。甘草在路上已经想好了借口。兔子这东西傻嘛，这下坡的时候会把自己摔死。甘荣也出来，看到甘草拎着的兔子。
他这么一说，杜氏也不问了。咱们明天吃爆炒兔丁。他怎么觉得凌寒是他的送财童子呢？三姐，啊，甘云也没睡着。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女人怎么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就算出嫁了，上面也有婆婆看着，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媳妇熬成婆，那也要看下面儿子孝顺不孝顺。我不是说出嫁。甘草怎么觉得他们聊的不是一个话题？我就是想去镇上就可以去镇上，想给人看病就给人看病。去镇上简单，有时间就可以去，等三姐身体好了带你去。甘云以为甘草在想什么。甘草本想和他三姐聊聊怎么改变现在的生活状况，结果发现自己想多了，三姐根本不会往这方面想。天还不亮，甘家的一天就又开始了。一个贪嘴的烂婆娘，这都是草儿做的，你一个人要给吃完。杜氏突然叫骂起来：这也不让吃，那也不让吃，你们甘家人是存心饿死我，还敢顶嘴！甘茂这会儿刚好去挑水了，不然林氏叫的声音更大。大嫂，你要把女儿接回来，这是要打死家里的媳妇儿。甘草刚从屋子里出来，听到林氏这样说就来气。感情林氏这2天不停挑事指桑骂槐，是因为她三姐回来了。二嫂一个人偷吃，要拉着大嫂一起挨罚。对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。你大嫂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媳妇儿，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妯娌？我就是吃了点山楂糕嘛，那山里那么多山楂，回头我让甘茂多摘一些还给你们。二嫂，这2天我听你话里话外都觉得你不是甘家人，你也就跟我二哥是一家，甘家别人对你来说都是外人。草儿说的对。柳氏也从堂屋里出来。一会儿甘茂回来，我们就好好商量一下，看他是打算分家还是打算休妻。林氏一听要休妻，吓得脸色惨白，低头不敢说话。娘，就罚他1天不吃饭吧。柳氏没搭理杜氏。还不快进屋去！干活的时候不见他这么积极。还剩多少？你看被他给挖的。吃了早饭，家人都吃一些，健胃消食。行，你去洗脸，娘给你烧了热水，你和你三姐一起洗。当娘的不偏心女儿是假的，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。她端了水进屋，和她三姐一起洗脸。甘云也是时不时的打量一下甘草。我脸上有东西。你竟然没有跟二嫂吵架？我已经说过她了。什么？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今天有她难受的。甘云不理解是怎么回事。甘茂回来就被林氏叫到房间里。等甘茂出来的时候，耷拉着头也不敢说话。有话就说。林氏她就是想吃一口东西，咱家现在也不缺。咱家啥时候苛待过儿媳了？娘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你小妹辛辛苦苦做的山楂糕，你奶奶都没尝一口，她一个人就快给吃完了，还就想吃一口。一点山楂，我今天再去摘点儿。在你看来，就一点山楂？甘茂低头不敢说话了。他来咱家也2年了，吃懒怕动弹不说，还喜欢嚼舌根。只是想着是你的媳妇，你自己能管好。现在看来，倒是你被他管得死死的。奶奶不是经常交代我们兄友弟恭，夫妻同心。我教导你夫妻同心，不是教导你是非不分，耳根子软。老婆说2句你就唯命是从。柳氏看着甘茂，甘茂不敢说话。林氏是你相中的，家里人想你难得喜欢一个人，给娶了回来。娶她的时候的确比娶你大嫂的时候风光。她不但不感恩，
反倒是觉得自己有本事。这2年除了没直接当家，什么不是紧着他？他呢？曹氏在一边听得鼻子有点酸。自从你三妹回来，他看谁都不顺眼。今天老婆子我把话撂这儿，你们要是想分家就分家，不想分家就把他给休了。上会逼死他的。那我也不会让他这样祸害甘家。甘草在一边听得一阵唏嘘。如果你选择分家，这次卖猪的钱给你们兄弟3个平分了，这原本应该是甘草的钱，你们都记清楚了。你离开了甘家就各过各的，只要到时候负责你爹娘的养老就行了。柳氏已经把事情想得彻底。甘茂低头想了许久，那就分家吧。甘荣意外地瞪着他二弟，看来他二弟是真的和他们家人离心了。你这是让咱们甘家被人笑话呀！我也不想的，你们一天天折腾，我连个好觉都睡不好。行，甘茂，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那猪肉咋分？林氏突然从自己屋子里冲了出来。你这个祸害，还想着分猪肉！你……甘草看着这一家子，他娘肯定觉得这一切都是林氏的错，不然他们的家也不会散。再看他二哥耷拉着头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分就分了。甘泉一直没说话，这会儿起身出门。他娘主意正，既然他娘开口了，这件事没有转圜的余地。爹，甘草出门看到他爹坐在墙角那里。家里把卖猪的钱给分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不会，我只是遇到了，之后换成银子是家里人一起努力的，算不得我一个人的。你三姐说你懂事了，是真的懂事了。爹是不是不想分家？甘泉的确是不想分家，自己还在，儿子就散了，谁也不想看到。爹种果树的时候，也不是所有的果都要留着，总要剔除那些不合适的，让剩下的好好长。你是在劝爹？人也不是果树，可以挑挑拣拣的剔除，但是可以换一种相处方式，不是近臭远香吗？分了家我们都能过得好好的，不是挺好？可是村里人怎么看我们啊？我听说一些大户人家，除了嫡一长子，其他子孙一旦成年就要出去过，毕竟是一个单独的家庭了。我们家以后也会成为大户人家。你这丫头还真是心比天高啊。甘草笑了起来。他爹没事了，甘草回去帮大嫂收拾厨房。草儿，你过来。柳氏看到甘草从外面回来。奶奶。甘草应了一声，过去。你这山楂糕奶奶尝过了，味道不错，我和你娘商量着做了去镇上卖。真的？甘草开心。就是太酸了，放点糖就好了。糖多贵呀！要是有糖，我们就直接卖糖了。哦，甘草想可以放一些甘草，他还不知道甘草什么价。一会儿你带着嫣儿他们去摘山楂，不要跑太远。好。甘草看家里人没有去地里干活的意思，估计今天真要分家了。我一会儿去找李正看地。甘泉从外面进来，带上老二，省得到时候又要说我们亏待了他。甘草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，收拾好东西，带上嫣儿和灿儿去摘山楂。小翠，甘草找到山楂树，看到小翠和苏潇在那里有说有笑的摘山楂。李小翠看到甘草，眼神闪烁了一下。你也来摘山楂？你还有脸出门啊？如果我是你，找根绳子吊死了干净。甘草看着苏潇，这人也是够恶毒的。你哥哥是秀才？我哥可是秋水寨唯一的秀才，
不像你哥，上了这么多年学堂，连个秀才都没考中。那怎么有你这么一个没涵养的妹妹？看来你哥也不怎么样。甘草也很嫌弃。苏潇生气，你大嫂刚生了孩子，你大哥还躺在床上呢，你就有时间陪别人出来玩。甘草看着李小翠，人家的事要你管。我问别人一点小事你就不让管，倒是有脸说出让别人生死的事。你们苏家就是这样当人的？我们苏家怎么样，轮不到你来说。苏潇急了，我也懒得说。甘草说着就带着嫣儿和灿儿去一边。苏潇气得牙痒痒。算了，他现在就是破罐子破摔了，我们不要搭理他。李小声说，虽然他声音很小，但是甘草还是听到了。这个李小翠和原主关系很好，如今完全不搭理我，却和苏潇走得很近，难道……往深山里走，山楂树也多一些。甘草找了棍子打，嫣儿和灿儿在地上捡。灿儿突然叫了起来，甘草看了过去，看灿儿把一条蛇给甩了起来。我看看。甘草慌忙过来看，看灿儿的手臂上被蛇咬了2个牙印。他看了一眼翻滚了一下要爬走的蛇，好在没毒。等着他带着2个孩子回去，甘灿被蛇咬，让曹氏担心不已。早知道让你大哥去了，这也太危险了。以后我一个人去，我没事儿。甘草想，带着2个孩子是麻烦了点。别劲的带着你二哥看好地方了，准备给你二哥盖房子了。分家这事儿应该是确定了。还给盖房子？总不能让他们2口子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也是。大嫂也想分家吗？你大哥是老大，我们肯定要跟爹娘一起住的。我听二嫂抱怨最多的就是一家子拼了命的供4哥读书，大嫂就不生气这个？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家里能出一个读书人是好事，以后就算老4不能考取功名，也是一个读书人，去做个账房什么的，对家里也好。甘草没想到他大嫂还挺想得开，连种庄稼都要辛辛苦苦1年呢，谁能白得好处？曹氏又解释了一下，这样甘草就放心了。林氏肚子难受的躺在床上，哎呦哎呦的叫个不停，家里也没人搭理他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甘泉黑着脸带着甘茂回来。爹，老二，收拾一下吃饭了。听到屋子里林氏的哎呦声，他先回房间了。叫什么叫？还没死人呢，叫的一个村的人都能听到。做什么呢？昨儿草儿捡回来的那2只兔子给炒了。老二，吃饭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甘茂才出来。草儿，你二嫂肚子实在难受，你给你二嫂看看吧。二哥，不是我不给二嫂看，是二嫂根本不听我的。昨天不让她吃那么多，她不听，吃得上吐下泻。我又给她说让她先不要吃东西，她把那1盆山楂糕都吃了，我能怎么办？草儿说的对，她这情况饿2顿就好了。甘茂有些犹豫地看了屋子一眼，林氏在屋子里东西乒乒乓乓地响，也不知道在摔打什么。李家村头那宅院要卖。甘泉坐在台阶上犹豫了很久，和杜氏商量。为什么？那宅院可是他们家辛辛苦苦盖起来的，用的全是砖瓦，说过年就搬进去的。还不是因为李来喜的伤，大夫说想要下床要花不少银子。不用吧？甘草刚好从屋里出来，伤的也不是很严重，治好一点，养2、3个月就好了。你可别乱说，到时候他出事了又要赖到你身上。我看老二是相中李家的房子了。他怎么不上天呢？甘草不太了解这些事情，去厨房清洗药罐去了。我们家也买不起啊。买得起就要给他买了？家里为了他一个人都不活了？我看这家分了挺好。林氏在屋子里听得清楚，
想着甘家人果真对他们不好，以后别想让他孝敬。甘草下午去摘了菜，又把山楂糕给熬了，结果还没熬好山楂糕，甘灿就从外面哭着回来了。我就舔了一下，他们说我舔的太多，就打我。什么舔了一下？甘草看着哭得快断气的甘灿，糖，这也太不讲卫生了。你想吃糖？那你等几天，姑姑给你做。姑姑会做糖？应该会吧。要是姑姑做的不好呢，就给你买。你不要哭了。好。你刚才是装的吧？甘草好不容易把甘灿给哄好了，他大嫂回来，听说甘灿因为舔了一口糖被别的孩子打了之后，躲在屋子里大哭了一场。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这样。甘草也是无奈，好像每个人都不容易。草儿，这山楂糕真的能卖钱，我也不知道镇上的人能不能买得起。甘草有点怀疑这里的消费能力。咱们去试试，这种小吃食也不用家里男人去，娘和奶奶年纪大了，咱们去。甘草有些意外地看着他大嫂，怎么觉得他大嫂是受什么刺激了？好，对了，大嫂，我看山上有无患子，村里人怎么不用它洗衣服？什么叫无患子？就是油患子。曹氏听得更迷茫。就是搓搓会起泡的那个东西，那东西羊都不吃，但是可以洗衣服洗脸，回头咱们也捡一些回来。好。曹氏想，这草儿怎么突然知道这么多东西？甘茂在院子里转来转去，最后还是开口了。爹，盖房子要很长时间，李正那院子，你咋不要皇上的金銮殿呢？现在把甘家人都卖了，也不够给你买那个院子，你把甘家的人都卖了吧。甘茂知道这个要求太过分，但是林氏闹得厉害。这些年要不是为了供老四读书，我们家也不至于住这么破烂的房子。嫌弃自己家了？我看你出去是能吃星星还是能吃月亮？本来就是，一年少说4、5两银子，都攒下来就能买那个院子了。我让你买院子，我让你买院子！甘泉追着甘茂打，以往甘泉动手，杜氏都会出面拦着。这次他想拎着一边的扫把和他男人一起打，自己怎么就生了这样一个儿子？甘草顺着门缝看，哎，不知道这要打到什么时候。你又着急出去？没有啊，我就是觉得我运气挺好的，出去说不定能再捡2只兔子。那你带着大哥一起去，说不定还能捡到野猪。三姐，你在取笑我？那你跟我说，你到底出去干嘛？甘云狐疑地看着甘草。真不干嘛？草儿，三姐知道你也委屈，不过人要往前看。甘云是担心甘草想不开。我看着呢。甘草不知道他三姐这意味深长是什么意思。三姐，如果你要问起来，你帮我掩护一下。甘草说着，拿出藏在柜子里的篮子，悄悄地离开。他轻车熟路地来到那棵山楂树下面。林寒，林寒！甘草叫了2声，楚林寒从一边的草丛里出来。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不过你得等一会儿。这是你昨天给我的兔子，中午我们做了爆炒兔丁，我特意给你留了一份。楚林寒坐下，还有这个山楂糕，我自己做的，你尝尝。楚林寒看着甘草那开心的样子，没有拒绝。他尝了一口山楂糕，的确不错，就是有点酸。有点酸。楚林寒在吃东西的时候，甘草又开始说自己的无奈。楚林寒吃完，拿着木棍在地上写道：明天不用来了。甘草低头眯眼，愣是没看清楚是什么字。你要走了？
去办点事情。哦，你现在最好是休养，不要奔波。楚凌寒点头。那我……甘草起身准备帮楚凌寒压血，可以缓解一下他身体的不适。楚凌寒突然拉着甘草避开，等甘草扭头看到他们之前的地方竟然有一条蛇。甘草奇怪，这条蛇3尺多长，不可能主动攻击人类，难道是受什么刺激了？楚凌寒抬手就要制服。抓活的，这是一条毒蛇，它的毒最珍贵。你今天也不要在这里停留了，我觉得有些反常。楚凌寒点头。甘草悄默默地回家，被等在那里的林氏撞了一个正着。好啊，大晚上的出去干嘛啦？林氏扯着嗓门叫了起来，唯恐别人听不到。捡蛇。甘草提了一下树枝，虽然蛇不大，但是5、6条穿在一起还挺重。林氏惨叫一声，吓得腿都软了，扑通一下摔到地上。甘家人听到动静已经起身，再听到林氏的惨叫，慌忙跑了过来。草儿，你怎么用蛇吓你嫂子啊？我没吓她，是她问我出去干嘛了。我白天下了陷阱去捡蛇。你抓蛇做什么？做蛇羹。造孽！咱们家不吃这个，明天到镇上卖了。那我能去吗？甘草眼睛亮了。行。不要动这个瓦罐，里面是活的毒蛇。明天就可以去镇上了，看看能做什么。秋水寨距离五华镇10来里路，走着要1个多时辰。甘草十分激动，听到院子有动静就翻身下床，到外面一看，是大嫂起床了。草儿，你跟奶奶说说，我跟你们一起去镇上，把那山楂糕带着，看看有没有人买。曹氏和甘草商量。好。柳氏听甘草这样说，也没有拒绝。若是这山楂糕真能卖钱，家里又多了一个来钱的门路。3人收拾了一下，时候已经不早了。到村口，看到于老头赶着牛车在村口等着。哎呦，听说你们甘家发达了。哎呦，一年到头啊，地里跑口吃食的日子，发达什么呀？3个人。他说着拿出6个铜板。哼，一家人都舍得坐车了，不是发达了是啥？于老头看向甘草拎的袋子。哎，里面装的啥呀？蛇。甘草直接说。你个小丫头，怎么拿那种东西啊？死的。不行不行，你们带着蛇，别人就不敢坐我的牛车了。今天你的车我们包了，一共20文。柳氏又拿出4文钱，剩下的回来给。你把那蛇往后面放放。好。甘草点头。于老头不自觉地又看了甘草一眼。这丫头从小就娇气，谁说她一句不对就开始哭啊？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？坐好了，我们走。于老头说着就赶起了车。奶奶，那里就是李正家的新院子。可不是嘛，李家2、3年辛辛苦苦的盖了这么一个院子，可惜没福气住啊。牛车比人快许多，他们到了五华镇时候还早。你们去吧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。柳氏带着曹氏和甘草去集市上。今天刚好是五华镇10天一次的大集，比平时热闹不少。曹氏要卖山楂糕，甘草要卖蛇，2个人去的不是一个地方。你就在这里等着，我带着草儿把蛇卖了就来找你。柳氏带着甘草去菜市那边。今天大集，来卖东西的人很多，他们只能找了一个边角的位置。奶奶，这要什么价合适啊？
你在这等着，我去问问行情。柳氏也不知道。柳氏离开，甘草把蛇放整齐，就四下张望。几个人围了过来，甘草看他们的样子，警惕起来。沈铎歪头打量了一下甘草，这种地方还有这么水灵的姑娘。哎，这蛇是哪儿来的？抓的。甘草说得认真，看起来却有点呆萌。你家有捕蛇人？没有。那你一个小姑娘哪来这么多蛇？捡的。沈铎示意了一下。卢超蹲在地上捋了一下蛇，都是死于昨夜，7寸受创。卢超回禀：你买不买？不买不要耽误我做生意。小姑娘，你别担心，我们就是找捕蛇人，只要能捕到我们想要的蛇，报酬丰厚。有多丰厚？甘草想自己抓的那条毒蛇，不知道他们要不要。50两。什么蛇？黑眉锦腹蛇。那不就是他抓的毒蛇？50两。甘草不确定地问了一声。沈铎想，小姑娘就是好骗，那蛇在深山里，想抓到并不容易。1条。对。沈铎很确定地点头。那甘草把后面放的罐子往前一放。黑眉锦腹蛇。这次轮到沈铎懵了，还真有。小姑娘，你可不要骗人，那蛇可不好抓。我刚好捡了1条。捡的？沈铎想，你再给我捡1条看看。我放出来给你们看看。别！沈铎的脸色煞白。你们站前面。沈铎身后的人立马护在沈铎前面。胆小鬼。的确是黑眉锦腹蛇。卢超的眼睛亮了起来。沈铎也不尴尬。死了？活着的，过一会儿就跟之前一样了。你赶紧给放罐子里。甘草把蛇丢到罐子里，然后捧到沈铎面前。沈铎距离那罐子远一点，看了卢超一眼。卢超接过罐子。50两。给钱。卢超掏出1张银票。我要银子。甘草直接拒绝。卢超以为是村姑，没见过世面，就掏了1包银子出来给甘草。甘草掂量了一下，还差5两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差5两？属下身上的现银就这么多。你们谁身上还有？沈铎狐疑地看着甘草，这丫头到底是干嘛的？谢谢惠顾。甘草捧着银子，给个礼貌的鞠躬。哎，你要再捡到黑眉锦腹蛇，也给我送来。好。他终于有银子了，只是这银子要不要给他奶奶，或者说给多少？草儿，柳氏叫着回来，看地上光光的。蛇呢？卖了。哦，你怎么这么快就给卖了？卖了多少钱？我听说这2天镇上高价收蛇，1条能卖30文呢。奶奶，我们一边说。奶奶。甘草把钱袋子塞到他奶奶怀里。这是什么？哪来的？卖蛇卖的。甘草没给自己留，他想看看奶奶能给他留多少。他们要那条毒蛇，说给50两，我就给卖了，没卖便宜吧？哎呦，傻丫头啊！那些拿命做事的捕蛇人，1条蛇也就几两银子，少见的剧毒蛇也不过10两，你那1条卖了50两。他们可能是于大爷说的贵人。草儿，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这银子你拿出来给我了，我肯定要用到家里的。我知道，只是这银子不能让家里别人知道。你4哥读书花钱，到时候要进京赶考的话更花钱，家里要提前准备着。现在你2哥又闹着分家，
若是知道有这一笔银子，你二嫂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不过你放心，这里我给你留10两，给你当嫁妆。奶奶，我想买点东西。你想买什么？看到甘草来药铺，柳氏想到甘草要给甘云买药的事，心想他真是一个好孩子。我要一副银针。药童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不确定地看着他。什么银针呢？就是针灸的银针。哎，大夫，有人要买银针。孙文健有些慵懒地从里间出来。要什么？银针？对，就是针灸的银针。你要银针做什么？你们家有没有？小姑娘，银针可不是随便买着玩的，而且贵得很。多少钱？甘草就想要一副银针。10两。甘草看向他奶奶，想自己刚好有10两。孙文健一脸嘲讽地看着他们。这种穷酸的乡下人，别说10两，1两都拿不出来啊！买。孙文健眼睛亮了起来，抬手就要去拿银子。银针呢？银针可不是普通的东西，你们先把银子付了，1个月之后来拿。哼，没有银针就想收银子，做梦！那银针可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买到的，你们要是不先付银子，那就别想买到银针。那只能证明你这里连银针都没有，还当什么大夫？奶奶，我们走。哎，孙文健那叫一个惋惜。等走远了，柳氏才小声说：“镇上东西不多，回头啊，咱们去城里，那里东西多，肯定能买到的。”那我能不能买一些糖？行，你想买什么都行。2个人买了糖，就去找曹氏。看到曹氏站在那里，不过山楂糕已经卖完了。娘，草儿，山楂糕卖完了？卖完了，一个贵公子全给买了。是不是穿一身葛金紫锦袍的贵公子？是紫色的。曹氏也不知道什么叫葛金紫。你认识？我的蛇也是他买的。这样，柳氏还以为甘草认识什么贵人了。这银子你收着，给3个孩子买点东西。这有1两，收着吧。柳氏示意。曹氏有点不敢拿。还是奶奶收着吧。回头你娘问起来，就说是我准的。看来这山楂糕可以啊，我们去看看有没有细一点的瓷培麦，还有糯米纸。行。我能不能给孩子买点糖？我买过了，2大包，都是给央儿他们的。曹氏没想到甘草惦记着，感激地看了甘草一眼。得了好处，回头嘴都严着点儿，别在外面炫耀。本以为他们带的东西要1天才能卖完，结果不到中午就卖完了，就出去找于老头。找了半天，连牛的影子都没找到。这个于老头，莫不是去拉别人了？反正时候还早，不如我们走回去。也行。等于老头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再说今天没太阳，也不怎么热，3个人就这样往回走。快到旧义庄的时候，甘草远远的就看见一个人扁担上挂着一只细长的东西。奶奶，我们歇一会儿。你干嘛去？我就看看那个是什么。那我们歇会儿。老乡，你这水貂卖不卖？卖。多少钱？15文。老头一看真有人买。你还要不要了？要啊。那边他们还抓了几只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去给你拿来。那你等着。你要这水怪干嘛？没有2两肉，皮子还做不了1条围脖。我有用。你要是想要，回头让你大哥下几个鱼笼，这东西偷鱼吃，容易钻到鱼笼里。我已经跟人家说好了。你想买就买了。那奶奶给点钱呗。甘草兜里如今只有15文了。还价，别让人给骗了。对哦。
甘草想自己怎么就不还价？曹氏心里惊讶，奶奶管家一分一毫都算得仔细，怎么给甘草钱袋子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？三个人正说着，远处走来一群人，领头的抬着猪笼，里面装了石头和一个捆绑着的女人。咋了？甘草好奇的想看。进猪笼有什么好看的？进猪笼？奶奶，让甘草看看也是好事。什么好事儿？若无男子，女子何以犯淫戒？出了事，却只把女子置于死地。草儿，你可千万记住了，不要犯这样的错。奶奶，我们救救他吧，没有律法规定要把人处死。律法没规定，但是族里的人确定了，县太爷也不会管这件事儿。甘草想去阻拦，他不能看着一个人就这样死在自己面前。你看见没？走在他身边的是他家人，他家人都要把他进猪笼，你怎么救？就在他茫然的时候，抬人的队伍已经走远，一直到拎了3只水貂的老头跑过来，甘草才回过神来。买的多了便宜一点，3只40文。行吧，行吧。付了钱，3个人继续赶路。曹氏担心地看向老太太，这孩子心善，没经历过这事儿吓的，晚上我给他叫魂就好了。等回到家，甘草默不作声地回自己房间。怎么了？三姐，我遇到进猪笼的了，他们真的要把人放在猪笼里淹死。我以为是什么事儿，把你吓成这样。什么叫把我吓成这样？甘草看着他三姐那毫不在意的样子。你不要怕，被进猪笼的都是犯了淫戒的，那种女人就该死。若有一天我被人玷污，你们也会这样对我？甘草盯着他三姐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莫说被人玷污，就是坏了名声都不好嫁人。甘草知道他三姐的答案了。那他家人呢？他把甘家人当成他的家人。若他们知道自己如今已经有了身孕，会不会冷漠地送他去进猪笼？好了，不要想那么多。甘云觉得甘草的反应太大了。走了半天，我累了。草，杜氏在外面叫了一声。昨天有人去山里被蛇咬了，你们今天不要去摘山楂了。好。甘草应了一声。今天早上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吃肉了，而且二哥好像又和家人生气了。木安哥哥，你看我这个绣的怎么样？我一个男子不懂这些东西，你和仙儿说吧。木安哥哥是嫌弃我绣的不好。怎么会？实在是我真的不懂。甘草的心情不好，可是看到这样一幕还是有点想笑。谁？甘草慢慢地走出来。草儿也来了。我来找小翠。你也好久没找仙儿了，又和她闹别扭了？我和她向来不和，就是小翠总想让我们一起玩。仙儿有些任性，你不要和她计较。不来往就行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甘草说着走到李小翠身边。你哥怎么样了？我哥吃着孙大夫开的药，看着好多了。李小翠不看甘草的眼睛。苏木安就这样被忽略了，他有些尴尬地颔首离开。不管是李小翠还是甘草，苏木安都没打算去。他想等他金榜题名，肯定有很多大家闺秀抢着要嫁给他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甘草又没打算给李来喜看病。那天我在月亮堤等苏木安的时候就想通了，觉得我伺候不了读书人，就不喜欢他了。啊？你是不知道，因为我四哥读书，我家过得那叫一个紧巴，我以后可不想过那样的日子了。啊，李小翠这样应着，心里窃喜。你喜欢他，就让你爹去说说，万一他进京赶考了，
不是要耽误很长时间？我没有。李小翠还是否认。对了，那天我从月亮堤回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，他说你在月亮堤等我，要不是我刚从那里过来，就相信他了。怎么可能？他认错了吧？可能吧。最近我一直好奇，还想去问问他是怎么回事。这有什么好问的？可能是认错人了。那他为什么说是你？他骗人的，可能是知道我们两个关系好。也对，我还是叫上我哥去问清楚，万一他对你不利怎么办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天天晚上不出门，肯定不会出事的。小翠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就这样定了，我回家找我哥。李小翠想阻拦，可是甘草已经走远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转身就走。甘草并没有走远，转身看了李小翠去的方向，跟了过去。甘草避开那些人，走了小路，然后看着李小翠进了李四娃家。李四娃是村里有名的无赖，但是他是李家人，父母双亡之后得了看宗祠的差事，天天游手好闲，人人嫌弃。想到李四娃的为人，甘草想，李小翠不会是打着帮他约苏蒙安的名头把李四娃给找过去了吧？难道原主怀的是李四娃的娃？想到这里，他转身回家。李小翠晃了好久才把李四娃给晃醒。小翠儿啊，最近咋一直不见你人呢？你那天跟甘草说我在等他。什么等他呀？李四娃一脸迷糊。就是我让你去月亮堤那天。嗨，那天我去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他说着摸着下巴。哎呀，你啥时候再把甘家那小妮子给骗去？你叔也老大不小了，也不能一直打光棍儿啊。甘草在骗我，那甘草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想到这里，他起身就走。哎，小翠儿！甘草回到家的时候，家里人已经回来的差不多了。你去哪儿了？出去走走。甘云怎么觉得甘草是生气了？三姐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没有什么打算。大哥大嫂若不嫌弃，给一口吃的，这辈子就过去了。你就没想过再嫁？你今天怎么突然说这件事儿？毕竟三姐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很长。河里的女人也有再嫁的，但是能找到什么好人家？不是给人当续弦，就是那种一把年纪都还没找到老婆的。嫁给那样的人，不如不嫁。那换个地方好好生活呢？换个地方，能去哪儿？我一个女子，肯定不能在深山老林里生活啊。去别的地方，肯定要被人欺负。城里呢？甘草觉得城里人多，机会也多一点。城里要查户籍，去得远了要有路引，不然我们县城的大门都进不去。甘草没想到会这么麻烦，怪不得他们家不想离开秋水寨。别想这些没用的，分家的时候都闹腾，等过一阵子就好了。甘草觉得自己好不了了。外面说着说着又吵了起来。什么男人啊你？草儿，那野猪是你发现的，你也坐在这儿。老二要分家，在这个家里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不是我，那你是不分家？要我说，这样的不孝子断绝关系，赶出去就行了。这个时候就这么闹腾，老了还能指望？我没有。甘茂又想辩解，甘草更加觉得他奶奶不简单，做事这么果决，想得这么通透，怎么看都不是一个普通的村里老太太。现在事实就是这样，你要分出去，应该是你父亲主持，但是家里的银钱都在我这里，这些银钱也是一家人攒起来的，就坐在一起说。柳氏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一下，家禽牲畜也都在其中。如今你的房子还没有修，
就全部折成银子分给你。柳氏说完，看着甘茂：“你可有异议？”“没有，没有。”“闭嘴！这里一共4两3钱，大部分是草儿发现的野猪卖的。如今这样分给你二哥，你可愿意？”柳氏看向甘草，甘草想了想：“如今这样分家，也是撕破脸了。不如连爹娘养老的事情也一并说一下。爹娘多少岁之后，二哥一家每个月要给爹娘什么东西。”甘草慢慢地说，他并不想掺和这件事，但是问到他这里了，他总要发表一下意见。草儿说的对，那就你爹娘50岁之后，你们每个月给20文孝敬。20文？那他们活到7老80，我们得给多少钱？我们甘家怎么娶了你这样的毒妇？现在就诅咒公公婆婆早死？甘茂，这孝敬钱你可愿意？那要是生病了什么的，我可还要出钱。我一个人出。甘荣气得牙痒痒。自小一起长大的弟弟，平时都是让着他，现在说这话也太让人心寒了。大哥他自己说的。行，既然分了家，就各过各的，以后老四读书的钱也不用你出。柳氏可不想老四被他们2口子给赖上。那老四要是发达了呢？老四发达了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甘家的苦都让别人吃，肉都给你吃？那我以前有供过他呀。行了吧，就你做那点事儿，还不够你一个人吃饭的。甘茂有些不服，但是没有反驳。那这文书要再写一下，没有异议就让你爹去找李正来，你和林氏拿了银子就可以走人了。柳氏一点都不留恋，虽然说1个月每人10文，积累下来不少，但村子里60岁的人没几个，甘茂就痛快地点头答应了。甘泉就硬着头皮去找李正来当见证。李章这2天因为他儿子的药钱正头大，觉得甘家最近的事实在太多，来走了一个过场就要回去。李叔，啥事啊？其实来喜哥的伤只要养着就好了。甘草作为一个医生，还是提醒了一下。你懂啥呀你？那是我们李家的独苗，要是出了什么意外了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李章气呼呼地离开。甘草无奈地吐了一口气，这事他真管不了了。他一转身就看到二哥和林氏欢欢喜喜地离开。林氏路过甘草的时候，还冲他翻了一个白眼，那叫一个得意。甘草又无奈地摇头，能怎么办呢？人都是求什么得什么。等他回到家里，看到他娘坐在桌子那里，眼眶红着。曹氏在厨房做饭，甘草走了进去，看他拿着烧火棍发呆。大嫂想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，今天柴火有点潮，不好生火。大嫂是在想二哥分家的事吧？大嫂放心，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日子总要有个奔头，万一你4哥成秀才了，咱家以后就要风光了。吃了饭，甘荣就又去地里看庄稼。今天分家，有些地也分给老二了。等到庄稼熟了，他们要自己收。你说他们夫妻俩这个时候出去能去哪儿？村里也有空的房子，先花点钱租一段时间，等他的房子盖好了，自己搬进去就行了。唉，村里这么分家，也没像我们家这样的。杜氏说着又开始叹气。甘泉知道村里分家没有这样分的，他想到这里，抬头看了甘草一眼。甘草坐在院子里发呆，他想自己怎么才能从这个家里分出去呢？草儿，你看一下亮儿，我去河边把衣服洗了。你一会儿给鸡圈清理一下，粪堆到后面。带着亮儿。杜氏叮嘱。杜氏看甘草一言不发，带着亮儿去清理鸡圈，
不自觉地多看了一眼。这丫头还真转性了。这几天闻着家里的各种味道，甘草也习惯这样的味道了。清理了鸡圈，把鸡粪拎到后面堆肥。谁知道移动一边的松毛，好几只蜘蛛跑了出来。娘！甘草看着那蜘蛛叫了起来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多蜘蛛？一只蜘蛛怕什么呀？这蜘蛛有毒。别瞎说，睡觉梁上还不爬几只蜘蛛啊？你把肥堆好，去看鸡都进圈没有？杜氏说着就走。甘草看着那蜘蛛，蹲下仔细看了看，确定那蜘蛛有毒，然后回头看看他娘离开的方向。秋水寨的人都这么彪悍的，谁家房梁上都爬几只毒蜘蛛？想到这里，甘草去一边的干柴上抠松香。你干什么去？我甘家的儿子去林家像什么话？我去把他给找回来。你这是要闹到亲家去？分家了就各过各的，你就是当爹的也不用管。可是甘泉生气，林氏也就看中了那点银子，银子没了，他们就消停了。要是那些银子没了，他们以后怎么过日子啊？都分家了，还管他们怎么过日子？甘草想，幸好不是说他。他脚下一滑，差点摔了，引得别人纷纷看了过去。这是不是要下雨了？地基这么湿。这2天闷得厉害，的确像是要下雨了。你们明天先去把半山那块苞米给收了。我今天去看了，要过2天才行。要是下雨怕发芽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甘草摩挲着林寒给他的玉牌，想着玉牌能卖多少钱。你睡不着？没有啊。要不是我回来，咱家也不会分家。三姐，你不要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。你看二哥那样子，估计是想分家想了很久了。他不知道把家里的钱都拿走了，咱家日子就没法过了。他还是想多拿钱，根本没有想咱们家会怎么样。是一家人就要先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。他们2个天天想着自己亏了，好像不管做什么都是为别人做的一样。那就分家让他们自己过。甘草说着有些生气了。甘云不说话了。哎，三姐，你认不认识常年卧病在床的人？咱们村春来他爹躺床上10几年了。我说的是年轻人。甘草想自己陈述的不够清楚。年轻人？甘云奇怪，你想做什么？甘草想救命之恩让对方以身相许，就他现在的情况，一定要找个信得过的人才行。我就是问问。要说年轻人，泽庄有个叫段小光的，自小体弱多病，天天走路腰都站不直，家里花了大价钱给他找了个媳妇，他还打媳妇呢。没有成亲的。你这到底是要找什么？我不找了，睡觉。一大早，大嫂就起床准备一家人的吃食。甘草起床的时候，水已经烧开了。给你倒了热水，你快去洗脸。我们上午要去收苞米，你在家里把午饭做了给送去。一家人正在吃早饭，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嚎啕大哭。怎么回事？听说春来家儿子死了，全身青紫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好好的怎么突然没了？杜氏想，春来也是可怜，有那样一个爹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儿子，就这样没了。甘草起身就往外走。你去哪儿？我就去看看。哪都不许去。你忘了李来喜受伤的时候，那些人是怎么说的？我得去看看他是怎么死的，万一村子里还有人因为这个原因死了怎么办？那也和你没关系。奶奶。甘草看向柳氏。我和草儿去看看。杜氏还想阻拦，但是知道阻拦也没用。谢谢奶奶。
李春来家也住在秋水寨边上，这会儿他家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。怎么死的？不知道啊，昨天还和狗剩他们在捉泥鳅呢。这浑身青紫的，不会是被吸干了精气了吧？哟，咱们村是不是来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？众人探头议论纷纷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！他怎么来了？谁知道呢？不过柳氏在秋水寨是个能人，他要到前面，没人拦着他。春来媳妇，节哀。赵氏听到柳氏这样说，哭的声音更大了。我可怜的儿啊！甘草的目光却落在尸体上。我真是中毒了。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快出去！快出去！我就想看看吉娃是怎么死的。怎么死的？还不是你招的晦气给害死的！那天要不是甘草保他儿媳母子平安，又保住了他儿子的命，李章肯定要把甘家给赶出秋水寨。李正，吉娃死的蹊跷，我们要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，村里别人再出事了怎么办？小孩子夭折，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？李章不想搭理甘草，一个黄毛丫头，动辄就敢和他叫板。你说是我孙女招来的晦气，又说小孩夭折很正常，这话里里外外都让你说了。我孙女也是为了咱们秋水寨好，不然在家里不出来，省得听你这埋汰话。李章脸上有些挂不住，但是他和柳氏比是后辈，也不好说什么。那看出点什么了？春来嫂子，我看一下。甘草掀开草垫开始检查，翻过吉娃身体的时候，赫然看到他后颈上有2个并排的伤口。不会是被蛇咬的吧？是蜘蛛。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蜘蛛啊？我们秋水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蜘蛛啊？人群里难以置信。对啊，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蜘蛛啊！我听说黑龙山深处倒是有这么大的蜘蛛。众人议论，也相信了甘草说的。李章觉得丢了面子，抬手就要去摸那蜘蛛。别摸，有毒。都死了，能有什么毒啊？那村里不会还有这样的蜘蛛吧？应该还有，不要靠近，就不会咬人。吉娃很有可能是睡觉翻身的时候压到了蜘蛛，就被咬了。众人点头。大家回去拿松枝熏一下屋子，床头放一些松蜡，蜘蛛就不会靠近。哎呀，都是苦命人。柳氏带着甘草离开，外面的人也纷纷离开。他们出门的时候，李四娃一个趔趄，差点撞到甘草身上。走路不长眼啊！不会走路就不要用腿了。李四娃一脸讨好的笑，他那是故意接近甘草的，娶不到家里能蹭一下也是好的。甘草这会儿头脑无比的清明，不是李四娃，那会是谁？那天在月亮低的还有一个人。刘氏拉着甘草离开。草儿，你愿意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好。你现在名声不好，别人看不起你，要是你能力强，自然有那些好的人家娶你。只是这路不好走，你要顶住很多压力。柳氏有些心疼，也就这样的地方，把女子压得死死的。若是权贵人家，女子也没有这诸多限制。前朝有位皇后还是寡妇在家，也没人敢说什么。奶奶知道富贵人家的生活，戏文里听的。甘草看他奶奶不想说，自己也就不问了。哎哎！沈铎看到甘草，老远就开始叫。甘草扭头看了一眼，奶奶，那个就是买了我蛇的公子。柳氏打量了一下，沈铎已经跑过来了。漂亮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沈铎几分玩笑地说：“老人家好。不知公子如何称呼？”我姓沈，叫沈铎。
还不知道漂亮姑娘叫什么名字？甘草。甘草直接说。姓什么？沈多想这丫头不实在。我姓甘，叫草。哦。沈多不好意思了。你们来我们村干嘛？之前买了你的蛇，我就想肯定是这一带有蛇，就来找找这里的李正，看看能不能再收一些。哦。甘草想这货也不傻。叫蜘蛛表，毒蜘蛛。毒蜘蛛？沈多的眼睛亮了。要啊！甘草狐疑地看着沈多，这家伙果真是找毒物的。那村子里突然出现这些有毒的东西，会不会和他有关？你是不是派人进黑龙山抓毒蛇了？甘草好聪慧啊！先前我派了几十个捕蛇人到黑龙山抓蛇，结果遇到了瘴气，捕蛇人死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跑了。我还以为这次要无功而返了。那你说毒蜘蛛多少钱一只？别人1两一只，你嘛2两一只，怎么样？沈多表示，谁让你长得漂亮呢？好，奶奶，我们去找李正。哎，你不会想挣差价吧？沈多叫了起来。这丫头看着不怎么说话，怎么感觉是一个鬼机灵啊？为什么不赚？沈多听到他这样说，反倒笑得更开心了。公子，你这就是标准的冤大头。卢超有些同情地看着自家公子。你懂什么？有什么比美人一笑值钱？甘草一到李正家，就看到李正的手肿得像一颗馒头，还泛着青紫色。李章看到甘草也很尴尬。你来做什么呀？李伯可想好了，你这毒还在蔓延，就算人没事，手可能保不住了。甘草想，愚昧还嘴硬，活该受罪。你有办法？我试一下，拿一根棉绳还有绣花针来。苗氏慌忙去拿，很快就拿了出来。手臂露出来。甘草连续按了手臂上的几个大穴，然后用棉绳把他手臂勒住。拿个碗。苗氏慌忙拿了一只碗出来。甘草刺破李章的手背，流出来的都是黑色的血。这一幕刚好被进来的沈铎看到了，眼睛都看直了。这丫头竟然这么厉害！拿纸笔来，麻烦写一下药方。甘草看向沈铎，沈铎连忙坐下帮着甘草写药方。他也学过一点医术，这用的都是普通的药材，不过配方是真精妙。让人去镇上抓3副回来。苗氏不敢耽误，慌忙请人去镇上抓药。等放了血，李章的手看起来好多了。这位公子有什么事儿啊？听说你们村有毒蜘蛛，我愿意1两银子一只购买。我出1两1钱。甘草当着沈铎的面截胡。沈铎看向甘草，甘草那叫一个得意。哎，好，我这就让村民给公子找。李章一脸激动，没想到这毒蜘蛛这么值钱。那就有劳李正通知村民。李伯，我出1两1钱。你们甘家有钱吗？沈铎毫不掩饰地笑了起来。甘草扭头看向沈铎，气呼呼地离开。他一进家门，就看到他奶奶坐在屋檐下面，好像是在等他。奶奶，李正没答应帮你收毒蜘蛛吗？他之前抓毒蜘蛛手中毒了，我还帮他解毒了呢。受人以恩，不能图报。我没想到他会报答，就是沈铎出1两，我出1两1钱，他还是选择跟沈铎合作。女子就是会被这样对待，你可怕了。怕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可是这样赚钱的机会不多。那就去争。奶奶要去干嘛？你直接去村里人手里收。你说李章手中毒了，抓那毒蜘蛛应该十分危险。你知道怎么抓吗？知道。你直接去村民手里收，告诉他们怎么抓。
柳氏说着，拎着铜盆就出去。甘草跟着就出去。大家伙儿，我甘家收毒蜘蛛，1两1钱1只，愿意抓了卖给我们甘家的，我孙女会告诉他怎么抓。1两1钱1只，那毒蜘蛛竟然那么值钱！众人的眼睛亮了起来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这个时候，李章也过来了。哎，你们聚在这里做什么呢？甘家收蜘蛛，1两1钱1只。他们甘家有钱吗？都是一个村的，我人又跑不了，我出得了这么高价，自然是做得了这件事儿的。对啊。一边的人点头。我这里啊，有个贵公子收毒蜘蛛，虽然是1两银子1只吧，但是拿了蜘蛛就直接给现银。你那手在春来家里摸了毒蜘蛛，这会怎么样了？柳氏知道这些人都惧怕李正，毕竟村里大部分事情都要李正出面。已无大碍了。李正缩了一下，把手藏在袖子里。看来我孙女的医术就是厉害，不然你这只手可要废了。柳氏想，李章既然不知好歹，自己就得让他记起拼命柳三娘的名号。李章无法反驳。大家一定要注意了，那毒蜘蛛非常毒，不光咬了会有事，就是碰到它的绒毛也会中毒。甘草开始科普。众人想，李正就春来家摸的那只蜘蛛是死的，竟然就中毒了，那也太毒了。那蜘蛛咬人怎么办啊？这人一说，众人也纷纷担心起来。一旦被咬，性命之忧。嗨，她一个女娃，她知道啥呀？就一只蜘蛛，只要我们不碰不就行了吗？众人想想，也是。走，都和我抓蜘蛛去。李伯，你不能乱动，要在家里等着尽快吃药，不然手臂会出问题。我现在好得很呐。李章转身就走，剩下的人相互看了看，也跟着李正走了。甘草吐了一口气，看向他奶奶。没事儿，你要知道，事与愿违才是常态。甘草差点就想问他奶奶的出身，最后还是忍住了。沈铎在一边看得兴致勃勃，这个丫头不简单，这要是在京城，肯定是一个天天惹事的主。公子很看重这个甘草姑娘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这村子里好像只有她了解毒蜘蛛，她是怎么了解的？公子，差事为重。卢超想，自家公子不会是看上人家美色了吧？我是那种轻重不分的人吗？是。卢超很认真地回答。甘草和他奶奶只好先回家，却被沈铎拦住了。你又想干嘛？那蛇更贵，你就不想再抓一条？甘草想，横财这种东西，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你知道怎么取蛇毒吗？杀蛇取毒，轻而易举。你还真错了，蛇是可以活体取毒的，而且可以反复取。真的？自然是真的，只要蛇毒低温保存，取出来之后保存不好就是浪费，所以没有保存条件，最好取出来就用。多少钱啊？什么多少钱？甘草不解地看着沈铎。你教我活体取蛇毒多少钱？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，也就是说，教你怎么捕鱼，比直接给你鱼更贵。说个数。200两。成交。我这就让人把那条黑眉锦腹蛇取来，你教我怎么取毒。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这次取出来的毒我要留着，让你的人给我带一个小瓷瓶，还有一些香。没问题。沈铎听甘草说，这蛇毒取出来不低温保存也放不了多长时间。商议好这个，甘草带着沈铎去他们家。草儿，你可回来了。你看，你看。曹氏指着院子一边被蜘蛛丝裹着的3只鸡。那么大的蜘蛛，鸡圈里还有。大嫂，拿一根长棍，先打草再过去。知道了。哦，
你这是要打草惊蛇。沈铎卖弄自己的才学。要不是你，这周围也不会有这种毒物。今天我们村有个孩子就被毒蜘蛛给咬死了，算起来也是因为你们。沈铎瞬间有些理亏，他也没想到黑龙山里那些东西会跑到外面来。你得给我们买一些药草，我做成驱虫粉，不然马上秋收了，我们到地里干活遇到毒物怎么办？好，沈铎一口答应。吃过午饭，甘草开始教沈铎如何活取蛇毒。原理我也跟你说了，但是这蛇毒要低温保存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甘草笑眯眯地看着沈铎。如果没什么问题，那就把银子结一下，一共220两。方法我是知道了，但是敢这样做的人不好找。哎，不如你和我回去怎么样？甘草愣了一下，这样岂不是说他就可以离开这里了？我1个月给你10两银子。不行，坐在屋檐下的柳氏直接拒绝了这个提议。我们还不知道你家在哪里，要把我孙女带走多长时间？再说，你这一走，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对我孙女？老人家放心，我就是让甘草姑娘去做工的。去什么地方？沈铎想，他大哥让他此番行事低调，他不好和别人说自己的家事。连什么地方的人都不敢说，肯定是骗我孙女的。沈铎想，自己看着像骗子吗？先结钱。甘草想，自己也要好好想想。沈铎让人把钱拿过来，现银220两。既然该交给沈公子的已经交给沈公子了，沈公子就请回吧。那个，哎，甘草姑娘不是要药草吗？你写一下，我买好了给你送过来。哦，甘草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。做完了这些，沈铎就带人去李正家里了。我们有钱啦！你想跟着他走？柳氏看着甘草，也没有，就是想出去看看，想看看外面是什么样的。草儿，我们家现在有钱了，你若是想出去，回头我和你爹去看四哥的时候带上你，咱们不用去别人家。甘草想的是离开甘家，毕竟自己的身孕瞒不了时间太长。那沈铎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公子，带一个女子回去，你让他们家人怎么看你？这种事情不是你们说清清白白，别人就相信了。你是个有本事的，若是你能靠着自己的本事走到他们面前，谁都不敢低看你一眼。我知道。甘草点头。那种大户人家见不得光的地方多了，家里死了人就死了人，高官都没人搭理。柳氏看甘草对这方面好像没什么认知。奶奶，我怎么觉得你知道富贵人家的生活？而且你写的字那么好看，肯定是从小就学的。能让女子从小就读书，肯定不是一般人家吧？柳氏意外地看着甘草，没想到他早就看出来了。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他说着，眼底有些没落。那这些钱，奶奶有什么打算？给你20两，加上之前的就是30两。等过了秋收，把家里的房子修一下，剩下的就给你四哥读书。你可愿意？自然愿意。你就不觉得这些钱都是你赚的，只给你这么点儿少了？奶奶已经单独给我1份了。再说，剩下的是用到家里的，我也是家里的人，那也就是用到我身上了。其实这是委屈你了，只有咱们家过得好了，就没人敢低看你，谁都会跟着水涨船高。对。草在家吗？嫂子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听说这毒蜘蛛能卖钱，这死的你收不收啊？死的会便宜些。甘草不好意思地说。多少钱？我给你500钱。
甘草试探着说：“好。”嫂子，等一下。甘草去准备钱。对了，嫂子，李博的腿怎么样？还是和以前一样。你春来哥想着能换点钱的话，就找大夫给看看。说到这件事，赵氏又苦愁起来。要不我给看看吧，说不定没那么严重。你呀？赵氏意外。我会一点医术。行，那你什么时候去看？就现在吧。甘草这会儿也没事，赵氏领着甘草去他家。李旺很瘦，皮包骨头那种，这样的人在村子里就是活一天算一天。甘草给他把脉，严重的营养不良导致身体虚弱。我爹怎么样了？从明天开始，每天早上给李博吃2个鸡蛋。啊！李春来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我不吃，吃那多费钱呢。那是药，连续吃1个月我再来看。我长了这么大，我还没听说过鸡蛋是药呢。春来哥算一下，吃鸡蛋便宜还是吃药便宜？再说鸡蛋最差能差到哪？而且是先吃1个月，1个月后要是没好转，我就给换药。李春来觉得不靠谱，但是甘草说的这么认真，再说鸡蛋的确比药便宜太多，就点头答应了。他从李春来家出去，看到不少人围在水井那里，估计是在卖蜘蛛。他也没过去看，直接回家了。奶奶，我们买一只牛吧。行。甘荣差点被水呛到，震惊地看向奶奶。他以为家里因为分家1个大子儿都不剩了，奶奶竟然这么轻松地答应买牛。今天草儿卖毒蜘蛛赚了20两。什么时候我家草儿这么能干了呀？那我们能买牛了吧？哎，我去打听打听，要是有半大的牛犊，买这便宜的还好养呢。行，回头你和你爹商量商量。柳氏应了。我们家能买牛，都要感谢草儿啊。是给我们家买的。可不是嘛，自从草儿想办法把云儿接回来，咱家的日子还没这么好过。哎，三妹你放心，回头哥给你找一个好的。大哥。甘云有些尴尬。三妹愿意嫁，咱们给她找个好的。三妹要是不愿意嫁，咱们养她一辈子。一家人正说得开心，外面有人敲门。哎，谁啊？草儿在不在啊？苗氏惊慌地叫着。怎么了？甘草也走了出来。哎呦，草儿，快去看看你大伯吧，他胳膊不会动了。苗氏拉着甘草就走。甘草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苗氏拉着走了。你快跟着去看看。柳氏叮嘱甘荣。哦，哎，你快看看，快看看。我今天让大伯抓的药没吃。甘草闻着李家没有药味，忙都顾不上。再说你大伯说他没事儿。要是真没事，我就不让你们去抓药了。甘草说着给李章把脉，然后拉着他的胳膊活动。是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都没有啊。感觉不到胳膊的存在。甘草想，完了，就是没劲儿啊。大伯，是你找我来给你看的，你得好好说你现在是什么情况。你不是大夫吗？你一看不就知道了？我是大夫，大夫也要讲究望闻问切。你这胳膊现在是酸是木还是麻，你总要说清楚，不然我怎么知道？是啊，你快说。苗氏在一边着急。酸。李章没好气地说。甘草想了想，按着他一个穴位。哎，你是想废了我的胳膊呀你啊！李伯，我小妹给你看病呢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要是不想让我小妹给你看，那我们就走。不是，哎呀，你大伯病得难受，语气不好。李伯，我要给你诊治会比较疼，之前的药也不能吃了，得赶紧换新药。刚抓的药为什么不能吃啊？李章心疼钱。
因为蜘蛛的毒在你体内情况不一样了，你这条胳膊现在就算能保住，以后也做不了重活。什么？苗氏脸色惨白。你个庸医，我不让你看，让孙大夫来。走走走，我们走。给人看病还看出仇来了。苗氏想，甘草可能真的不行，不然也不会说的这么严重，就没有再阻拦。回家和奶奶说了这件事，奶奶倒是平静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李章是李正，不能在别人面前丢了面子。以后他家的事儿，你还是少掺和。好。甘草点头。你要这个做什么？药和毒是一个东西，只是看怎么用。甘云不懂这个，他觉得药就是药，毒就是毒，怎么可能是一个东西？天不亮的时候，苗氏又来敲甘家门了。甘家一家人都被敲了起来。草啊，你快去看看你大伯吧，他快不行了。甘草到李家的时候，李章从喉咙里发出很吃力的声音，把家里的油灯都点上，让屋子里亮一点。李小翠原本是不愿意过来的，但是被他娘吆喝，她只好过来帮忙。甘草检查了一下，不对呀，怎么了？苗氏不解，李伯吃了什么药？快把药渣拿过来。苗氏现在慌了神，慌忙地把药渣拿了过来。甘草一看药渣，脸色大变。这药有什么问题？苗氏看甘草一脸凝重。先救人。甘草说着转身去压血。等到李章的情况稳定了，甘草立马去准备药草。苗氏紧张地站在甘草一边，也不知道能做什么。甘荣也一直在外面等着，他不放心小妹一个人来李家。等药煎好，苗氏端着碗给喂了，李章又昏睡了过去。草儿，接下来怎么办啊？我给你写几种药材，你让人抓回来，我给配一下，能省点钱。婶子，谢谢你啊，以前都是你大伯不好。等甘草忙完这些，已经过了早饭时间，他和他大哥一起回家。李家可是咱们村的地主，用你给他们省钱吗？倒也不是省钱，就是他们家那些药草用不上，就浪费了。桃儿，你还收蜘蛛吗？朱大长远远地看到甘草，就叫了起来：“不收了，遇见那东西小心点。”嘿嘿嘿，你搭理他干嘛呀？甘荣有些不开心。好，我以后不搭理他。家里给他们2个人留了饭。你爹去地里了，你吃了饭赶紧去，眼看要下雨了。哎，好。下午果真下雨了，把那嫩的挑出来，晚上煮了吃。都不太嫩了，煮了也不甜。过了时候了，这同时种的一片庄稼都长不齐，更不要说不同时候生的孩子。这老二还没回来呢，是怎么想的呀？要不我们去旧义庄打听一下吧？打听别人家的事干嘛？杜氏没好气地说：“老四该浇树修了吧？等到秋忙完了，我带着草儿跟你一起去。去长环来去好几天，路上要花不少钱。没事儿。”柳氏没有和他儿子商量的意思。曹氏看了甘荣一眼，甘荣长这么大都没去过长环，老太太竟然要带着草儿去。这雨下了2天还没晴的意思，让甘草觉得跟着沈铎走应该是一个好选择。第3天的时候，沈铎来了。快，让我进去，这雨下个没完了。寒舍笔漏，沈公子还是不要进了。我又不是没进过你家。那个时候没有下雨，沈公子不知道我家外面大夏，里面小夏，还要把牲畜赶到屋檐下，怕牲畜淋雨病死。甘草没有让开。沈铎想想，那的确没地方下脚。你要的药材我给你送来了，你还要什么？多谢沈公子，不用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些可是我去长环买的，五华镇连药材都不全。下着雨，沈公子早些回去。
甘草接了药材，转身就关了门。沈铎叫了起来：“公子是真的喜欢上人家姑娘了？我亲自给他送药材，他都不让我进门。可是下着雨，公子为什么要亲自给甘草姑娘送药？我做了这么好的事，当然要让人知道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回去。”沈公子来了。送药材来了。回头还得缝点袋子，把这些药草装里面，可以防虫蚁。反正下雨，我和你娘他们一天都缝不少。沈公子亲自来的。怎么不让他进来？他锦衣华服，被下人背着，即便是进了我们家，应该也没有落脚的地方。是觉得咱们家穷？奶奶，我觉得这不是穷富的问题。说沈公子今天是自己走到我们家门口，我自会盛情招待，但是他想来又不想脏了自己的脚，那就不要进我们家了。对，咱们就是光脚走路，也要靠自己走路。好。这雨一下就是4天，之前成熟度高的庄稼可能会出现发霉或者发芽。天一晴，各家各户就开始忙了。草儿，我带这个是不是可以去采山楂了？曹氏还惦记着做山楂糕。行，我和大嫂一起去。山上不积水，晴了一天，路就可以走了。哎，蒂尔！甘草看地上一团一团深绿色的蒂尔。一下雨这东西就多，踩到还会滑倒，你离它远点。这个很好吃的，会吃？曹氏狐疑地看着甘草。我捡一些，咱们回去炒了吃。不要走远了。曹氏叮嘱了一下。好。回家，自己先去把蒂尔清洗一下。没过多长时间，听到丽儿在院子里哭了起来。草儿，草儿！曹氏在院子里紧张地叫了起来。怎么了？甘草这才从厨房里出来。你快看看丽儿这是怎么了？曹氏抱着干练到甘草身边。甘草看干练的嘴肿了起来，手上也是红疹子，刺挠得不停地挠，一看就是过敏。他碰什么了？丽儿，快告诉娘，你碰什么了？他把小姑姑放那里的东西吃了。甘灿指着被啃得活活口口的黄金。甘草一看头大了，快给他洗洗，多漱口。这不会有事吧？过敏了。甘草也没想到甘炼会把黄金给啃了。这几天开始收庄稼，连甘云都要去地里干活，甘草就在家里做饭。一大早，李春来拎了2条鱼来。甘叔，怎么拎了鱼来啊？给草儿送的，我爹竟然真的是好了一些了。甘草听到他的声音出来。好一些就好，鸡蛋不能停。好，我昨天下的笼子，给你们送2条过来。你家粮食收的怎么样了？我家就那2亩薄田，没什么好忙的。甘叔要是忙不过来，你就叫我哈。行，要是忙不过来了，就叫你。李春来捂着肚子就走。不行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甘草回到厨房给自己把脉，这个问题现在是拖不得了。等家里人都去地里干活了，甘草蹑手蹑脚地去找他奶奶。奶奶看什么呢？黄历，年纪大了，眼神不好。收庄稼还要看黄历？我是想着去找找镇上的媒婆。找媒婆干嘛？你说找媒婆干嘛？还不是为了你和你3姐打算。奶奶不是说等我变强一点，到时候好找人家吗？等你变强一点是好找人家，那也得有人家呀。过了合适的年纪就不好找了。奶奶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四哥不是在城里吗？我医术这么好，去城里肯定能赚很多钱，而且和四哥有个照应。在外面做事，不是你做得好就行了，尤其是个女子在外面。柳氏看着甘草，
奶奶也为你想了，最好啊是找个家里是行医的，这样你也算是有个靠山。这镇上行医就是那个孙大夫，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骗子。他自然是个骗子，你放心，他家没有适龄的男子。我就不能不嫁吗？不嫁？你有钱吗？奶奶说给我30两。甘草表示自己有钱。你若是不嫁，只2个选择，一个是一直在家里当甘家的老闺女，到时候别人对你指指点点，连带着对甘家指指点点。第4个是个读书人，要是能进一步，这就是他的污点。2啊是自属力女户，自属力女户每年要另外交税银，而且要有房产落户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你4个是读书的。那我想自己选个。甘草觉得自己没得选了。那个苏木安不合适。我还没说呢。除了苏木安，你还正眼看过谁？那我从现在开始正眼看看。那个苏木安眼高于顶，咱们这样的人家他铁定是看不上的。我不喜欢他。甘草是真不喜欢苏木安的德行。那还有谁？要是我看上了，奶奶得答应才行。行。柳氏没把甘草这话当真。甘草也不好再说了，坐在院子里气闷地吃山楂。你不酸呀？还有什么比我家人更心酸呢？晚上蛙鸣声连绵不绝，甘草坐在院子里缠苞谷，不知不觉的就走神了。也许他奶奶说的对，他可以找一个和医生有关的人家嫁了。但是和医生有关的人家肯定容不下他吧。这个时候外面响起了敲门声，甘灿小跑着去开门，结果外面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谁啊？甘荣叫了一声。没人。甘灿还左右看了看。怎么会没人呢？甘荣不相信，他们明明听到了敲门声。草儿，去看看。甘草站起来走了过去。真的没人。甘灿很倔强地看着他小姑姑。的确，甘草也没看到人，但是他低头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一个东西。他弯腰捡了起来，随即狂喜起来。银针？怎么会有银针？是有人特意给我送银针的。可是放在这里却没有人。知道我想要银针的只有奶奶。不对，我还在一个人面前停过。凌寒。娘，我带灿儿去抓萤火虫了。就知道你这丫头不想干活。杜氏说着却不生气。甘草带着灿儿走远了一点，就站住了。灿儿，小姑姑对你好不好？好。那你在这里等着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一会儿小姑姑回来，咱们再回家。小姑姑要去哪儿？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，不要让家人知道。哦，小姑姑放心吧。甘灿点头，叮嘱了甘灿。甘草快速地去山楂树那里。凌寒。甘草看树下站着一个人，楚凌寒转身。他没想到甘草会找来，只是习惯性的来这里。你这几天去哪了？甘草确定是凌寒，就慢慢的走了过来。楚凌寒站在那里没动。哦。甘草忘了凌寒不会说话，走到他面前，把手伸出来。楚凌寒看甘草伸手，有点想笑，还是在他手上写道：有事。给我买银针。甘草想自己只是随意提了一句，凌寒竟然帮他买回来了。不全是。那你还会在秋水寨吗？你能解我的毒？虽然有点麻烦，但是应该能解。甘草不是完全确定。你可以帮我解毒吗？你不要动。甘草说了一下，然后摩挲着摸凌寒的手。
你的疮开始变硬了，疼不疼？楚凌寒以为甘草要做什么，原来是关心他身上的疮。不疼。怎么可能不疼？甘草想，凌寒就是嘴硬。我给你解毒可以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你说。娶我。楚凌寒直接愣住了。我不是让你争取，就是走个形式，这样我可以在你身边帮你解毒。你也不是我们这里的人，等你毒解了之后就离开，我也不会纠缠你。好。甘草意外。你就不问为什么？你可不要反悔。你放心，我帮你解毒，其他的都是我的事。楚凌寒突然觉得他有趣。那你找人去我家提亲，就说是林公子，我肯定答应你。我们尽快把这件事给办了。对了，我给你熬了貂油，再配几种药草，可以让你的肌肤不疼，好了之后不会留疤。我有的嫁妆，有钱买药草。楚凌寒听甘草解释自己的情况，想这丫头太实在了，也不怕被人卖了。你就不怕我利用你？有用很好。甘草感知到他写出来的字，笑了起来。那你有钱吗？你要是没钱了，明天在这里等我，我给你钱。有。花了多少你记着，回头我给你。甘草现在只想解决他有一个孩子这件事。要钱。甘草笑了起来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我在家等你。他说完就跑，只要他跑得够快，凌寒的拒绝就追不上他。楚凌寒久久看着甘草的背影，他竟然有点相信命运了。甘灿竟然在那里抓了几只萤火虫。走，回家。草儿，再打个鸡蛋茶。好。甘草去烧水了。睡觉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你怎么突然这么开心啊？有吗？甘草反问。当然有。甘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。可能是家里要买牛了。甘草随便扯了一个理由。甘云这样回答，突然肚子有些不舒服，披了衣服就出门了。了许久，甘云才回来，整个人都虚脱了。啊，家里什么时候能有2个茅厕？等农忙完，让大哥再搭一个。你没事吧？三姐怎么了？我拉肚子，大嫂也拉了，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？甘云说着，肚子又咕咕咕地叫了起来。哎呦，不行，三姐忍一下。甘草说着，拉过他三姐的手腕。奇怪，我去看看你们拉出来的东西。那有什么好看的？三姐先躺下。甘草如今有银针了，看诊也方便很多。甘草摸索了一下他的自身寸，给他扎了几针。哎，好多了，还是会拉肚子，不过不会太难受了。甘草并不能解决目前拉肚子的问题。好，甘云说着起床出门。哎，草儿，草儿！甘荣在外面叫了起来。你快起来，跟你大嫂看看，她拉肚子拉得难受啊。哦。甘草带着银针就出门了。他大嫂的情况和他三姐是一样的。甘草给行针之后，就去给他们煮药。你大嫂和三姐是怎么了？杜氏也被吵了起来。他们2个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？咱一家人都在一起吃饭，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杜氏说着，肚子也咕咕的叫。娘，你没事吧？也没什么事儿。外面曹氏和甘云又开始吐了。我给你看看。他娘竟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。草，这是什么病？应该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这个时候，他大嫂从外面进来。大嫂，你现在病着，不要喝生水。没事，从现在开始，家里人都不要喝生水。我煮了水放在罐子里，只能喝罐子里的水。草是大夫，听草的。折腾了大半夜，曹氏和甘云完全虚脱。甘草煮了药给他们喝了，才好一点，能入睡了。一大早就有好几个来他们家敲门的。
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甘草不解，这会不会是瘟病啊？大家不要慌张，应该不是。回头大家喝水的时候一定要煮开了才能喝。我给大家煮一些汤药，有症状的人都来喝一碗。众人看向甘草，都有些不相信。哎，好，那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？我家的药草也不多，我写一些药草，你们需要药草的人凑钱买回来就行。你那药有用吗？朱广武开始质疑。草儿的药没用，你找他来干嘛呀？就拉个肚子，其实也不用吃药。啊，地里还有好多活呢。有人附和。哎，走了走了，去忙了。很快只剩下李春来留在这里。草儿，他们就是看你之前送他们的药包，这会儿又不想出钱。没事，我家还有点药。春来哥进来喝一碗，回家之后千万不要喝生水。对了，家里要是有大蒜的话，煮一些大蒜吃，把水也喝了。哎，好。李春来跟着甘草去甘家喝了一碗药。李春来一走，杜氏就开始在家里闹脾气。这些人白吃一次就上瘾了，自己有病1文钱都不想出，也不想想去镇上看病要花多少钱。杜氏生气，你去和他们吵啊！杜氏被老太太一句话噎得不说话了。奶奶，这没什么好吵的，他们也就是想占点小便宜，占不到能怎么样？就是闹心。回头再去镇上了，我们买2把水壶回来吧。行。柳氏点头。爹和大哥要去地里干活，我上午去村里转转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我觉得可能是水出了问题。病的人太多是大事儿，你有能力就去做吧。草为他们想，不要回头又说我们家的不是。杜氏又开始念叨。娘放心，我会处理好。甘草很确定地说。前2次他是不知道怎么和这些人相处，都吃过亏了，肯定要长进，不能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你一个丫头，长到什么时候娘都不放心。杜氏小声嘟囔。收拾好家里的东西，甘草就出门了。拉个肚子就什么都不做了，我怎么娶了你这样一个懒婆娘？李宝拖着宋氏在打。周围路过不少人，看了一眼就去忙自己的事了。他已经病了。甘草过去阻止。我家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个没出嫁的丫头去勾搭自己的姐夫，不害臊！甘草想，这人实在是太没品，张口就人身攻击。你家的事是和我没关系，那我的事和你有关系吗？你敢这样说我，这件事就和我有关系。抬个不下蛋的母鸡，吃我李家的，喝我李家的，还想做什么？那你就没想过是公鸡不行？再说了，谁家想让鸡下蛋不给鸡吃的？看他面黄肌瘦这样子，别说生孩子了，没给你家折腾死都是命大。你这样说我也不害臊。李宝指着甘草。我怎么不敢说你了？我告诉你，要是嫂子有个3长2短，咱们没完。宋氏听到甘草这样说，嚎啕大哭起来。他娘家都没这样护着他。你狼嚎什么呀？赶紧和我回去，别在这里丢人。他生病了，他可是你媳妇儿，和你过一辈子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他？你好自为之。甘草转身就走。不好了，有人跳井了！谁跳井了？哟，这以后这井水可咋喝呀？可不是嘛，死了都要膈应人。众人议论纷纷，还是有人把跳井的人捞上来。宋氏。甘草看到捞上来的人的时候，表情一变，这宋氏竟然转身就跳井了，真是晦气啊！一边的人抱怨。死了没？有人探着脖子。甘草过去检查，落水时间短，还有气息。他把宋氏测了一下，把呛进去的水给吐了出来。真是个害人精。一边的人嫌恶地看着甘草。嫂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宋氏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。我回家了。甘草觉得宋氏有事，
不然不会这么平静。你个死婆娘，寻死觅活给谁看？有种你真的去死，还不快过来扶老子一把！甘草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闻到一股牛粪味，扭头看了过去，看到距离水井不远有个牛棚。前几天下雨，低洼的地方都是厚厚的牛粪。他看着牛粪流的轨迹，虽然没到水井那里，但是都会在低洼的地方，这样渗下去肯定会污染井水。想到这里，他去村子另外一边看了看。他还没到家，就看到他奶奶出来找他。奶奶，甘草快步走了过去。你管李宝家闲事儿了？你嫂子生病了，还在大街上被打，谁看得过去啊？你呀，柳氏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带着甘草往回走。那宋氏说是嫁给李宝的，不如说是卖给李宝的。为什么？甘草还真不知道这件事。宋家要的彩礼高，别人家的闺女彩礼要看男方能拿出什么。只要找媒婆说了，两家人愿意了，领的鸡鸭是彩礼，送的猪羊是彩礼，讲究的会置办一些布匹首饰。那宋家倒好，开口就要3两银子。那李宝家不答应不就行了？要么怎么说就苦了宋氏呢？哎呀，李宝他娘也是个精明的，看中了宋氏能干，他们家就李宝一个男丁，还是个懒的，不找一个勤快能干的婆娘，怕他儿子吃苦。那买一头牛还是来2银子呢？甘草没好气地说。宋氏刚到李宝家的时候啊，比牛都能干，就是一直没孩子。李宝他娘就给宋氏喝各种药，可能喝药把身子给喝垮了。甘草想，今天应该给宋氏好好检查一下身体。后来李宝娘没有了，李宝自己什么都不做，却天天打骂宋氏。宋氏又没有娘家人帮衬，可不是成这样了。那他就不想想办法？女人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能有什么办法？要嫁个鸡狗不如的呢？你这丫头，学那些东西学的脑子都不同了。奶奶不是说那些大户人家的女子地位一点都不比男子低？你也说了，那是大户人家，里面的女子自小读书就学管家，重要的是有娘家支持。有事说着又有些感慨。对了，奶奶，我们村也没有人家缫丝织布，为何我们这里有这么一大片的桑园？说到这个桑园，柳氏站着看了过去。说到这个，他沉默了一会儿。算了。怎么能算了呢？甘草觉得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桑园。当年你爷爷过世得了一笔钱，我除了修了房子，就种下这片桑园，想着女子养蚕缫丝，若是能做起来，女子的腰杆也会硬一点。后来呢？甘草没想到他奶奶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自主创业的独立女性。像我们这样的农户，也只能把蚕茧卖给织坊，不然自己投一个织坊要很多钱的。一开始啊，我想着卖蚕茧攒钱，到时候可以开一个织坊。结果镇上的织坊搬走了，没人买我的蚕茧。唉，柳氏叹气。那我们明年还养蚕吧。这一带没有织坊，去城里来回不值当。柳氏想，甘草异想天开了。两个人一起回家，也没再提宋氏的事情。一直到家里，甘草才想起来今天他出门的主要目的，给他奶奶说应该是井水出了问题。说起来，之前那牛的确不在那里拴着，也就前段时间李章请了个神婆，给他帮看他儿媳妇怀的是男是女。
那神婆说家里的牛和他要出生的孙子相冲，李长才给拴到那里。他家不是有个新院子，怎么不拴到他家新院子那里？人还没住进去，牛怎么能住进去？正说着李家的事，外面苗氏来敲门了。草儿在不在啊？苗氏现在对甘草很客气。婶儿有啥事儿？有点小事儿，你和我过去一趟。家里忙着呢，小事儿草就不过去了。也有点严重。草儿一个丫头，能处理什么严重的事儿？苗氏一听柳氏这样说，开始抹泪。哎呦，婶儿啊，这事还真得草儿过去。我们家为了给老头子和来喜看病，在孙大夫那里花了100两银子，有些还是赊账。如今我家男人差点出事儿，那孙大夫还带人来要账，要是不给，就把我们的新宅子给收了。我们想让草儿给出面，说他的药没用，看看能不能省点银子。别说我说话难听，来喜出事儿的时候，草儿是不是说过不用花那么多钱？是。后来你男人出事儿，草儿给他写了方子，他不吃啊，还去找那个孙大夫，命都差点搭进去。是我们家糊涂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家草儿也没办法，那是你们已经欠下的银子，这是欠账还钱的事儿了。可是那药真的没用啊！苗氏哀求地看着甘草。这事儿我真管不了，你们欠他多少钱？30两，我们的宅子可是100两啊！这种事情啊，别人真的干涉不了，你们还是想想办法把宅院卖了，多少能留点钱在手里。既然你们认为那孙大夫是一个骗子，开的药没用，为何不先闹到他医馆？少出馊主意，那孙大夫是五华镇的地主，养了一群打手。柳氏看着甘草，甘草没想到还有这样关系。那就没办法了。李正是村里的能人，他都没办法，别人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苗氏失望地离开。柳氏立马把大门给关了。奶奶让我争，为何不让我管这件事？奶奶不阻止你救人，但是这种欠债还钱的事儿，你拿什么管？还有，别动买李家房子的心思啊！为什么？甘草不解。那孙大夫这么闹起来，是真的要那30两吗？他就是想要那宅院。那是肯定。30两有那么大一个宅院底，反手起码是50、60两，这就是捡钱。他好歹是个李正，在村里说一声，还怕一个孙大夫不成？他是大夫呀，别人指着他救命呢。我也是大夫，他们为什么那样对我？甘草觉得不公平。等你成了这一代的神医，就没人敢招惹你。对了，奶奶，看病那么花钱吗？生死攸关，你说花钱不花钱？你知道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女大夫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女人没资格看病。其实啊，在大城池里有女大夫，京城啊也有女医馆，他们也只给权贵女眷看病。这种乡野地方的女子命还没有一副药贵，你觉得有多少人会给女人看病花钱啊？甘草听他奶奶这样说，背上冰凉。不吓唬你了，你有这本事就一定要好好的活着。晚上家里人回来，说起李宝和李正家的事。现在咱们这半边村的人呢，宁愿多走几步路去排队挑水去，都不愿意在这口井里头挑水了。幸好宋氏没死成，不然冤魂在那里，谁还敢去啊？甘云点头。甘草默默地听着，一言不发。我明天带草儿去镇上一趟，明天云儿留在家里做饭。柳氏看甘草低头不语。甘云看了甘草一眼。
以前他们一家一年也就去镇上3、5次，更不要说女子能去。这才多长时间，草儿就又要去镇上了。草儿，奶奶明天带你去镇上做什么？奶奶没说。这几天忙，大嫂的山楂糕都不卖了，为什么要去镇上？我也不知道。甘草被他三姐这样一问，也觉得奇怪。三姐也想去？我才不想去。既然奶奶要去，肯定有什么事儿吧？甘草猜测。甘云想想也是，奶奶向来能把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的，所以家里即便是农忙，也是有条不紊。一大早，柳氏就带着甘草出门了，又包了于老头的车。你们上次把我留在镇上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还说我们中午出来找你没找到，只好走着回来。谁想你们卖东西能那么快？今天你好好等着了，不然去的钱我都不给你。行。你家是有什么东西？3天2头往镇上去。闲着没事儿，磨驴蹄呢。李家的事儿你听说了没？欠人银子让人找上门讨债的事儿。可不是嘛，那孙大夫是随便一个人能请得起的。听说家里好几房婆娘，不都是靠坑病人养的。李家不会真把那宅院抵给他们了？那倒没有，我就是听说降价了，现在50两就能买了。我要是有50两，我肯定不买。为什么？你去问问，只要是秋水寨的人，谁会买啊？买了那宅院，就是和李家结下仇了。不对呀，李家着急卖，有人买，不是解了李家的燃眉之急吗？你这丫头不懂了吧？别人的地方的人买，那是解了李家的燃眉之急，但是咱们秋水寨的人买就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李家是秋水寨的大户，李章又是秋水寨的李正，那宅院让他得意了那么长时间，谁买不是让他难堪吗？所以就是说，李正宁愿抵给孙大夫，也不想咱们村的人买。咱们村要是有人买得起，为什么不借银子给他？要对他们家趁火打劫？树甘草不太能理解，这就是乡村版的宁与友邦，不与家奴。他们快到五华镇的时候，遇到了一辆马车对面而行，于老头趁着岔口给让了一下。马车很气派呀。于老头羡慕地看了一眼，甘草也没在意，那马车和他又没关系。到了五华镇，柳氏带着甘草去兑了一些铜钱。奶奶认识镇上的人？甘草意外，以前卖蚕茧的时候经常来，认识几个。镇上虽然繁华，但是住的宅院却拘谨得很，不似村子里那么开阔。一会儿叫金奶奶。甘草算是明白了，他奶奶今天带他是来见故人的。柳氏敲门，一个比甘草大2岁的少年开门。孟明辉一眼就看到甘草。明辉，你奶奶可在家？刘奶奶好，里面请。甘草跟着他奶奶一起进去。金氏听到动静，已经从屋子里出来。哎呦，你这个老婆子总算舍得来看我了。你这话说的，好像你经常去看我一样。老了，腿脚不方便了，越是想找个人说说话的时候，越是出不了门。哟，这是你孙女儿吧？这是我的小孙女草儿。草儿，见过金奶奶。金奶奶好。哎呦，这丫头长得真水灵。金氏上下打量了一下甘草。快过来坐吧，给你带点零嘴。明辉，你去买点菜回来，今天我和你刘奶奶好好吃一顿。是。草儿，你不是天天惦记着逛街，也出去逛逛，跟着你明辉哥也不怕走丢。
好。金氏听到柳氏这样说，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柳氏。两个年轻人出门，两个老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你看我家草儿怎么样？是个好姑娘。不瞒你说，我这次来呀，就是为我家这两个丫头来的。两个丫头？金氏不解。你们家不是只剩下这一个丫头了？三丫头和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发生了什么就不能说和说和？草儿知道她三姐在陈家受了委屈，胡闹着想把她姐夫给骗走，结果出了一点意外。你是不知道，那天她婆婆当着我们的面打三丫头，还把三丫头给打流产了，命都差点搭进去。哎呦，这事怎么能忍？那陈家也太过分了。也是我们这些长辈疏忽了，不知道云丫头竟然那么苦。因为这个事儿，草丫头的名声也不好了。哦，你是想让我给两个丫头留意一下？草丫头如今也长大了，还会点医术，你看着给她找个人家，你找的我放心。你也知道我好多年不做媒了，如今镇上最好的媒婆是严三尺，她那里有不少好人家。我这突然给你找，怕也找不到合适的。你说你不是最好的，却是我最放心的，都是自家丫头，自然要找个放心的才是。说的也是，那我回头仔细找找。甘草和孟明辉已经到集市上，不到赶集的时候，五华镇也并不热闹。哎，干妹妹，想逛什么呀？甘草想也没什么好逛的，直接去买菜吧，不能让奶奶等时间长了。行，我们这边呢，去菜市刚好经过五华镇最热闹的一条街，干妹妹看看想逛什么？他正无趣地走着，突然看到前面草席上坐着一个人。宋氏。甘草不可思议地快速走过去。宋嫂子，还真是你！你这是……你李宝，不会是想把自己老婆给卖了吧？李宝，你还算个人吗？是他自己让我把他卖了的。干妹妹，这是人家的家事儿，我们还是……彩儿，你不用管了，的确是我让他把我卖了。宋氏看甘草那生气的样子，你不用再为了我坏了自己的名声。什么叫我为你坏了自己的名声？你让他卖你，他就把你卖了；你让他好好干活，努力赚钱养家糊口，他怎么不听？这关你什么事？你说这关我什么事？我们秋水寨的日子好歹能过得下去，若是被人知道秋水寨的男人卖媳妇儿，谁还敢把女儿嫁到秋水寨？你这是让秋水寨的男人娶不上媳妇儿。你少在这里吓人！不管谁说起来，都是他自己愿意的。那你都不想想，宋嫂子为什么甘愿被你卖了，都不愿意跟你过了？你再说一句。甘草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沈铎又是那风骚的姿态，一副开屏走天涯的样子。今天想买什么？那得看甘草姑娘今天卖什么。甘草眼珠子转了一下，走到宋氏一边。人？沈铎被呛得咳嗽起来。宋嫂子，多少钱？3两。宋氏立马说。沈公子，成交。甘草根本不给沈铎说话的机会。沈铎很想说，但是不知道说什么。谁说3两了？李宝这个时候反应过来。我说的，你当初用3两嫁妆把我娶回你家，那3两我报了父母恩，这些年我在你们李家做牛做马，就算利息，今天还你这3两，我们两不相欠。你是不想活了是吧？李宝说着又要打宋氏。宋氏没有回避，不过李宝的拳头被卢超拦住了。沈铎叹气，哎，谁让他这么善良呢？看不得人间疾苦。行，3两。卢超，你带他去找伢子过一下文书。是。我没说3两，
我的婆娘，我说不卖你们就不能买！李宝叫了起来。卢超抽出自己的剑，寒光一闪，照得李宝一个哆嗦。卖不卖？卖！卢超带着李宝和宋氏离开，沈铎却没有离开的意思。多谢沈公子了，沈公子真是人帅心善，救苦救难，一定会有好报的。那你什么打算？我什么打算？甘草想，为什么又扯到他身上了？我这2天就要回去了，你真不打算和我走啊？不，甘草拒绝得很干脆。我1个月给你20两。沈铎知道甘草喜欢钱，一边的孟明辉瞪大了眼睛。1个月20两，这是什么人家呀？你们这些富贵人家，不要说1个月20两工钱，就是1掷千金，皱眉也不皱一下。但是女子所行，必随我心。沈公子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那行吧，等你赚了大钱，也会1掷千金。承你吉言，就此别过。他说完就走。孟明辉也慌忙行礼，跟着甘草就走。沈铎本来没有留意到孟明辉，看到他跟在甘草后面，才反应过来。哎，那男的是谁啊？属下去查。一个侍卫行礼。不用了。沈铎想，他这次和甘草分别，可能是再也不会相见了。那沈公子得是什么来历啊？不知道。哎，那你们怎么认识的？之前我捡了几条蛇，他买了。就这？甘草想，他和沈铎的确是这样认识的。你竟然敢抓蛇呀？捡的。接下来2个人也没说什么话，买了菜就回去了。卢超带着宋氏找了伢子过了文书，带着宋氏回到他们住处。公子，怎么处理？卢超回来复命。沈铎也头大。你会做什么？做饭、挑水、劈柴、耕地、浆洗、缝补，我都会。会种花吗？会。那就带回去吧。柳氏在孟家吃了午饭，也不多待，就带着甘草离开。刘奶奶和干妹妹慢走啊，有空多来坐坐。行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们俩出去买菜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也没什么事。甘草担心他奶奶说他。老实说，就是遇到李宝在卖宋嫂子，我生气和他吵了2句，然后遇到了沈铎，就让沈铎把宋嫂子买了。这还是没事儿，你详细和我说说，不要有隐瞒。就是甘草只好详细的给说了一下。你和李宝吵架有些不对，但是你说的没错，如今宋氏跟着沈公子，最起码比跟着李宝好一点，他也算是自己想开了。只是你用3两银子逼着李宝把宋氏给卖了，回村少不了一顿吵架呢。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就是觉得李宝那样的人不能让他占了便宜。罢了，吵就吵吧。奶奶不生气啦？你都把事情给做了，我生什么气呀？李姓是秋水寨的大姓，是经常欺负别姓人，如今让他们吃点亏也没什么。柳氏已经开始想怎么吵架了。还是奶奶好。哎，对了，你觉得那个孟明辉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。柳氏不知道甘草为什么会讨厌孟明辉。孟家虽然人丁单薄，但是金氏是个人精，倒是不会吃亏。今天我帮宋嫂子说话的时候，她一言不发，那样子觉得李宝是对的，反倒是我错了。甘草有些生气。孟明辉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人，他不会生一个陌生人的气。但是他奶奶这样问了，估计是打算撮合他和孟明辉。2个人说着打算去置办点东西，不然浪费牛车的钱。那边孟明辉也转身回家。你给我进来！金氏脸色有些不好看，
孟明辉跟着他奶奶进了堂屋。你是不是看上甘家那丫头了？奶奶看出来了。你最好打消这个心思。金氏直接说。为什么？奶奶不是说干妹妹挺好的吗？我和柳氏认识这么多年，她向来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。和她做事可以，过日子不行。如今她这么看重这个孙女儿，估计是这个孙女儿让她很满意，也就是和她的性子差不多。奶奶说的这个也不是确定的事儿啊。你本来对她也不怎么上心，怎么一起出去了一趟就这么上心了？奶奶可知道咱们镇上来的那个贵人？金氏点头。干妹妹和那个人很熟的，说是能走干妹妹的关系，说不定能在她身边谋个差事呢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卖老婆的，好像和干妹妹是一个村的。干妹妹让那公子买，那公子直接就买了。金氏思索起来。奶奶，那沈公子可是要离开镇上的，如果说的晚了，可能什么都没有了。行，那我先去打听一下那丫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顺便去甘家探探口风。奶奶，你可要快点啊！你急什么？你先前怎么不和我说？人家现在前脚走，难不成让我后脚给追回来啊？当然不是了。哎呀，您不是急着抱孙子吗？金氏是真没看上甘草，那丫头一看就不是一个好拿捏的。再说有柳氏给他撑腰，也不能拿捏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于老头看到有热闹，就吆喝着问：李正家的院子卖出去了，请了匠人收拾呢。这么快就卖出去了？可不是嘛。杨秋生也意外。刘婶儿，你赶紧回家看看吧。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就是他，就是他让我3两银子就把我媳妇给卖了。刘婶儿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们怎么能让李宝卖媳妇呢？可不是嘛，3两银子说出去都丢了我们秋水寨的人。自家的事还说不清楚，就管别人家的事，你们甘家一定要给个说法。众人对着柳氏指指点点。我们甘家让你把媳妇卖了，李宝，你敢对天发誓吗？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，是李宝自己去镇上卖媳妇。我孙女见到他们的时候，宋氏头上已经插着草标。至于为什么是3两，那也是为了秋水寨好。全村人谁不知道，就因为那3两彩礼，李宝这么多年不把宋二丫当人看。那3两银子是宋二丫自己说的，是为了还李宝家出的彩礼。回头啊，别的村说起来，咱们也有个道理。要是真让他狮子大开口卖个10两8两的，回头别的村要说我们秋水寨娶媳妇儿就是为了卖媳妇儿，谁还敢嫁到我们秋水寨来？胡说八道！李宝急了。我是不是胡说八道？咱们去镇上问问就知道。卖宋二丫的不是别人，就是之前来咱们村收蜘蛛的沈公子。人家一个豪门公子什么样的人买不到，要买一个面黄肌瘦的妇人。只是看宋二丫可怜，想给她一条出路。众人一听是沈公子买的，顿时就相信了。你们要是无理取闹，我也没办法。你们要是不相信我说的，咱们可以去找沈公子。李宝，刘婶说的是真的？那也是宋二丫自愿的。你媳妇自愿的，你就要把你媳妇卖了？我们李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没出息的东西啊？你还有脸来闹啊？李宝有些理亏了。老嫂子，实在对不住，我们也是被这小子给骗了。这事儿的确是他不对，我家里还有事，就先回去了。他说完就走。这里李兴盼的辈分最高，他这么一走，剩下的人纷纷跟着走。柳氏看向杜氏，这些事情啊，你学着点儿。有些事情男人不好出面，就得女人撑起来。
不要总觉得自己矮人一头。杜氏低头，她刚嫁过来的时候，她婆婆就这样说她，不过好多年都没说过她了。今天突然又这样说她，她竟然有些愧疚。李宝回家，左想右想，咽不下这口气。要不是甘草，他明明可以拿更多的银子，都是那个甘草坏他的好事。最后，他气呼呼地去李正家里了。说，李宝从外面进来，你还有钱买酒呢？你现在喝这药不能喝酒，那就给叔留着。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说，甘家最近做事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咱们李家对他们家够仁至义尽了，是叔带着村里人为他们家讨公道，可他们家是怎么对付我们李家的？差点耽误来喜的伤不说，让他出面和孙大夫说道，他都不出面。昨天他还当着村里那么多人的面打我。今天要不是他从中作梗，宋氏也不会只卖3两银子。这什么？你把宋氏给卖了？他让我卖的，说反正他生不出孩子，卖些钱我可以娶个更好的。我想也对，他是宁愿被卖都不想和你过了呀。你怎么给卖的？赶紧给赎回来呀！3两银子卖的，钱我已经花了一些了。李宝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李章真想一巴掌把李宝给拍死。你赶紧去把宋氏给赎回来！我没钱。李宝直接说：叔得给我做主啊！要不是甘草，我还能多买几箱银子。现在得让甘草赔给我。你还让甘家赔给你？李章左右看了看，拎着一边的撅头把就要打人。说，我还给你送酒了呀！李宝说着就往外跑。哎呀，你不能乱跑！你赶紧出去打听打听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去甘家一趟。这宋家要是不追究就算了，一旦追究起来，九义庄肯定拿这事儿说事儿。都忙成这样了，都不消停。行。等一下，把李宝拿的那酒给拎到甘家去。苗氏很快就找到甘家了，把李宝去他们家的事前后后说了一遍。都知道李宝不是东西，竟然这么不是东西。草儿跟那沈公子熟，看看能不能让宋氏回来啊。现在不是熟不熟的事儿，是宋二丫愿不愿意回来。那沈公子是什么人啊？一次买半头猪，跟着他的人顿顿吃肉。宋二丫能跟着他吃一口油腥啊，都比跟着李宝好太多了。可这宋家要是找过来要人，咱们怎么办呀？那宋家有什么脸找来要人？宋家当初做那事儿和卖女儿有什么区别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宋氏毕竟是娶进来的，这事儿真不好办。我们也就是买卖的关系。柳氏为难，可是现在除了你们，我们实在是想不到别人了。为了咱们村，好歹去试试。那我明天带着草去找找那沈公子。不过成不成我不能保证啊，那种公子哥做事儿，咱们穷人拿不准。哎呀，这事儿成不成都要谢谢你。要是成了，我让李宝好好谢谢你们家。甘草在一边听得翻白眼。宋二丫好不容易离开了李宝，难道真的要让他回来？你生什么气？奶奶真的要去找沈铎要人？宋二丫如今已经是沈铎的人了，沈铎放不放不是我们说了算。甘草想了想，恍然，他们拒绝李正肯定不好，但是沈铎可以呀。你和奶奶今天去镇上就是为了阻止李宝卖媳妇？不是，奶奶是去找媒婆给咱们俩说媒。给你说媒就算了，怎么还有我？我觉得奶奶应该趁着自己还有精力把咱俩的事给安排了。娘不擅长这些。听到甘草这样说，甘云觉得有可能。人要往前看，日子要往前过，经历过不好的事情，
心里要清楚什么不好，不能因为经历过不好的事情，就觉得不敢再去追求美好。你现在说话也是一道一道的。天还没亮，曹氏就起床了。这2天正收庄稼，你二哥还没回来收，爹的意思是让你大哥去问问他。庄稼错过收的时候就要烂地里了，确实应该去叫二哥回来。你三姐昨天又肚子疼了，是不是干重活了？可不是嘛，和你大哥抢着干活，说他都不听。你说说他，让他今天不要去地里干活了。哦，甘草想绕了一圈是说这事。昨天买了水壶回来，热水直接灌到水壶里。好，姑嫂2个人配合着做早饭。等天亮的时候，早饭已经做好了。甘家还没吃完早饭，外面就传来急促的拍门声。刘婶儿，刘婶儿！苗氏叫得急切。哎呦，刘婶儿啊，宋家带着旧义庄的人来了，说只要见不到宋氏，以后我们秋水寨的人别想从他们旧义庄过。欺人太甚！我家当家的说，让你和草儿赶紧去镇上，不管怎么说，先把宋氏带回来。现在即便把宋二丫带回来，也改变不了我们秋水寨理亏的事实。那怎么办？苗氏着急。旧义庄的人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？要不怎么说李宝做事混呢？旧义庄离五华镇近，李宝插着草标卖宋氏，被旧义庄的人撞见了。听说他们昨天已经去了镇上一次，要不是李宝回来的早，肯定被堵个正着。这件事儿，咱们秋水寨不怕他们。啊！苗氏懵了。走，我和你去。柳氏说着就走。苗氏也不知道柳氏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柳氏愿意过去就行。柳氏一走，甘家人也都跟着站了起来。云儿，你们留在家里看家。甘草想，意思是他可以跟着去看。等到李宝家门口的时候，甘草又见到了自己刚穿越过来时的画面。旧义庄的李正、郭八站在前面和李章对峙，一边是宋二丫的爹娘宋富贵和江氏。哎，刘婶来了，宋氏的事情刘婶最清楚了。你们是来讲道理的，还是来把人打死的？郭八也认识柳氏，他比柳氏小一些，那个时候总见他去镇上。自然是来讲道理的。你们秋水寨把我们旧义庄家出来的闺女卖了。讲道理，我们就好好讲道理。谁不知道宋家是把宋二丫卖到李宝家的？你胡说，他们是请了媒人的，正儿八经的娶过来的。你这个恶毒后娘，就不要在这里说话了。谁家嫁闺女要那么的彩礼，回头一点嫁妆没有，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自己走到夫家的。旧义庄人的脸上有些不好看。宋家当年这件事办得实在丢人，但是别人也不能说什么，那是别人家嫁女儿。不管怎么说，宋二丫是嫁，不是卖。郭八咬住这一点，这一点不管柳氏怎么强词夺理都改变不了。那如今宋二丫是自赎自身，也不算李宝给卖了。你这是胡说八道。宋二丫好歹一个大活人，怎么可能只卖3两银子？她不过是当年用3两银子报了父母恩，如今又用3两银子了结了和李家的孽缘。我们村李宝的确不是一个好东西，但是你们村的人就做得对了吗？3两银子，只卖了3两银子。捉一只蜘蛛还给1两，两边的村民都开始议论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只卖了3两银子？宋富贵叫了起来。去把宋二丫卖身的文书拿过来。李章立马派人去问李宝要文书。这是正规的文书，伢子那里也有一份。郭李正，你看看。郭八看了看，真的只有3两。3两也是他卖我女儿的钱。其实
那买宋二丫的人我们见过，如果你们一定要人，咱们就去把人赎回来。只是这样一闹啊，李宝势必要和宋二丫和离，和离带嫁妆还彩礼，这是规矩。锅巴看向宋富贵，宋富贵低头，咱们2个村挨着，还有不少的姻亲，总不能因为这件事儿坏了2个村的关系，总的要说出个都能接受的条件来。我们商量商量。锅巴拎着宋富贵去一边。宋富贵去家哭闹的时候，并没有说宋二丫只卖了3两，这个数额和当年宋家敲李宝家的彩礼是一样的，让他不知道怎么说。柳氏很有耐心地等他们商量。没过多长时间，锅巴带着宋富贵过来了。这件事我们村的确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李宝卖我们村嫁出去的姑娘就是不对，他得把钱拿回来。1两。柳氏没得商量地说。什么？锅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那钱只给1两，宋家也就宋二丫一个亲人，就当是养老的钱。他爹又不止他一个孩子，给1两已经不少了。不行，那就按照之前的，我们去把宋二丫赎回来，你们还3两彩礼，咱们也各自安好。你们这是欺负人！我不活了，我要死在你们秋水镇！锅巴看到江氏这样，觉得有些丢人。2两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柳氏看向李正，最后还得是李正点头。李章想，这事能这样过去也行。让李宝拿银子。几个人去李宝家，让李宝把银子拿出来。很快，院子里传出叫骂声。拿李宝的钱就是要李宝的命，他怎么可能好好给钱？告诉李宝，他要是不把钱给拿出来，就让九义庄的人自己去拿，到时候了打砸了他的东西，也是活该。李章气恼地说，给他惹这么大的事，自己还不愿意了，真应该让他被旧义庄的人给打死。李章这样说了，李宝还是不给钱。他想，他是李家人，李章不会真的不管他。让路！院子里一阵打砸声，还有李宝的求饶声。最后，旧义庄的人拿到银子了，这才从李宝家出来。打扰了，也是我没看好这兔崽子。不做理政，不知道做理政的难。谁村里没有几个不听话的？今天这不合适，回头我们坐一起喝上2杯。好，好，等你搬新院子了，我一定来。家里出了一点事儿，院子已经卖了。锅巴不好意思的讪笑。没事儿，等我孙子满月酒了，你可一定要来喝呀。一定，一定。今天这事儿啊，多亏了刘婶了。都是一个村的，说这话就见外了。是，那都回去忙去吧，现在都挺忙的。李伯，啊？今天咱们村怎么就来这么一点人？说到这个呀，刚好要找你。村里正忙着呢，不少人都上吐下泻的下不了床了。听说你能治，你想想办法呗。先前我就给他们说了，让他们去卖一些药草。不过最主要的是，牛粪距离水井太近了，前几天下雨，雨水渗到井里，村民又喝了井水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这样啊？李章想，这又是他的问题了。这样，你写一下药方，他们谁愿意出钱买，我派人去镇上买回来。好，最好是把牛换个地方，井水淘一下再用，以后喝水要喝煮开的水，喝过药之后煮点大蒜水喝几天。好。李章点头。说完这些，柳氏带着甘草回家。我觉得李正也没有那么可恶。你这丫头，看一个人不是坏人就是好人，
不是。甘草摇头。你放心，回头要是又遇到和你有关的事情，他还会为难你。上午，甘荣去旧义庄找甘茂，刚到林家门口，就看到甘茂拎着羊肉汤从外面回来。大哥，我刚去镇上买的羊肉汤，回家喝一碗。先前分给你那些庄稼都要收了，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回去收啊？我正要和大哥说这个事儿呢。你看我现在连个房子都没有，收了也没有地方放，不如折价卖给大哥。你这是不打算过日子了？连自己的庄稼都不回去收了？我这不是没时间吗？茂儿在外面和谁说话呢？林氏说着从家里出来。哟，大哥这是闻着味儿找来了，家里那么多肉，我们可没拿。别这样和大哥说话。那我怎么和他说话？这都分家了，他还追到这儿来，谁知道他想干嘛？是爹让我来跟你说一声，家里还忙着呢，我先回去了。是，大哥。甘茂不好意思地叫了起来。叫什么叫啊？我娘他们都饿了，还不快进来？中午的时候家里说这件事，甘泉的脸一直阴沉着。那就去看看，把他的粮食折价买了，种了1年，不能浪费在地里。甘荣闷声应了一声。算了，这事儿我走一趟。下午，柳氏去找了李章，两个人雇了于老头的马车去林家，把粮食折价，这事办了。两个人回村的时候，看到河边几个妇人在撕扯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？李章，你给评评理，甘家这儿媳妇翻天了，敢和我动手。一听是甘家的儿媳妇，柳氏转身看了过去。都忙成这样了，你们还能吵架呢？咋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柳氏走到曹氏一边。奶奶，他说咱家草儿嫁不出去，给他当儿媳他都嫌磕碜。你说的？哼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你们甘家说甘草是为了他姐姐，那谁不知道他就是勾搭自己姐夫，还把自己姐姐闹和离了。草儿做了让人误会的事儿，被人构陷也是正常，只是你动手打我村媳妇不行。那你想怎么样吧？既然这件事儿是因为草儿而起，那就让草儿来解决。哼，他能解决什么？姜氏嘲讽。若我家草儿能嫁个好人家，你就跪在马车下面，给我家草儿当上车凳。哎呦，别说上车凳，只要有人愿意明媒正娶你家草，我那天就跪在你家门口1天。好。柳氏点头。李正作证。柳氏看向李章。哎，都是一个村的，至于？要是你家的草一直嫁不出去呢，成了老姑娘，那就去我家给我儿子当小妾。他话音刚落，柳氏一巴掌就抽了过去，抽的蒋氏有点眼花。蒋氏，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收拾东西回家。好。柳氏带着曹氏离开，后面的人议论起来。哎，你说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，不过香春是把甘家老太太得罪死了，甘家也不是什么大户，吓唬谁呀？一直到家，柳氏都一言不发。奶奶，大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没事。甘草怎么觉得他奶奶和大嫂都怪怪的？金氏以前做媒认识不少人，稍微打听了一下就知道甘草的情况了。甘草那丫头，你是想都不用想了。孟明辉也知道没戏了，心里有些失望。不过找差事的事你放心，我这老脸在甘家还有几分薄面，去跟你说说。那我陪奶奶一起去。你是想去见甘家那丫头吧？你就在家里待着，哪儿都不能去。哎，好。孟明辉点头。甘草还是知道他大嫂在河边因为他和别人吵架的事了。
因为曹氏和蒋氏吵架的事，甘草又只能在家里。在想你大嫂的事儿。我没想到，因为我家里人在村里这么被动。不用想这件事儿，每个村里还没几个长舌妇啊，再简单的事情到他们嘴里都能拐个18个弯的。那我嫁不出去怎么办？两个人能在一起就是缘分，缘分没到，青梅竹马也分道扬镳，缘分到了，千山万水也阻隔不了。还有心思。刘氏看甘草不说话。我这个年纪有心思很正常吗？哎呀，我这刚到门口就听到你们祖孙笑得开心。哎呦，老妹子怎么来了？快快快，草儿，赶紧去准备点茶水。甘草起身去厨房准备茶水。今天我是有事求到你这里来了。咱们之间什么求不求的，快说。柳氏想，今世求他的事估计不是简单的事。听明辉说你们认识那个沈公子。哪个沈公子？柳氏想，今世求他的事和沈公子有关。就是最近在镇上的那个，明辉和草儿去买药的时候遇到了，还很熟络的样子。哦，柳氏恍然地笑了起来。他们算什么熟络呀？就是前段时间草儿在外面捡了几条蛇去卖，刚好被那沈公子买了，算是见过。可明辉不是这样说的。那沈公子就是个纨绔公子，喜欢逗草儿，草儿避他还来不及呢。那件事儿呀，草和我说了，那妇人是我们一个村的，草儿看到可怜，就硬着头皮让沈公子把人给买了。那我就更不好意思了。明辉也是读过书的，镇上也没什么合适差事，就想着跟着沈公子谋个差事。你看看什么时候带着草给引荐一下。草的亲事你就放心吧，草那么漂亮又那么乖巧，我一定给她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人家。今世开始和柳氏谈条件。柳氏想，这个条件是不错。这是甘家吗？严三池在门口叫了起来。你是谁？我叫严三池，是来甘家给甘草姑娘说媒的。这严三池当的媒可都是顶好的，谁家看上甘草了？是谁让你来说的？就是你们村的林公子。我们村的林公子？柳氏狐疑起来。我们没有姓林的呀。不会错，就在村口那宅院。严三池打量着甘草，觉得这就是他要提亲的姑娘。你里面请。甘草转身进厨房，偷偷得意起来。林寒2天没消息，原来是去搞大事了。哎呦，金婆婆也在啊。既然都是熟人，就透个底吧。咱们这个行当，彩礼是男方的态度和实力，就这彩礼放在五华镇都能数得上。再说你们是一个村的，来回也有个照应。这结亲讲究一个门当户对，严大没提这亲有点重啊。柳氏看向甘草，你的亲事你怎么看？嫁，而且距离咱家还近。老太太，我就给你交个底吧。那人原本也是读书人，家中富庶，可惜家道中落，就流落到咱们这里了。到了这里就不想走了。严三尺说的头头是道，说是原来从村子里过的时候见过甘草姑娘一面，就相中了。我做了这么多的媒，还是第一次见到一见钟情的。看看人家置办的东西，足以说明人家对咱家闺女的重视。让我看了日子，担心婚期太赶，还问我要不要给准备嫁衣。这样的夫婿哪里找去啊？而且人家还说了，8抬大轿沿路响器，
请你们秋水寨全村人吃席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得把草儿的爹娘叫回来商量商量，你看行吗？行，当然行了。谁家有这么一个宝贝要嫁，不谨慎一点儿？那你先坐。金婆婆，你也是来给草说亲的？这真是一家有女千家求，能遇到像草这么好的姑娘不容易。严大妹真会说笑，这是我姐妹来找我玩的，还真是凑巧啊。严三池以为金氏是来为他孙子提亲的。那我那事儿，这家里实在是太忙，等忙完了我亲自去镇上找你。行，你们忙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不知道他是不是偷偷的把自己气得头晕了，这一起身一个晃悠差点摔倒。草儿，你快来看看你金奶奶。甘草立马过来，找了一把椅子给金氏坐着，然后给把脉。甘草拿出银针扎了几针，金氏慢慢缓过气来了。你哪来的银针？一个外乡公子给的，我看他倒在地上就扶了他一把，给他写了个药方。他说这银针他也没用，就给我了。哎呦，你说那外乡公子不会就是凌公子吧？这还真是缘分。你怎么没跟我说过？我以为这不是什么事。奶奶给金奶奶写个药方。柳氏看了甘草一眼，转身去拿纸笔。金奶奶，这药方你拿着，一副药早晚煎一次，水开了喝汤就行。以后若是有同样的不舒服，就再喝3天。要是别的情况，你再来找我就行。草，这嫁人可是大事，一定要找个知根知底的。今天我来，就是你明辉哥哥对你心心念念的，我还想着让你们多接触接触。严三池一听这话就不开心了。金婆婆，提亲也要讲个先来后到吧？我这带着彩礼来的，诚意十足。你是来空手套白狼了？哎呦，凭我们金家和甘家的交情，这点彩礼算什么？你说算什么？就是你们金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卖了，也置办不出来这些彩礼。嫁人要看嫁的人家，彩礼算什么？那你也不看看你们是什么人家？别的不说，金婆婆，你快把镇上的女子相个遍了吧。还小想崔大地主家的女儿，也不看看你孙儿配吗？读书不成，不愿意学手艺，天天靠着你赚的钱在大街上打趣小姑娘，别人都叫她流氓。严三尺这话说的多少有些仇怨了。甘草想，林寒给了严三尺多少钱，让严三尺这么拼命？草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为了赚媒人钱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甘草姑娘，我说这话有一句算一句，你去打听打听。咱们的交情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金奶奶，我刚给你行针，你不能太用力，太用力的话容易脱力。金婆婆不是要走吗？我坐了马车来，让车夫先把你送回去。对对对。柳氏点头。赶紧去抓药，要不是你今天晕倒，我都不知道你病了。马车刚走，曹氏就回来了。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。曹，你先进去招呼一下严大梅。甘草歪头，怎么觉得他奶奶这是要把他支开？大嫂回来了也一起进来吗？你先回去。我们就回去等着。怎么样？李正家那房子的确是被一个叫林寒的买了，我刚才去看了，长得人高马大，看着英武不凡。他买李正院子的时候，李正见过他没？觉得那人怎么样？李正家那房子的确是被一个叫林寒的买了，我刚才去看了，长得人高马大，看着英武不凡。他买李正院子的时候，李正见过他没？觉得那人怎么样？林寒找了中间人严三尺买的，奶奶就放心吧。严三尺在镇上名声极好，他愿意出面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曹氏保证。柳氏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行。没过多久，杜氏和甘泉他们都回来了，看到严三尺带来的彩礼都很震惊。曹
草儿愿意嫁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我们总得去打听打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吧？我见过。你什么时候见的？原本我也不知道是他，就是之前他晕倒在我们村路边，我帮他看病，他还送了我银针。我觉得人挺好的，最起码知道知恩图报。这样说不错呀，而且就我们村儿，回头草儿要是受气了，我去给他撑腰去。离咱们近是好，可是就一个人，他担心林家人丁单薄会被人欺负。只要人好就行。柳氏倒不是很在意这个，这也是好事，省得遇到恶婆婆，过去就能自己当家了。要是在村里有什么事，不是还有我们吗？既然这样，那这亲事就定下来。就是，甘荣为难。人家给了这么多彩礼了，我们家得出多少陪嫁呀？这事儿我已经想过了，咱家的确出不起这么多的陪嫁。况且李家那宅院什么都是新的，家具也不需要咱们家出，就把村头那2亩地陪嫁给甘草。不用。甘草直接拒绝。我不怎么会种地，那林公子大户人家出身，也不会种地，放我们手里租出去，还不如给家里种。草儿，这方面呀不能太懂事儿，有些东西傍身，别人不敢看不起你。娘说的对，毕竟人家给了那么多的彩礼。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决定了这件事，柳氏和杜氏出去和严三尺合了八字，就准备选时间。这2个八字还真是天作之合，就是婚期有点近。什么时候？半个月后。行，那就半个月后，刚好农忙也忙完了。柳氏不在意。送走了严三尺，甘家人坐在屋子里看着甘草的嫁妆。不如我们给分了。众人看向甘草，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主动分自己彩礼的。这几天家里的人都做一套新衣服，到时候草出嫁的时候穿上，文房4宝就留下，给你4哥用，剩下的我们再给添点当草的嫁妆。这首饰也一人挑选2件。甘草提议。带那些做什么？什么时候掉了又要哭半天。逢年过节不下地的时候戴嘛。那你们就挑2件吧。这几天家里女眷都不用去干活了，人手不够就请几天短工，把草的嫁妆赶出来。好。众人纷纷应了。吃过晚饭，甘草就在院子里转悠，还时不时地看着门口。柳氏看甘草许久了，想出去。我就是想去看看是不是我救的那个林公子。女子嫁人之前不能和对方见面的。我偷偷的看看。偷偷的也不行。甘草想，林寒体内的毒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快回去睡觉。公子，东西收拾好了，我们明天就要走了。你说我们走了，是不是要给甘草姑娘打个招呼啊？公子为什么要问我？第2天一早，沈铎就骑马去秋水寨。好像是沈公子来了。你在家里待着。甘老夫人，甘草姑娘在家吗？你找我家草干嘛？我家草过几天就要嫁人了。嫁人？沈铎听到柳氏这样说，心揪了一下。对呀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我家草嫁人多正常。今天来的时候不知道甘草姑娘要成亲，也没买什么礼物。他说着，从袖子里掏出2张银票。聊表心意，恭贺欣喜。那就多谢沈公子了，只是他现在不方便见外男。可以理解。沈铎行礼，转身离开。他也没多看，把银票收了起来，转身回去了。草儿，你进来。杜氏安慰地看了甘草一眼，以为他娘要训斥甘草。甘草倒没什么感觉，跟着他奶奶进屋了。沈公子给你的贺礼，
你若是要，这些本应该都是你的。我还年轻，还会医术，赚钱比家人容易，这些钱就留在家里吧。可是拿后辈这钱总是有些不合适，这些呀，你拿着傍身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我留一半，咱们家现在也不缺钱。这个时候，曹氏也到旧义庄了，在门外就听林家人的嬉闹，于是上前敲了敲门。哎，谁啊？林成双不耐烦地应了一声去开门。你大姐在家吗？林成双打量了一下曹氏。大姐，找你的。谁呀？林氏从屋子里出来，就看到了曹氏。哟，这一天一个来找啊？那地里的粮食我们已经卖给你们了，不会想着还让我们回去给你们收了吧？不是，草儿要出嫁了，家里忙，娘说让你回家帮2天忙。这都分家了，还想着使唤我们2个呢？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回头你们修房子什么的，我们也会过去帮忙。我还能指望你呢？你们是想让我们回去天理吧？我这话撂在这儿，草儿就是嫁给皇亲国戚，我们也不眼馋，我们也没钱天理。你是他二嫂。曹氏生气。二嫂怎么了？我又不姓甘。林氏说着，啪的一声把门关上。曹氏被气得胸口疼，这林氏也太过分了吧。但是他也只能先回去。柳氏打算给甘草多做几床被子，这样到时候用石落抬着也好看。娘，老二家不回来。他说了什么？有样学样的给说出来。曹氏为难。我让你说出来，是让家里人都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别回头了还是非不分。曹氏只好大致给说了一下，也没说的那么刻薄。你没见到老二？没有。曹氏摇头。就那么大个院儿，就算没叫他，他也该听见了。他不愿意回来就算了。娘这是怎么了？生气，自己生的儿子如今这样，气都不知道怎么气。甘草不说话了。对了，等草出嫁了，让嫣儿跟着我识字，把灿儿送到学堂里去。柳氏突然看着曹氏说。曹氏一愣，家里供4弟一个就很辛苦了，灿儿的。他其实是想让孩子去学堂的，不如让灿儿也跟着奶奶识字。曹氏不想再花钱。去学堂不单单是识字，只是镇上才有学堂，灿儿还小，每天跑来跑去。先前你去卖山楂糕不错，等草出嫁了，看看什么事能做。你和大荣去镇上做点小生意，刚好带着灿儿。可是山楂很快就没了。曹氏其实也惦记着这件事。其实山楂摘下来也能存放很长时间，再说不卖山楂糕还可以卖别的。卖什么？曹氏来精神了。到时候我给大嫂看看。甘家如火如荼地准备着甘草出嫁的事，才知道严3尺在林公子那边张罗亲事。时间不够，嫁衣也只能做成这样了。甘老夫人在家吗？严3尺在门口叫了起来。哎，严3尺这才抱着盒子进来。哎呀，这几天忙那边的事，也没来看看。你这是？啊，嫁衣。上次不是说了，时间太紧，就凌公子准备嫁衣。他说着，把盒子放在桌子上。虽然说这嫁衣都是女子自己准备的，但是这匆忙的也准备不了什么。这是凌公子让人从长环买回来的，老太太看看满意不满意？他把盒子打开。柳氏看到盒子里的嫁衣，眼睛亮了一下。哎呦，我都不敢碰，怕我这手粗把刺绣给勾撕了。甘草想，林寒这是折腾什么？他只是想让林寒娶她，没想他搞得这么正式。草儿，去试试。这嫁衣宽松，倒也合适。
哎呦，我这是见到仙女了。奶奶，行吗？行。柳氏突然很放心。行就好，我就可以回去交差了，那边还忙着呢。你们就不要送了，没几步路，我这回头还少不了来。收起来吧。甘草去换衣服。柳氏站在院子里看着天空。林家去长环买东西都回来了，老四怎么还没消息？甘草亲事定下之后，柳氏就给甘伟写信了，让他务必回来。娘。甘泉从外面回来。你和我进来。你是不是觉得不该给草这样大办？甘泉没说话。虽然对方送来的彩礼多，但是他们家也都没留。其实家里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家里不止先前草儿卖蜘蛛的钱，先前草抓的那条毒蛇卖了50两，都在我这儿。什么？甘泉惊讶。小点声，这些银子我没说，是因为都是草儿一个人赚的，难不成你想分家的时候分给老二啊？以后老四读书的钱你不用担心，今年把家里的房子翻盖一下。如今老四还没回来，你亲自去一趟，让他一定要回来。以后他读书的钱大部分可都是甘草赚的。那他肯定要回来。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，他们打算去镇上雇一辆马车，这样会快很多。晚上一家人还在忙，门口突然有人进来，院子里的鹅叫了起来。曹氏慌忙从屋子里跑出来。二弟，你一个人回来了？听说草儿要出嫁了，我回来看看。甘泉也从屋子里出来。草儿，出来让你二哥好好看看。甘茂听他爹这样说，知道他爹生气了。二哥，都长成大姑娘了。甘茂这是没话找话说。二哥我也刚分家，用到钱的地方多，也不能给你添多少。他说着拿了20个铜板。你二哥给了，你就拿着吧。柳氏看着甘茂那没出息的样。谢谢二哥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站住！刚到家还没做呢，忙着回去干嘛？这刚收了粮食，家里事多。家里事多？你家在哪儿呢？自己的粮食都没时间收，惦记着别人家里事多。你给我说说，你分家拿走的钱现在还剩多少？我告诉你，到时候没钱修房子，别想让我给你添一个子儿。老二，柳氏发话，过日子自己心里要有底，不能听别人说点好的就摸不到边儿了。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你自己得打算好。是。既然你知道了，就走吧。甘茂转身就跑，生怕被他爹逮着一样。我这生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！甘泉气闷。虽然甘茂是回来添礼的，却让一家人都不开心，一个晚上都很沉闷。第二天，甘泉就去镇上租马车去找甘伟。爹。甘伟远远地看到他爹在脸红脖子粗的和别人讨价还价。你怎么这个时候到了？我跟着一个商队走的，不然这个时候路上不好走啊。哦，那我们回家去。这马车你还租不租？车夫不耐烦地说。不租了。甘泉瞬间底气十足。哎，小妹嫁的是什么人家呀？她自小就挑得很，没少相看嘛。最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，我慢慢和你说。那爹给我说说，家里都发生了什么事了？甘伟笑着跟着他爹。父子两个人走着说着，甘伟越听越生气。小妹要嫁的那个人，他靠谱吗？应该靠谱，不然也不会为了草儿在咱们这儿买宅院。那他买了李正家的宅院，
以后还不得被李正记恨呢？买都买了，又不能给退回去。哎，倒是你最近读书怎么样？先生夸我进步很快的。那就行，回头啊，你考一个秀才，咱们家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。快看谁回来了！这就是我那便宜四哥。伟儿，哎，娘，没想到一转眼的功夫，小妹也要嫁人了。四哥给你带了礼物，甘草点头。怎么和四哥生疏了？你也不看草多大了，过2天就要出嫁了，还是那个喜欢跟在你后面的小丫头啊？奶奶、大哥、大嫂。甘伟看到他三姐，愣了一下。三姐，赶紧过来坐。要中午了，就早点做饭吧。我来帮忙。曹氏说着就过去。爹跟我说了那个林公子了，我打算去见见他。千万别！甘草下意识地说。为什么呀？奶奶说成亲之前不能见。那是你不能见，又不是我不能见。四哥刚回来，家里还有很多事呢。等我们成亲之后，不就见到了？爹才给我说了那个陈大雷的事儿，我可不能让你遇人不淑啊。怕什么？他在咱们村，咱们的地盘。甘草很嚣张地说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你嫁给他了，就是他的人了，别人能过问的也不多了。趁着还没成亲呢，把底儿先给摸透了。你四哥说的对，今天晚上我和你四哥一起过去。甘草想，他们这一个两个的都来凑热闹，生他很难招架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没打算悔婚。为什么？甘伟不理解了。因为他长得好看，还有钱。肤浅。甘伟生气。我怎么肤浅了？难道你想让我找一个又丑又穷的？你要找一个对你好的。我觉得女人应该图一点客观的东西，看得见摸得着，图别人对你好，那太缥缈了。万一是昙花一现，或者雨后彩虹。小妹说的也对哦，我认为咱家的小妹被骗了嘛。既然草儿不想让你们去看，你们就不要操心了。这2天家里来的人多，你们在家招呼一下。是。你娘前几天就把你的屋子收拾好了，你去看看还缺什么。因为甘伟回来，家里难得欢乐起来。结果刚吃过午饭，门口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你们刚吃完饭呀？一家人的脸立马拉下来了。这不是李林家那贵人吗？来我家干嘛？娘，你这多见外呀！草不是出嫁了吗？我当嫂子的，回来帮忙。林氏说着往里走。站住！你大嫂去叫你的时候怎么说的？你再说一遍。哎呦，当时家里事多，书记忙完了，那我要是不回来，别人还以为我们是一家人不和呢。行，既然你回来了，想必也知道林家拿了不少的彩礼，我们家也不能太寒碜，里里外外也没凑出多少陪嫁。你既然有这心，就拿1两银子出来给草筹办嫁妆。什么？林氏反射性的跳了起来，随即又意识到自己失态。娘，这彩礼是男方贴补女方娘家的，以后女儿远行不能在身边伺候，所以给了一点孝敬。你们家当初就是这么做的。如今呢，我那2孙子都跑到你家去了，那你家是不是应该把彩礼给贴补回来呀？我们那是没地方住，临时回家住2天。你们家那样，我们家可不那样。男方出彩礼，女方出陪嫁，是给他们开始自己的日子的。往后这是草儿的娘家，草儿想回来就可以回来。既然你说是草的2嫂，也该出这一份力。2嫂好。甘草笑眯眯地走到林氏面前，伸出手。林氏看着甘草那笑眯眯的样子，你还有脸笑？你出嫁这是要把咱们家掏空啊！以后咱们家的日子还过不过了？
甘家谁都有脸说这话，就你没脸说这话。怎么，甘家给你什么都应该，让你出一点东西就是把别人逼死啊？奶奶，我是嫁到甘家的，我以后生的孩子姓甘。那你倒是生一个。柳氏打断林氏的话，林氏瞬间无语，她的肚子的确没一点动静。林氏委屈地闹了起来。说到底呀，你们甘家就是嫌弃我不会生孩子，你们嫌弃我，我也不在这里碍你们的眼。他说完就走。甘草真是大开眼界了，他这二嫂所有的心眼都用在坑自家人了吧？二嫂，甘伟叫了一声。林氏本想有个台阶下，结果一看是甘伟。甘伟回来了，肯定是要回来要钱的，万一让老二拿钱怎么办？甘家没人搭理林氏，心里都清楚林氏今天回来是干嘛的。别看了，都去收拾。刘氏看一家人还站在院子里，林氏快速地离开甘家。过了桑园，刚遇到要回家的甘茂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你说我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真是不知道你家人是怎么想的，一定要给甘草操陪嫁。只有卖女儿的人家才不会给女儿陪嫁吧？那你说我林家卖女儿了？不是，这是我们甘家的规矩，三妹出嫁的时候也有陪嫁。他们陪嫁就让他们陪嫁，凭什么让我们也操？你不是想要小妹的彩礼吗？甘茂想，这有什么问题？就你们家人对我抠门那样，会让我看到一根线头吗？你和娘他们好好说，一家人送小妹出嫁挺好的。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啊！林氏难以置信地看着甘茂。甘茂有些不好意思，想让我跟你家白干活，没门儿！哎，我已经和邱尚书他们说好了，这2天小妹出嫁，我们就开始修房子。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住下。找什么地方？找地方住不用钱啊。等你房子修好了叫我回来。那你把钱拿出来。甘茂着急。还没修房子呢，要什么钱？人家干活，咱们买修房子的东西都得要钱。干完了再说。林氏头也不回。甘茂站在那里无奈，又看了看自己家的方向，转身去追林氏。你等等我。甘家，甘伟去收拾自己房间了。柳氏在屋檐下教甘草成亲的规矩。要说这规矩是有固定的规矩，也有不同的规格，只是啊，咱们这些乡下人吃饱肚子都不容易，哪有那么多规矩啊？能骑小毛驴儿盖块红盖头过去就不错了。林家想的也周到，让严大梅先过来和我们商定好这些，以免到时候闹了笑话。奶奶，我觉得那天金奶奶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，这段时间也没来咱家。你都要出嫁了，关心那些做什么？甘草觉得他奶奶和金氏的塑料姐妹花说的一个比一个好，翻脸也是比翻书还快。你这什么眼神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像金奶奶还有我二嫂那样的人，不知道怎么和他们相处。若是很强，就不需要和他们相处，他们无非是想占点小便宜。若你和他差不多，只用记住一点就行了。哪一点？甘草一副虚心求教的样子。笑。甘草觉得自己笑不出来。你和他们一样，最好不好得罪他们。2个人别的不行，那张嘴是真厉害。就今天你二嫂那话，说到最后好像是我们甘家对不起她了。你好好想想，村里的人是不是更喜欢你二嫂啊？她出门嘴甜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反正啊又不用她真干事儿。就是让她真干了，她也拉着你大嫂，最后你大嫂把好事干了，那好名声落在她头上了。柳氏看这些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要不然分家的时候他也不会那样对林氏。怎么听奶奶说这样的人还挺厉害的？不过是一些小聪明，你看他的日子呀，最后肯定不会有你大嫂过得好的。人呀，吹到天上那都不是真的，自己总要为自己的日子负责。孙女受教了。甘草一脸严肃。你这丫头。刘氏笑了起来。甘伟的房间没事，他就来前面帮忙。听说家里要买牛，他也很开心。草儿，草儿。甘伟悄默默地叫甘草。甘草狐疑，跟着他四哥去后面屋子里。这是什么？给你的贺礼嘛，本来想过年送你的，你既然都要成亲了，就提前送给你了。甘伟说着打开，里面是一只叶子错落的珠花。我用碎银子打的，很薄。真好看，真的是四哥做的。三姐出嫁的时候我还小呢，不能送给三姐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想着给你准备一样像样的东西。四哥的手真巧。你不嫌弃就好了。娘说你的彩礼里面一箱龙都是首饰。在我看来，四哥送的比那一箱龙都值钱。对了，四哥，你是不是要经常抄大量的书？千万别和爹娘说啊。其实我抄书挺好的，可以看那些我没看过的书，也能赚一点钱嘛。可是四哥不能因小失大。爹娘赚钱不容易的，偿还什么都贵，酒店里的一盘菜，他们就要辛辛苦苦的做1个月的工。再说了，我已经读了这么多年书了，靠读书学来的本事，赚一点钱也是应该呀。虽然四哥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，但是以后不能这样做了。咱家有钱，有钱也要省着花呀。我看四哥的肩膀有些塌了，肯定会影响仪态。我教四哥打一套拳，每天没事就打打，强身健体。你都开始关心我的仪态了，行，让我看看是什么拳。甘伟说着走到外面，甘草就到外面教他四哥打拳。其实打拳是次要的，他四哥也有营养不良的情况，他觉得得和他奶奶说一下，多给四哥一些钱。转眼就到了甘草出嫁这一天，甘家人一大早就起来了，柳氏带人去朱家门口围了，让蒋氏出来。蒋氏也没想到甘草能这么快出嫁，躲在朱家不出来。朱广武，这事儿李正也知道，是你媳妇自己说的。今天他去我家认错了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如果他不去，柳氏几分威胁。不去咋地？朱广武满不在乎。你还能把我家房子给砸了？这么说，你不让蒋氏去了？对。朱广武很确定。你们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朱家人的做事风格，欺人太甚，言而无信。哎，朱广武，这事儿真是你们家不对了啊！那样埋汰人家姑娘，如今打赌输了，该认赌服输才对呀。去，甘家给了你什么好处？那么向着甘家，一个外来户，还想骑在我们朱家头上不成啊？什么外来户啊？说的你们朱家不是外来户一样，你们朱家不过是比甘家早来一代。就是啊。一边的人纷纷附和。今天甘家大喜的日子，本不应该来吵你们家的事儿，但是你媳妇实在是欺人太甚。之前会埋汰我们甘家，回头啊还不知道要搬弄什么是非。我也就是给蒋氏一个教训，让他知道祸从口出。可是你却这样阻拦，简直和你媳妇蛇鼠一窝。你们朱家没有一个讲道理的，以后谁还敢让女儿嫁到你们朱家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句！朱广武说着冲过来要打柳氏。朱广武，你想干嘛？我要撕了这老玉婆的嘴！柳氏这会儿已经退到了后面，看到朱广武和几个青壮打了起来。那边几个人把朱广武打了一顿，压得死死的。
不过也有几个受了点伤。算了算了，也是我老婆子没本事，不能给家人讨个公道，还让你们受伤。我早就看朱家人不顺眼了，不就是出去给别人磕过头，就觉得自己上过天了？就是啊，他媳妇儿说那话的时候，就不想想该不该。众人一言一语，把朱家说的一文不值，喜欢惹是生非。这个时候，曹氏小跑过来：“奶奶，严大美已经来了，您快回去看看。”算了算了，咱们赶紧回去。大喜啊！托你的福，是咱们家曹有福。严三池这嘴是真的溜。柳氏到屋子里看甘草，看他正在吃鸡蛋，他一进来，吓得甘草差点噎着。哎呦，慢点儿！不是说成亲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吗？每个地方习俗不一样，一会儿啊，你要吃很多东西，一样少吃点就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有些不安稳。奶奶是不舍得我出嫁？甘草开玩笑。人你见过了，你也愿意，我能怎么办？奶奶放心，就这么近，我每天都能回来。哟，哪有出嫁的姑娘还每天都回来的？柳氏心里开心，却装作生气。那我就想回来。好啦，严大梅来了，有些事情啊，她再叮嘱你一下。好。甘草点头。柳氏心里就是很不安稳，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一样。她径直回到自己房间了。不知道是家里没这么热闹过，还是去收拾了朱家的人，柳氏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甘草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，还是被这繁琐的礼节弄懵了。丫头，你别觉得麻烦，这礼节做到了，那是人家在意你。像那种一头小毛驴挎着包袱就成亲的，日子都不怎么样。甘草就当自己被安慰到了，可能是他只是需要成亲，而不是对成亲充满了向往，所以才会这样。杜氏欢欢喜喜的半天，这会儿甘草要出门了，他开始哭起来。三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要送小妹走了？三姐，你放心，我若是得了功名，到时候有的是人抢着娶三姐的，我定给三姐挑一个好的。甘云听到甘伟这样说，眼泪哗的一下就出来了。哎，三姐别哭啊！三姐是高兴，只要你能得了功名，三姐就是一辈子不嫁也愿意。本来高高兴兴的事儿，看三姐这样，我都想哭了。那快去送小妹吧，我没事儿。啊，那我去了。一行人吹吹打打的去了林家，甘家瞬间冷清下来。甘云看前面没人了，这才从后院出来，坐在上屋的台阶上，显得无比的落寞。到了林家那边更热闹，但是新郎出来的时候，气氛瞬间变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甘伟生气地站在前面。哎呦，是我大意了。新郎好几天忙成亲的事，上火生疮了，这大喜的日子也不好看，就戴个围帽盖着。不行，我总要知道我小妹嫁的人是扁还是圆呢。甘伟不同意。严三尺知道这林公子的情况，若是摘了围帽，岂不是要吓坏这里的人？四哥，我知道他的情况，他那疮不能见风，没事的。小妹，甘伟更加狐疑起来。四哥，我大喜的日子就让我顺顺当当的吧。小妹说的对。甘伟有些气不过，也只得让步。林寒虽然没去甘家接甘草，却在大门口迎接他。两个人牵着红绫一起进了林家的门。朱广武在家骂骂咧咧，那甘家向来夹着尾巴做人，如今找了一个好女婿就想上天了。你轻点儿。那孙大夫也是个坑人，这么一点伤药就要200钱，他的钱还真是大风刮去的。
甘家嫁个女儿，全村人都请去了，看他们显摆的。朱光武听到他媳妇这样说，眼底都是怨毒。这要是早几年，你还能在外面走镖，那些人见你哪个不是点头哈腰的？甘家不让我们好过，他们甘家也别想好过。你打算怎么办？等着看。朱光武很坚定地说。甘草和林寒一起被送进洞房，洞房里甘草在纠结是自己先盖头，还是让林寒给他先盖头。哎，你先盖头不先？你不先我就扯了。楚林寒听到甘草这样说，有点想笑，拿起一边的秤杆掀开甘草的盖头。甘草歪头看着楚林寒，一时间把楚林寒看呆了。你还准备了秤杆？这叫称心如意吗？这把楚林寒给整不会了。哦，忘了。甘草把手伸到林寒面前，楚林寒放下秤杆，抬手却不知道些什么。做拳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捡的。那你也不能这样花呀，给你解毒还要花很多钱，你还剩多少？没了。这个败家妇太不会过日子了。这丫头已经在盘算怎么过日子了吧？着火了！外面突然有人喊了起来。是甘家的方向啊！那些人看着冲天的火光，甘伟慌忙跑了出来。三姐！他震惊地看着他家方向火光冲天。救火！快救火呀！他说着就跑。咱家着火了，你三姐还在家。甘伟跑到家门口的时候，他们家的房子已经彻底烧起来了，他不知道应该从哪儿进。三姐，三姐，不要进来！甘云吃力地叫着。听到那一点声音，甘伟直接冲了进去。甘伟！甘泉到门口就看到甘伟冲了进去。甘伟冲进去的时候，看到他三姐额头上全是血污，趴在地上奄奄一息。他端了盆去水缸里舀水，把自己和三姐都淋湿透了，这才背着他三姐往外跑。快救救我儿子！快救救我儿子！就在甘草跑来的时候，甘伟背着他三姐从房子里冲了出来。爹，三姐受伤了，快给三姐找个大夫。曹儿，曹儿！甘云挣扎着坐了起来。是朱光武，是朱光武放的火。这朱光武也太歹毒了，我们秋水寨不能留这样的人。对，一定要把朱家赶出我们秋水寨。柳氏看着火光冲天的宅院，才明白白天为何会不安。那朱广武早年走过镖，什么穷凶极恶的事情都见过，如今恶向胆边生，趁着他们都没在家，来他们家把房子给烧了。柳氏有一种感觉，这朱家的人不能留。他这样想着，那些救火的人已经集结起来去朱广武家了。快点！小妹，三姐怎么样了？没事，我给她处理一下伤口。先把三姐背到我那里去。今天你成亲，见血光不好。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好不好的？四哥，你背三姐。甘草他们一走，杜氏瞬间嚎啕大哭起来。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再说，李章带人去朱广武家。甘家着火了，凭什么说是我家男人放的？我家男人根本就没在家。你少在这里胡搅蛮缠，甘云还活着呢，他亲口说的。听到甘云还活着，蒋氏的脸色变了。就在他发愣的时候，村民已经冲到了朱家。朱广武自然不在家，但是李章还是把蒋氏和朱大长捆了起来。这件事总要给甘家一个交代。甘草给甘云处理了伤口，幸好他今天出嫁的时候把之前熬的貂油放在石落里了，这会儿刚好用上。三姐先换上。我怎么能穿你的新衣服？
一会儿娘要是看到三姐这样，要哭了。回头我洗干净了还你。不用，我也穿不了那么多衣服。甘云换了衣服，好奇地问：“妹夫是不是生气了？”生气？甘草没反应过来。不然出这样的事，他还不出来看看？甘云疑惑。他这几天太忙，又喝了点酒，我叫不醒。两个人说着，严三尺在门口敲门。我看时候也不早了，不如把屋子收拾一下，让3个孩子先睡觉。好，家里能收拾出几间屋子？3间厢房都可以收拾出来。那就都收拾出来。甘草看向他4哥，你去叫奶奶他们都过来，好歹人没事，休息好了再想办法。甘伟点头。甘草安顿好了他3姐，就进去找林寒。林寒也没睡觉，他看甘草进来，拉着他的手写道：“怎么样？我3姐没事，房子已经彻底烧了，我想让他们先住在这里几天。”甘草征求一般看着林寒。好。其实这事跟我也有点关系，要不是我奶奶要为我出这口气，也不会闹到这一步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你倒有自己已经是人家女婿的自觉，不过有件事我要跟你说清楚。说。其实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，我只是需要成亲，我有身孕。甘草早就做好打算，成亲就摊牌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负责，这些钱我以后也会赚了还给你。而楚凌寒震惊地看着甘草，他以为甘草嫁人是因为她不是完璧之身，没想到她已经有身孕了。那天晚上他刚上岸，毒发之时根本控制不住自己，刚好遇到了在月亮堤的甘草。他想着自己若是能逃过一劫，定然会给甘草一个交代。但是这毒比他想的要诡异。那段时间他在山林里不断的昏迷和清醒，一直到那天甘草在桑园遇到他，他的情况才好了一点。之后很快就遇到了甘草。那个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，也不知道和甘草说什么。那个时候他无法给甘草保证，于是只好把身上的寒月给了他。看着甘草有些紧张的解释：“我一定帮你解毒。”楚凌寒不知道怎么说，他现在很纠结。两个人沉默了许久，楚凌寒慢慢的在甘草手心写下：“好。”他犹豫了一下：“你就不问孩子他爹是谁？”楚凌寒歪头看着甘草，隔着帷幕，甘草也看不到凌寒的表情。几个月？什么？甘草有点懵。孩子？到现在2、3个月吧。楚凌寒确定那就是他的孩子，当即更不知道怎么说。他有未婚妻，是一个经验绝尘的女子。如今，好。甘草实在想不到这个有什么好的。这个时候，严三尺在外面敲门：“草，你来看看收拾的怎么样？”哦。甘草把屋子收拾好了，但是甘家人不愿意来。后半夜大火灭了，天亮的时候，甘家人看着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宅院。这个时候，杨秋生小跑着找过来：“全哥，朱广武跑了，村里人追了1夜都没追到，还媳妇和儿子被抓了，你们家打算怎么处理啊？”杜氏听到杨秋生这样说，跳了起来：“那挨剑刀的将士都是因为他，我要把他拔舌炼油，把朱家人赶出秋水寨。”李正也是这样想的。李正说：“你们一家不行，就先住到朱家去。”不用了，他那宅院就给村里吧。那我去跟李正说。看着杨秋生离开，甘伟有些不理解：“奶奶，为什么不把朱家人都给送到官府呢？”烧咱们家的房子，打伤你3姐的是朱广武，你把朱家人送到官府有什么用啊？到时候官府不收朱家人，咱们村还得好好的让他们回来。人呀，
想做什么事儿，都要付出代价。甘伟不知道他奶奶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。严三尺把昨天宴席剩下的菜，还有提前准备好的蒸肉分好，让人给秋水寨的一家一户送去。好了，这些都和你说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甘草觉得这个严三尺做事真让人放心。你帮了我家这么大的忙，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。我拿钱了，你别谢我。严姐姐办事拿钱是应该的，只是严姐姐这么上心，我还是很感谢。你都叫我姐姐了，我就认下你这个妹子，以后有什么事就找我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你有空也常来坐坐。好。这不是严姐姐的马车？他看着一边的马车。这也是你们家的？我家的？是啊，所以说你嫁了一个好人家。我走了。严姐姐等一下，我去找个会赶车的人送严姐姐回去。哎，不用麻烦了，又没多远路，你家里这么多事呢。那要让你走这么远？也没多远，你赶紧去忙吧啊。严三尺说完就走。甘草送他到路口，看到他奶奶一行人往这边走，他慌忙跑了过去。奶奶，他看奶奶怀里抱着一个罐子，银子还好说，融化了也能用，就是那100两银票估计没有了。一家人沉默地走到林家。你们休息，我这就给你们做饭。不忙，你夫婿呢？昨天喝多了，早上吃了饭又睡下了。把门关上。先前都没跟你们说，草儿捡的蛇卖了50两，之后草儿教沈公子取蛇毒，卖给沈公子毒蜘蛛，还有给沈公子看病，一共是赚了220两。我拿了30两给草儿当嫁妆，你们没意见吧？先前花了一点，给草置办东西的时候啊，前后后花了快5两，这里现在还有230两。这些银子原本是想留给老四读书的，这是一笔横财，咱们甘家以后很难再遇到了，要用到刀刃上。如今家里出了这变故，我打算呀，一部分拿了修房子，剩下的给老四读书。嗨，我用不了那么多钱的。你好好读书就行。甘伟低头。圈儿下午去看看谁家有空院子租，我们搬过去。你们住在这里就好，屋子都收拾出来了。你刚嫁人，哪有娘家一家人跟着你住在婆家的？可是甘草担心，就算找到了房子也什么都没有，你们怎么住？一会儿我就去镇上置办一些，你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就行了。就是嫣儿他们先在你这儿，回头我安顿好了过来接他们。柳氏看甘草那失落的样子，这丫头不会想出嫁了，这还能和以前一样吧？好，对了，我家有马车，你们可以用。这次柳氏没拒绝，他们去镇上买东西的确需要马车。甘草和曹氏去做饭，曹氏看着林家的厨房一阵羡慕。家里出事，二哥知不知道？应该还不知道吧。你二哥虽然耳根子软，处处听你二嫂的，却也不是那种自私到不管爹娘的人。大嫂看着火。他叮嘱了一下就出去。奶奶，昨天我成亲，二哥和二嫂就没来，这事闹得老死不相往来了。你放心，林氏那性子一旦有好处肯定会凑上来的。那二嫂要是知道咱们家其实有这么多银子，是不是肯定会回来分一杯羹？以后四哥要真考了功名，他是不是还要回来？其实蹭点银子倒没什么，万一败坏了四哥的名声，可是影响一辈子的事儿。柳氏的表情变得凝重。你这丫头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了？我能有什么想法？我就是想着家被烧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不用哭都很穷。遇到对的人就好好的过日子，哪来那么多心思？我知道。甘草认真地说。
我去做饭了。哦，对了，中午叫上你夫婿一起吃饭，咱们家人啊，好好的感谢一下他。他上火了吗？不光嘴上起泡了，喉咙也发炎了。我单独给他煮了点好消化的。哟，这么严重啊？我去看看。真不用，我帮你给他说一下就好。我怎么觉得你一直不想别人见他呀？有吗？甘草狐疑。何止是有？那天严大梅去提亲，你一听是林公子就立马答应了，不让你大哥他们来看。拜天地戴着围帽你都愿意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柳氏越想越觉得这件事奇怪。奶奶，你想多了。他人是真的吧？咱们住的地方是真的吧？回头他好了，我让他来见奶奶。你可别受了什么气，自己忍着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好，那你快去忙你的吧。吃过午饭，甘泉和甘茂去找李正租房子，柳氏带着曹氏和甘伟去镇上置办东西。到了旧义庄的时候，柳氏突然叫停了马车。奶奶，你到前面的路口等着我们，我们去和你二哥打声招呼。我赶车过去不是快一点吗？这是人家林家的马车，你跑去显摆啥呀？那我到前面等着奶奶。去吧。看着马车走远，柳氏带着曹氏去林家，林家的大门已经紧紧关着。林氏，我知道你在家。柳氏在门口叫了起来。甘茂，你到底还当不当自己是甘家人了？甘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躲着不见是想做什么？林氏在家，甘茂也在家，但是林氏把甘茂锁在屋子里了。你让我出去。那我把话跟你说清楚了啊，你要是回去，咱们就和离。林氏很坚决地说。平时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现在我一家人都要露宿街头了，这事儿我不能听你的。咋地？你想和他们一起露宿街头啊？他们有好处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们？现在家被烧了，想起我们了，没门儿！外面柳氏还在叫。现在家里连一口吃的都没有，你不能看着家里人饿死呀！旧义庄的人围过来看热闹。林家的女儿也太不像话了，她娘不也一样？当年是怎么对她婆婆的？林老虎去哪儿了？这事他都不管。有人问。林氏，柳氏还在那里叫，一定要把林家门叫开的样子。林喜梅，你赶紧把门给打开！你再不开门，咱们的日子也不用过了。你威胁我？你敢威胁我？我林喜梅离开你还不活了？走啊！你走！你走了咱们就和离。就你们家那穷酸样，还能给你娶个什么老婆啊？拿来。甘茂看着林氏。什么？钱？没有。咱们和离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说什么？甘茂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我林喜梅跟着你，我没享一天的福，你为了别人家打我你！够了！从你嫁到我们甘家，我们甘家可亏待过你一点。你闹着要分家，我想你分家了，咱们就能好好过日子。你天天找借口在自己家，连咱们的房子都不说修。我小妹要嫁人，你给10文钱都嫌多。听说我小妹的彩礼多，就跑着回去想要我小妹的彩礼。现在我家起火了，什么都没了，我家人都要露宿街头了。你拿着我家的银子不给，这日子不过了。那我也是为了你，为了咱们俩的日子。林喜梅，你的厚颜无耻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奶奶，都是你们闹的，我们的日子过不下去。家里都这样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把钱拿出来。没有。你到底拿不拿？就是没有。我娘说先拿那钱给陈双双门亲事。什么？那可是修房子的钱，没了那钱我们拿什么修房子？我就那一个弟弟，他是娶不到媳妇儿，我们林家就断了香火了。
众人一脸滑稽地看着林氏，他们母女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奇葩。剩下的呢？哪有剩下的？这段时间买的东西都花完了。那可是5两多银子，你都给花完了？不过就是5两银子，又不是50两，凶什么凶？林氏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已经成亲了，那钱是你们修房子过日子的钱。你现在住在娘家，你弟弟成亲之后呢？你们夫妻俩能一直住在你娘家？我娘对我好，我拿5两银子给谁，他都能叫我一声爹，合理？合理？当初是你到我们村找我的，现在要合理？我们村的人都那么好欺负是吗？林喜梅，你已经嫁出去了，户籍都不在旧义庄，别说自己是旧义庄人。就是，旧义庄有这样的人，我都担心我女儿嫁不出去。你赶紧和人家回去吧，回头人家不要你了，你可别回来。旧义庄的人对林喜梅那叫一个嫌弃。你真不和他过了？你不和我过，你试试。不过了。那好，那就把他休了。林氏傻眼，休和和离是两码事。无后、不孝、口舌、擅妒，7出之条，你犯了4条，我甘家休你，理所应当。林氏这才知道怕了。我和他成亲不到3年，曹氏第2年就为我们甘家生了个孙女。诸位，谁家有笔墨，借笔墨一用。我家有。干妈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你忘了吗？咱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偷偷拿家里的钱给我买千叶糕给我吃，哈。柳氏看着甘茂还有些不忍，当即呵斥道：“跪下！你也是去过学堂的人了，纵然文不成，我也教你们什么叫做礼义廉耻。没想到，你竟然在成亲之前和女子暗通款曲。”奶奶，甘茂还想解释一下，别一副我逼你休妻的样子，你是个男人。甘茂十分为难，让他休了林氏，他一时间还真做不到。你赶紧把钱拿出来，难道你真要看着爹娘他们露宿街头？你小妹嫁的不是很好吗？她肯定不会看着你家人露宿街头的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你们家可没少给甘草准备彩礼呢，那彩礼也够你家用一段时间了。旧义庄的人真算是长见识了，他们旧义庄竟然有这么一个奇葩。小妹昨天才出嫁，你今天就想她的彩礼？她出嫁了就是别家人，那彩礼也是她过日子用的，这点道理你不懂。大不了以后你家人还给你小妹就行了。你家人，我们甘家和你不是一家。周围的人继续看热闹，刚好这2天闲。笔墨来了，拿来。甘茂直接站了起来。你想干嘛？我给你脸了，你还真敢凶我？你当了我们甘家这么长时间的孙媳妇，还是这泼妇模样，我们甘家实在是教导不了。你个老玉婆，老寡妇，你早早的没了男人，也不想别人有男人啊！你要敢让我和甘茂和离，我就死在你们甘家去！你说错了，是休妻，不是和离。你哪来的脸说和离？不管怎么样，你要是敢让甘茂不要我，你们甘家1文钱都别想拿走。柳氏瞥了甘茂一眼，看他弯腰走神。你的字可以写得不好看，但是要能看懂写的是什么，别写个字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。在林氏的叫骂声里，甘茂写了休书，并写下自己的名字。柳氏拿了休书，当众读了一遍，然后让曹氏交给林氏。什么破休书，我不识字！林氏拿到就给撕了。再写3份，1份给他，1份贴在旧义庄，1份送到秋水寨李正那儿，把这事儿说清楚了，
省得以后再有什么纠缠。你让他写啊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甘家休妻，看谁还敢嫁到你们甘家了。写。林氏还在叫骂，甘茂认认真真的写了3份，一份比一份写得好。柳氏把给林氏的那份直接丢到地上。走。我行李还在。不要了。看什么看？甘茂跟在柳氏后面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还舍不得林喜梅啊？你这痴情啊，也要用对了人。你遇到林喜梅的时候还小，如今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。甘茂主要是不想对不起林喜梅。他以后怎么办？他都不担心他以后怎么办，你担心什么？甘草一直盯着甘烟他们，怎么觉得他们对凌寒异常的好奇？小姑姑，小姑父长得好看不好看？好看吧。啊，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看？你说你这小丫头想什么呢？是不是奶奶和你说什么了？我和小姑姑说了，小姑姑不要告诉老奶。你说。老奶说让我看着小姑姑和小姑父睡在一个屋子里。甘草想，他奶奶还真是煞费苦心。那你打算怎么和你老奶说？别说我们要住的地方了，今天晚上就过去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真是个鬼机灵。楚凌寒在屋子里听得清清楚楚，心里更加纠结。他觉得甘草有自己的生活，有自己的打算。晚饭是在林家吃的，也是吃晚饭的时候，甘草知道二哥竟然把二嫂给休了。他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他奶奶的手笔。我们就搬过去了，你们好好过你们的日子。我看二哥很低落，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儿？若不是那林氏无可救药，你奶奶也不会把事情推到这一步。送走了家人，林家一下子冷清下来了。楚凌寒听外面没声音了，甘草却一直没回来，他就开门走了出来。看到甘草盯着大门在发呆。你出来了，这2天把你闷坏了吧？还好。看什么？这方面应该挂个牌匾，写林家会不会太俗了？草堂。草堂？就草堂吧。这是什么脑回路？不是不满意吗？就这样不满意的决定了。甘草伸了一个懒腰。从明天起做一个自由的人，采药看病，成为富婆。楚凌寒无语了。晚上楚凌寒睡里屋，甘草去厢房睡觉。干干净净的房子，关得严严实实的门，还有没有补丁的被子，甘草得到了莫大的满足。然后他赖床了。醒来的时候天光已经大亮，都快中午了。凌寒赶车，镇上有固定的停靠马车的地方，交2个铜板就可以。他们停了马车就往里面走。凌公子，甘草妹子。严三尺远远地叫了一声：“严姐姐。”你们今天不回门？回门？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成亲第3天要回门的。甘草算了一下，前天、昨天加今天算是第3天。我们就是买点东西回门。你们家那么多东西，还买什么呀？再说这个点儿了，你爹娘他们肯定等得急了。要买比较重要的东西。那行，就算晚了也回去看看，不然不合礼数。好，那我就回去了啊，家里还有客人。严姐姐，这镇上还有别的药铺吗？就孙家那一间，什么病都治不好，还黑心的很。一天也有开药铺的，或者是外面来的游医被人给打断了腿。这些年啊，孙家一家独大。我要是不看病只买药，还能去哪儿买？去采药人那里。你要是只是买点药草，那样最划算。要说那些采药人也被孙家欺负得够呛。谢谢严姐姐。
不用谢，有什么要问的就找我。好。严三尺告别离开。甘草突然想到了一件事。唉，严姐姐总说有事找她，可我还不知道她住哪。甘草看向林寒。林寒想，这丫头也有迷糊的时候。哦，甘草突然想起来了，她是和你说的，你找过她，知道她家在哪儿。算了，今天时间紧，就不去找采药人了，贵就贵点。甘草一阵肉疼的去孙家药铺。走到孙家药铺那里，看到孙家药铺外面围了很多人，有热闹。我跟你说，你最好动作小点，不要用力，不然你身上的痂裂开了，有你疼的。看孙家药铺前面停着一辆平板车。大家评评理，我这一车的药草，他们孙家才给200钱，这都是我们父子拿命在山上采的。他们孙家说怎么处理啊？我们一家子起早贪黑的晾晒切断，这都整整齐齐的。不过一些草根树叶，你想要什么价？照你这么说，你卖的也是草根树叶，为什么卖的那么贵？你身为医者，却不敬重药草，还拿什么治病救人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谁重要吗？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？难道同样的话，不同的人说出来，对错就不同？我们医者就是化腐朽为神奇，这些药草直接吃可是会死人的，但是我们配伍入药，那就是治病的良方。你说自己就说自己，别拉着医者。德不尽佛者无以为医，财不尽仙者无以为医。看看你，人家送这么好的药草，你都要为难，你哪一点配为医者？好，好！周围的人欢呼起来。你，孙文健指着甘草。我怎么了？甘草理直气壮。他是医者，断不会容忍这样的害群之马。你给我等着！以后你别想找我看病，你家人也别想找我看病。但愿世间人无病，何妨架上药生尘。你却拿别人会生病来威胁，我看你就是用别人的性命赚钱。你这样的大夫，我怎么敢请？你别这个时候牙尖嘴利的，等你躺在病床上，你就知道了。医者应知生老病死是常态，唯有病之一劫可以改变几分。医者就是要陪着病人走过生病的那一段路，让他们消除恐惧，而不是增加他们的恐惧。孙文健看周围人的目光越来越奇怪。今日关门，要是耽误了谁家的病，那就是他耽误的。他话音刚落，外面一阵惊慌的叫声。孙大夫，孙大夫，快救救我爹！曲晓背着他爹过来。有人说我不配为医者，今天谁来了我都看不得。曲晓把他父亲放在地上，直接给孙文健跪下。我爹快不行了，求求您大发慈悲吧。甘草已经过去给老者把脉。别瞎说，谁说你爹不行了？你是谁啊？可以救你爹的人。甘草说着拿出针包。你别碰我爹！曲晓说着要推甘草。楚凌寒挡在甘草一边。这丫头还真能惹事。曲老头就是身上生了一个很大的脓疮，看着很吓人，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事。甘草扎了几针，控制了脓疮周围的情况，然后揪了自己2根头发捻在一起，一用力把那个婴儿拳头大脓疮给勒了下来。众人看着脓疮落地，一阵惊呼：你爹不要吃那么多油腻的东西。这曲晓是个混混，但是是出了名的孝子，什么好东西都紧着他爹吃。我给你个方子。今天不抓药。孙文健鼻孔朝天，一脸得意。老伯，我能看看你的药吗？姜温有些犹豫的点头。给我拿点包药的纸。曲晓慌忙跑到一边的包子铺里拿了几张纸过来。1天1服，煮开之后做茶饮，喝完了加水煮开即可。啊，那这多少钱呢？甘草看向姜温。老伯，你的药。这要是这位姑娘抓的，我也不好定价。曲
曲晓又看向甘草，给这老伯20文吧。姑娘，我看你是大夫，我这些药你要吗？要。要多少？全要。真的？哎，你这药不是说了卖给我的？他是药铺，自然不能没药。先前不过是想压价，现在卖给我了。小姑娘，你是哪个村的？是不是不知道我孙家药铺啊？今天刚知道。那你最好想清楚了。走，我们去商量价格。甘草转身就走。姜温，你可想好了，他可能只买你1次药材，以后你们姜家靠什么生活？孙大夫，你给的价格，我们一家老小得饿死。以后你要是不收，我们就另谋生计。一边的姜良也一直不说话，他本来就不想采药。姜温，你儿子还没娶媳妇呢，你家人要是病了……我说你能不能换个方式威胁人？你不让别人活了，别人为什么还要一直供着你？给我等着！甘草转身就走。我叫姜温，这是我的儿子姜良，我们是13里坝的。那你这一车药有多少钱？以前这一辆车能卖800钱，你给500就好。我给你2两。你以后采药就送到秋水寨村口的林家，我都收。真的？只是有几种药草，姜老伯能不能给采来？你说。甘草说了几种药，都是给林寒准备的。我们姜家也就固定的知道一些药，有些药啊也不认识。若是姑娘需要，带着我们父子出去找，我们见过1次就记得。好。甘草点头。那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我从后天开始就有时间。好，那我们父子后天去秋水寨找你们。回门？他怎么把回门这件事给忘了？一到家门口，甘草就看到甘烟在门口抓石子玩。嘿，小姑姑，你中午怎么不回家？奶奶做了好吃的等着你呢。我有点急事，现在就和你回去。林寒把马拴到马棚里，开始搬甘草买回来的药草。我回家啦。林寒无语了。这丫头到底知不知道一个人回门意味着什么？租的院子也是单独一户，他拐个弯看到苏木安在那里踱步。草儿，你怎么一个人回门啊？是不是林家人对你不好啊？没有啊，父亲对我很好。那他为何不和你一起回门？甘草看向甘烟，想这有什么问题？小姑姑别看我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可知，只有不被婆家看重，被夫君嫌弃，才会一个人回门。哦，我夫君在家准备宴席，让我来叫我家人过去吃饭，说租的房子要是住不惯，就去我们那边住。甘草说完，像斗胜的公鸡，一脸得意地走了。奶奶，娘。甘草叫着进门，看到李正在他们家。李伯。一个人回来了？我家夫君有点风寒。哎呦，那你在家照顾他就行了，怎么还回来啊？我上午去镇上给他买了药，这会儿吃了躺下，我就赶紧回来。甘草说着，跟着他娘进厨房。一会儿，你李伯说什么，你都不要接他话头。怎么了？你二哥休妻的事，就义庄李正找来了，想把林氏送回来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你都回来了，那么着急干嘛？中午做来菜还在笼里盖着，一会儿热了你吃2口。好。外面只剩下李章和柳氏了。柳氏也不言语，就这么和李章耗着。哎呀，婶儿啊，你也知道，咱们秋水寨去五华镇要路过旧义庄，闹得不好看了，对村里人不好。那路是官道，我们秋水寨的人家都交了税银的，又不是他们旧义庄的。
倒是每年夏天水渠浇地的时候，水先从我们这里走，我们给卡死了，他们旧义庄只能是靠天收。日子能好好过，咱们就好好过嘛。谁不想好好的过日子？那些钱本来就是老二分家分的，现在让他拿回来，不过分吧？要么人和钱一起回来，要么都别回来。草儿，李章突然叫甘草。哎，甘草应了一声。你在那个宅院里住着还适应吗？李伯，一说这件事我就来气。李章想，你来什么气？那是我家的院子。我还以为那个林家特别有钱，所以买了那么好的院子。谁知道成亲之后一盘算，银子都花完了。我娘家又出了这样的事，挤了挤，凑出一点钱，先给我们家修个住的地方。你说他那个人怎么那么不会过日子？也没什么钱，婚事办那么好干嘛？现在找干毛净了，回头家里要是遇到个什么事儿，我们怎么办？所以我就想着，我们两个也住不了那么大的院子。李伯要是愿意，可以按照原价把院子买了回去。你说什么话呢？你们刚在里面成亲，买了房子不好。我们也是现在缺钱，而且是李伯要，别人这个价肯定不行。我夫君也在里面添置东西了呢。这事儿啊，以后再说吧。以后要是宽松一点，我肯定舍不得卖。李章有些坐不住了。那你们忙吧，老二家的事儿啊，你们再想想。毕竟两个人过了那么多年了。我二哥怎么了？你二哥把你二嫂给休了，你劝劝你奶奶，让你二嫂回来吧。劝不了，李伯也说了，他们已经在一起过几年了，肯定是确定不行才休的。你还没我家草儿看得通透。行，你家的事儿我不管了。李正要走啊，没事常来坐呀。你这丫头。柳氏看甘草在那里贼笑。怎么回事儿？回门都忘了？甘草是真忘了。这几天事多，一大早起来就去镇上了，刚回来。不信你问嫣儿，她看着我们回来的。那林公子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啊？一点小病，没事儿。现在家里事多，也没时间顾上你。爹他们呢？收拾房子去了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用得上。奶奶，你那银票是不是没了？我这给你，把咱们家这房子好好盖盖。有呢，怕他们知道有钱飘起来。奶奶想得周到。其实啊，修新房子也好。柳氏之前这样想过，要不是房子被彻底烧了，她有点不舍得。回头你出面买一批砖瓦回来，就说是林家给的，钱从我这儿出。甘草知道他奶奶是什么意思。甘家遭了这么大的难，怎么可能还有钱？祖孙俩筹算了一会儿，杜氏热了饭菜，叫人回来吃。不是饭点，不过一家人刚好说说话。一直到黄昏，甘草才说回家。甘伟提议送甘草。我到现在了都不知道你夫君长什么样呢，今天一定要见见。四哥，你看我很傻吗？我家小妹最机灵了。那我怎么可能找一个差的夫婿？那也不行啊，回头走在大街上，我连自己妹夫都不认识。四哥再等等，等你过年回来的时候一定见。听到甘草说过年回来，甘伟沉默了。怎么了？我不想去学堂了。为什么？是四哥不想读书了？倒也不是不想读书，你可知道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呢？可是读书总归是有用的。爷娘都希望我能考一个秀才，能金榜题名，能当个官儿。说家里不是这样辛苦，我也会努力让他们实现光宗耀祖的。可是回来看到家人这样，我实在是……四哥放心，你也知道奶奶手里有多少。你可知道百年斋一方好的砚台多少钱吗？多少？100两呢。哦。我那些同窗给学堂里的先生送礼，
都是送那样的烟的。他想告诉甘草，他和那些人的差别。你也想送？四哥，我觉得你重点搞错了。重点搞错了？四哥现在是学子，当以学习为重，了解一些以后要走的路也正常。可是不该忽略了当下最重要的事，那就是读书。我承认，有钱人和穷人先天资源是不一样的。有钱人家的孩子4岁开笔，请专门的先生教导，衣食住行皆有人负责，他们只用学习就行。可是四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家族的财富是每一代人往前走一步，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。我们甘家没有祖辈蒙荫，没有天才重心。可是奶奶跟我说过，爷爷去世的时候，她牵着爹的手把爷爷下葬了。现在我们甘家已经有10几口人了。若是四哥觉得自己看穿了一切，想在这里止步，那我们甘家这一代可能就止步在这里了。甘伟听得愣了，他真没想到他小妹会说出这样的道理。说四哥真的不想读书了，也不用强求，奶奶已经准备让亮亮去学堂了。我只是想四哥真的能想清楚，能确定自己的方向，而不是被自认为的外物所困。两个人说着已经到了林家门口。甘伟原本一定要看看自己的妹夫长什么样，可是听了这些话，觉得自己好像走偏了路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四哥不进去坐坐？不了，我在读书的时候读过醍醐灌顶，读过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却想的只是文字。今天被你这样说，倒是让我清明起来了。我会尽快回到学堂的。穷人家的孩子想落落大方很不容易，因为捉襟见肘是日常，但是可以不卑不亢。四哥不欠他们任何人的，何必用他们做参照？天黑了，赶快回去吧。好。甘伟看着甘草进了家门才转身。他应该想想自己为了什么而读书，原因不同，对那些文字的了解也变得不同。甘草回家就一路小跑着去找林寒，看到林寒在写东西。你写的什么？林寒写的字也很好看，苍劲有力，方正的很。你这性子估计得罪了不少人。楚林寒看向甘草，不知道他冷不丁的为何说出这样一句话。字如其人，你太耿直了，字里都透着霸道。楚林寒想想，的确是这样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前二嫂竟然闹着要回来？你说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厚颜无耻之人，能好处占尽，还说得冠冕堂皇，好像没人都欠他一般。屋里光线暗，你晚上不要写东西了，陪我去练你的腰吧。楚林寒鬼使神差地跟着甘草去了厨房。甘草拿出一口很大的砂锅，然后把先前熬好的雕油倒了进去，又抓了一些今天买的草药。楚林寒觉得甘草是有配比的，因为他每次都是掂量一下，然后增加或者减少。只是药也可以用手掂量着配吗？小火小火。甘草看林寒往灶肚里塞柴禾，那么大的火，一会儿都糊了。楚林寒只好又给抽了出来。等甘草把药都丢进去了，然后蹲地上弯腰看火，又把火给调整了一下。就这么大，你看着。甘草说完，开始去搅动锅里的药材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这些应该够你用了，而且保证你不留疤。楚林寒歪头看着灶肚里的火苗，他竟然干这种事情。哎，对了，你武功有多厉害？楚林寒看着甘草，其实我们家捡的野猪是你打死的吧？你是不是那种武林世家的传人？楚林寒无语了，他觉得烧火挺好的。你不承认算了，不管你武功再高，现在这样也不能乱动。可惜冤大头走了，得想想怎么赚钱了。冤大头？楚林寒想甘草遇到过什么冤大头。甘草把炼好的油倒到罐子里。从今天起，你要擦这个油，早晚一次。途君赢了，
只要有这种脓疮的地方，就都要涂。这把楚凌寒说尴尬了。背部我给你涂。楚凌寒在甘草的手上写道：我可以。你别给我浪费了。第二天，甘草起床又是太阳升起之后了。他起床看到凌寒在喂马。早上想吃什么？楚凌寒没说话。那我做什么你吃什么？吃过早饭，甘草开始给凌寒检查，放了他小半碗的血。甘草反复确定，一脸疑惑。是冰蓝蝉毒和火纹蛇毒，不过这冰蓝蝉毒好像在你身体里很长时间了，这2种毒任何一种都会要了你的性命，偏偏你同时中了2种。那边楚凌寒却表情凝重，他中了2种毒。原则上你中了2种死得更快，这就是甘草疑惑的地方。除非有十分霸道的药在2种毒之前发作，你在亵渎的时候干扰到了这2种毒，这2种毒在你体内形成了一道微妙的平衡，虽然是平衡，却也在消耗着你。楚凌寒认真地听着，这关系到他的生死。你是怎么泄出来的？楚凌寒看向一边，原本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现在想想，他被人下了媚药，刚好遇到了甘草。原来他早就救了自己一命。你不要讳疾忌医，现在只有一种药能救你。楚凌寒有些激动地看着甘草。9叶胡椒莲。甘草说出这5个字的时候，就像是说出了自己的宿命一样。他就是为了采9叶胡椒莲才被陨石砸了，而凌寒却只有9叶胡椒莲才能救。在这之前，我会用别的药先治好你的皮肤和喉咙。楚凌寒拉过甘草的手。很难。难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根本不知道去哪儿找。楚凌寒也不知道怎么说了。既然他早就中了冰蓝蝉毒，那就是早就有人对他下手。所谓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们肯定会找到的。确定了楚凌寒中的毒，甘草开始制定解毒方案。楚凌寒看甘草在收拾东西，表情那叫一个精彩。不过大部分表情都是愁苦。收拾完那些东西，甘草坐在院子里，他突然想到一个东西，下午就等着江家父子来找他。可是过了中午还不见来人。要不我们去找江家人吧？楚凌寒点头，这都是为了给他解毒。甘草找到江家的时候，才知道江温被人打了，打得下不来床。谁打的？除了那个孙文健，还有谁啊？这也太过分了，我给你看看。多谢神医。甘草有些看不清楚。把他挪到院子里。我们去采药的时候也会受伤，用土办法处理了一下。江温身上虽然破口不多，但是多处挫伤，很有可能是骨裂。甘草看着江温的腿，这就意味着他最起码2个月不能采药。那你这也只能养着。我看看你家里的药，给你配个方子出来，先帮你活血化瘀。多谢多谢。江良在一边犹豫了许久。神医，能不能看看我娘？甘草之前就发现房间里还有一个人。你把他扶出来。江良慌忙去把他娘扶了出来。孙氏脸色蜡黄暗淡，眼神浑浊，整个人都充斥着死气。家里有什么吃的？昨天买了一些米面回来，路上也被那些人给撒了，如今只有一些豆子了。豆子也行，你先去泡一些。哎，好。甘草这才开始给孙氏检查身体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楚凌寒一直在观察甘草，觉得他可能是遇到麻烦了。我们今天得留下。甘草按向孙氏的小腹。孙氏虽然已经有气无力，可是甘草按他的时候，他还是缩了一下。你们平时给他吃了什么？一开始家里有钱就给他看病，后来家里没钱了，能卖的都卖了，
就给他吃那些温补的药材。总之挖来什么吃什么。他的身体虚成这样，温补燥热，有害无利。那怎么办？你们是不是给他煮黄金吃了？是。可是你不会炮制，也不能吃得多。冤枉，冤枉！人想活着，没什么好埋怨的。你们家没有鸡？都卖了。甘草站了起来，示意林寒和他出去。咱们来的时候有条河，河里肯定有鱼，你会抓鱼不会？会。那就好办了，我们先出去给他们找一些吃的。距离江家不远就有一条河，两个人很快就过去。就在甘草纠结怎么抓鱼的时候，楚林寒从一边的树林里砍了一根竹子过来。你想做鱼竿？楚林寒要让甘草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技术。只见他盯着水里的鱼，一竹竿下去，鱼被击得跃出水面，然后再一下就被甩到甘草面前。甘草真是长见识了，更加确定林寒就是被追杀的武林高手。刚到村口，就看到村口围了很多人，马车是过不去了，甘草只好下车去看情况。原来是林氏在哭诉，说甘家人有多对不起他。秋水寨的人看笑话一样看着林氏，甘草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林氏看到了。都是因为你勾引你姐夫，事情才会这样的。又是这件事。甘草无语地看着林氏，你就是个祸事精，你勾引你姐夫，还把你三姐闹和离了，把我和你二哥的日子闹得也过不去。林喜梅，奶奶说了，只要你拿着分家分给我二哥的银子拿回来，就让你们继续过日子。你在这里闹腾什么？我都好奇了，你们林家这是要逼死你吗？就义庄的李正都来说了，你们林家就是不把我们的钱拿出来，安的什么心？其实不用甘草说，秋水寨的人都知道这件事。我活了这么大都没听过这么滑稽的事情，你们林家到底怎么想的？哟，你还有脸来这儿闹啊？如果是我呀，找个麻绳吊死算了。林家真是没脸没皮的，不给我活路啊！你们不给我活路，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呀！甘草没有回去坐马车，径直回家了。林氏关注着甘草和楚林寒，看他们去了村口的宅院。奶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们昨天去哪儿了？哦，昨天晚上有个病人，诊治的时间太长，就在那里过夜了。什么病人那么重要？是病人都重要，二哥这事还没解决呢。看林氏这样，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消停了。那二哥没有心软？说你二哥心软呢？你这有没有治伤的药啊？你二哥的脸被林氏抓花了。为什么？你就是个疯子，今天跑咱们家哭闹，眼看着你二哥就要心软了，说只要他把银子拿回来就继续过日子，谁知道让踩到他的尾巴，还说你二哥不在意他，就在意银子。两个人啊争执了几句，他就疯了一样的抓你二哥，你四哥去劝架也被抓了。那还了得，四哥是要走仕途的，若是破了相，前途不就彻底毁了？就想着他还年轻，长长就好了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奶奶等一下。甘草说着就去取貂油。夫君，我回家一趟。楚林寒点头。柳氏也看了楚林寒一眼，看样子他们夫妻相处的还不错。甘茂和甘伟都是抓伤，对他们来说都没什么。看到甘草这么紧张，心里都暖暖的。你把这痂弄掉了，伤口怕是不会好了。柳氏还是第一次听这样的道理，都以为结痂才会好。四哥，你什么时候去偿还？这2天就要去了。甘伟已经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。那我给你装一些药，你带着，一定要按我说的方法养护。
嗨，没那么严重。听草呢？是，听小妹的。二哥，我回来的时候见到林喜梅了，在村口闹呢。她说你什么了？还是三姐和陈大雷的事，我不在意。你不在意，你夫君就不在意了。他再敢说那些事，我撕烂他的嘴。他就是不说，他心里肯定会在意的。经历家道中落，心态会很低落。你们如今是夫妻，要多安慰他才是。我觉得他心态挺好的，处理了二哥和四哥的伤口，给他们说了如何养护。甘草打算回家，这瓶给二哥用，四哥走的时候我再给四哥装一瓶，外伤都可以用。哎，杜氏叫住甘草，你院子边上那么好的2亩地，打算种什么？种菜吧。那么大一块地，种菜你们2个又吃不完，不如种一些油菜。我想种点药草，明年开春了再种点瓜果。我们2个吃不了多少，就种的种类多一些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吃。你可别和女婿这样说，人家要说你都成亲了还想着娘家。没事，他一个人到咱们村，说起来是咱们一家人护着他。这话你可别和别人说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行，赶紧回去吧，回头家里养只狗。啊？甘草想，这和狗有什么关系？你那么大个院子，有没有人要有个响声啊？杜氏觉得以后自己还是多操心点。女人刚出嫁，没有婆婆教导也不行。哦，她刚出家门，就看到苗氏匆忙地跑来。草儿，快来看看你来喜哥。来喜哥做什么了？甘草奇怪。算算时间，李来喜应该好了才对。刚才突然晕倒了。甘草慌忙跟着苗氏走，杜氏一看也跟了过去，担心他女儿在李家吃亏。李来喜脸色苍白，嘴唇青紫，看着十分吓人。甘草一看也是一愣，中毒？但是这样也不像中毒。他慌忙给把脉，随即把李来喜翻过来，按着他的后腰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来喜哥到现在都在吃药。是啊，之前的孙大夫给了很多药，说要一直吃，巩固。是药3分毒，哪有那么多巩固？李伯，我要给他行针，麻烦你把他上衣脱了。甘草也不多说，快速的行针。煮点开水来，替我给他喝水。我儿子这到底是怎么了？肾衰，大量吃药会导致肾衰。来喜哥这样，以后肯定不能干重活，而且什么呀？你直说。不能同房。那我们李家岂不是？李章傻眼。你说我儿子是吃药吃成这样的？是。李章心里内叫一个恨，因为这些药他倾家荡产，结果儿子因为吃药吃成了这样。之后几天我都会来给他行针。那要吃什么药？每天早上2个鸡蛋，吃好一点，不能饮酒，不能劳累。吃好一点？我儿子他就是身体弱，受伤之后要补身体，而不是大量的吃药。吃好喝好，心情好，有助于他恢复。那以后有没有可能？除非有奇迹，身体的变化不是一定的。甘草没有把话说死。李章得到一点安慰，但是李伯，你千万不要给来喜哥乱补，也不要去吃什么偏方，一定要确定身体情况，才能对症下药。好。一家人送甘草出门，李小翠藏在屋门后面，有些惊恐。等甘草离开了，李小翠才从自己的屋子里慌张地跑了出来。你这丫头是怎么了？让你去找甘草，你回来躲在自己屋子里干嘛？娘，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鬼！甘草家的不是人，是鬼。你这丫头胡说什么呢？甘草成亲的时候我们都去了，大活人一个，怎么可能是鬼？真的。
李小翠很确定。娘，你想想，他们是晚上成亲的，新郎一直盖着脸，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。而且爹，你想想，咱们秋水寨什么时候这么多事？就在那个人来之前，就一直出事。你快别瞎说！村里人见他赶车和甘草去镇上，那可是在太阳下面。可是他一直蒙着脸，那脸，他没脸。李章和苗氏对视了一下，好像是这样，而且能把他们女儿吓成这样，可能真的有问题。你们相信我是真的，不信你们去凌家看看。你说草知不知道啊？他是不是被蛊惑了？甘草肯定知道，说不定甘草也有问题，要不然他怎么一成亲就那么漂亮？这样，现在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明天中午去凌家，一定要看看那个凌寒他长个什么样。啊，也好。如果那个凌寒真有问题，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，万一能把他们李家的院子收回来呢？甘草回家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累死我了。凌寒从厨房里出来，你会做饭？我被发现了。你的仇家追来了。楚凌寒看着甘草，觉得他是在假担心。不是，你们村的一个女子。我们村的女子？甘草狐疑地看着凌寒，都这样了还能沾花惹草？来找你的，看到我被吓得尖叫着跑了。李小翠，完了，让他知道了，回头全村人都知道了，给你添麻烦了。麻烦倒是有一个，你得配合一下，我给你整容，然后带着你在村里逛逛，到时候就不会有人相信李小翠了。整容？确切的说是特化。我记得村口有一片西岩花，现在有很多种子，我去采点回来，到时候给你收拾一下。甘草有些好奇凌寒的脸恢复之后会怎么样。楚凌寒点头，同时非常狐疑。甘草晚上就把西岩花的种子调好了，吃过早饭就开始给凌寒做特化。女子都有鹰粉做胭脂，这西岩花种子的粉更白净细腻，你说我做胭脂水粉卖怎么样？甘草说完又低落了，怎么感觉有点不务正业？一直到中午，甘草才画得差不多，自己看得有点呆。他是以凌寒的脸为基础修的，按理说凌寒要是好了，应该是和这个差不多。楚凌寒看甘草发呆的样子，还有什么？没修完。他没想到甘草说的整容竟然和易容差不多。不能修完，之前说你上火起疮，李小翠也看到你吓人的样子，所以要留一块，让他们知道你只是一小块有问题。为什么还戴？若隐若现知道不？朦胧知道不？甘草坚持给戴上。走。只是他还没出家门，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。甘草跑过去开门。奶奶，李伯。草儿，让你夫君出来让大家伙看看，省得他们说三道四。我夫君脸上有疮，不好看。甘草这样说着，心里却松了一口气，幸亏他准备得早。都是庄稼人，脸上长个麻子生个疮都正常，也不用一直不见人。谁说我夫君是庄稼人？我夫君是个读书人。我都看见了，假的是个鬼，他的脸。夜路走多了，总会遇到鬼的。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听到甘草这样说，李小翠的眼神闪烁起来。我女儿能做什么亏心事？你男人要是好好的，你让我们看看怎么了？我不是说了，我男人脸上有疮。草儿，那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你带他出来让人看一眼，省得别人再嚼舌根。好。甘草点头，转身回去叫凌寒。楚凌寒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，跟着甘草出去了。今天太阳很好，
照在楚凌寒的身上，身后是清晰的影子。怎么还等着？苗氏看着凌寒还戴着围帽，甘草踮脚把凌寒的围帽摘下来。你们可不要被吓到，大家可看好了。娘，不是的，我看到的不是这样的。他整个脸，他整个脸。李小翠慌忙辩解：“估计你是看到我夫君脸上的痂被吓到了。再说了，我夫君长什么样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值得你鼓动这么多人跑来看我夫君？”我没有，我……好了，草儿，赶紧把围帽给凌寒戴上，有伤口不能这么晒。甘草这才把围帽给凌寒戴上。现在都知道我孙女婿长什么样了，没人嚼舌根子了吧？最近要忙秋播了，还有心情折腾这事儿。嗨，走了走了。草儿真是好福气啊，找了一个这么俊俏的男人。众人试图用夸赞掩饰之前的尴尬。我们也是为了草好啊，怕他被人骗了。我家草是那么容易被骗的？不是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草儿，别忘了去给你来喜哥扎针。好。甘草点头。长儿把枕巾也准备一下。苗是一个趔趄，之前甘草去了那么多次，没有一次收枕巾的，这是把他给得罪了。好。苗氏应了一声就走。楚凌寒已经转身回家了，他不屑于和一群乡野之人计较，就是心情不好。众人离开，柳氏和甘草一起进了门。他这是生气了？不是吧？读书人都爱面子，更何况他家道中落，心里最为脆弱。如今被人质疑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被人指指点点的，心里肯定不好受。有可能。哎呀，看来李家还是不死心。李家不死心？甘草不解地看着他奶奶。闹这么大的动静，不过是想着凌寒有问题，他们就收回这个宅院。居然有这样的事？不然他找咱们家问问，带着咱们家人来就行了，干嘛拉着村里那么多人来？你以后给村里人看诊，多多少少都要收钱，不然别人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一点甘草刚才也想到了，所以才会那样和杜氏说。我知道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男人得哄，你好好的哄哄他。我知道了。把奶奶送到门口，柳氏又看到他院子边的地。你这地呀，也得收拾一下。你不会种，回头我让你大哥来给你种。不用，自己种。苗氏回家对着女儿一顿训斥。你说你胆小的成啥了啊？那么一块家能把你吓成这样？现在好了，甘草要收枕巾了。李小翠不敢说话了。苗氏反复想了想，看向他男人。哎呀，他会不会和我们算以前的枕巾？李章没有说话，他如今在想另外一件事。他儿子是吃孙文健的药吃成这样的，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。哎呀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一群妇人瞎折腾，你去找个人把孙大夫请过来，就说我们儿子又出问题了。咋了？你就把孙大夫叫来。那我去叫曹儿。回来！那个孙文健把我们家害成了这样，我不能就这样放过他了。可是他是镇上的，回头再……镇上的怎么了？你儿子以后不会有后了。听到这句话，苗氏嚎啕大哭了一阵，然后出去找人了。甘草想，凌寒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从屋里出来。吃饭了。甘草站在门口叫凌寒。楚凌寒这才从房间里出来。今天这事吧，是权宜之计，真的。楚凌寒没搭理他，径直去饭桌那里吃饭。好歹就这一次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
这也是为你证明。我奶奶催我种门口的地，要不你下午把地翻一下，回头我去买点种子，我们种点东西。楚凌寒看着甘草，想让他不要这么过分。就这么定了，我下午把那药草分一下。吃了午饭，甘草收拾厨房，楚凌寒就在外面收拾地了。甘草收拾着姜家的那些药草，突然抽出来一根纤细的草，他激动地叫了起来。楚凌寒以为甘草出了什么事，一个起落就落到甘草身边。你不会以为我出事了吧？楚凌寒就是这样以为的。没事。甘草献宝一样的给凌寒看他拿的药草。这是7叶胡椒莲，有7叶胡椒莲就有可能有9叶胡椒莲。先前我只是觉得这种环境可能会有胡椒莲，没想到真有。而且看样子姜家父子应该不认识胡椒莲，所以才会和别的药草丢在一起。虽然不能为你彻底解毒，但是可以治好你的喉咙。楚凌寒激动，真的？不过这一颗肯定不行，回头我问问他在哪儿采的，多采一点。楚凌寒知道自己的情况麻烦，也不敢奢求很快就会治好。甘草原本打算分拣好这些药就去给李来喜行针，谁知道还没分拣完，于老头跑着来叫他。甘草，李正把孙大夫骗来了，你快去看看。他这么兴奋干嘛？要打起来了，去晚了就没好戏看喽。于老头说完就跑。看戏，果真看热闹才是一切的真谛。李张家门口围了很多人，孙文健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。我告诉你，我要去县衙告你这个庸医害人，我要把你流放3000里。这个时候，甘草挤到了前面，眼看无处可逃的孙文健一眼就看到了甘草。救我！甘草！李波，等一下。甘草有点懵，你刚派人打我，我怎么救你？是我不对，只要你能治好马仙，什么都好说啊。马仙？秋水寨的人面面相觑，那可是秋水寨的大王，出了什么事？那你是承认派马仙打我的了？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贪得无厌，我给钱，你说多少？救人可以，你们先把你们的事情处理一下。李正退钱的事情好说，我退给你10两。孙大夫，现在是钱的事儿吗？孙大夫听到甘草这样说，紧张起来。这个女人让他接连吃亏，总觉得这件事不会那么简单。你身为大夫，竟然让患者吃这么长时间的药，导致患者肾衰，这已经不是医术问题了。你可知道，若不是及时救治，他连命都没了。你这就是谋杀。孙文健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没想到那些药会吃死人呐。你是大夫，你开的药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吗？那也是你们没有及时复诊，耽误了时间。好，看来这事儿只能见官了。神医啊，你得救马仙呐！草儿，快来看看你来喜哥。甘草又给李来喜行针，情况比昨天好了很多。怎么样？吃好点也不要吃的太多了，他如今卧床不容易消化，吃撑了反倒不好。苗氏点头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过一会儿他若是有力气，就可以搀扶着下床走几步。离开李家，甘草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就去找他奶奶。奶奶，该做晚饭了还乱跑？有个事问问奶奶。什么事儿？奶奶知不知道五华镇的马地主？你问他做什么？就是问问。老实说，就是甘草把他们把马仙打了，然后孙大夫来求他治马仙的事大致说了一下。我不是担心再惹到什么事吗？你现在担心惹到什么事儿了？当时也担心，就是有点看不过去。如果那马仙真命在旦夕，我肯定要救的。
总要了解一下。你不要招惹那个马勇。奶奶认识他？不过呀，我多年不接触五华镇的人，你若是想了解那个马勇，吃了晚饭，我们可以去找严大美。甘草觉得他奶奶在回避说这件事。好，那奶奶去我家吃饭吧。你三姐在家做好了，到时候我过去找你。甘草回到家，我看看你的手怎么样。楚凌寒不让甘草看，明知道自己全身都是痂，还让他拔草。那我去做饭。楚凌寒觉得甘草不是真的关心他。吃过晚饭，柳氏带着甘茂过来，让甘茂给甘草看家，他们去五华镇。有马车去五华镇快很多。楚凌寒知道严三尺的住处，直接驾车过去。谁啊？严三尺对有人晚上来拜访也不意外。严姐姐，甘草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甘草和他奶奶进了严三尺家，林寒在外面守着马车。一进门，甘草就闻到一股药味。严姐姐病了？不是，是我家那位又有一个偏方，我们就试试，死马当做活马医。你们大半夜来，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？知道姐姐是爽快人，我就直接问了。姐姐可了解马地主这个人？你问的是哪方面？就为人吧。那我劝你不要招惹他。可我招惹了他家一个叫马仙的。那马仙不会是你打的吧？甘草点头。我知道这事儿的时候还拍手称快，想着总算有人收拾那个活阎王了。知道是你，我可笑不出来。很麻烦。甘草一脸猜测地看着严三尺。今天马仙一出事，马地主就找到孙文健为马仙撑腰。你可知道为什么？一家人撑腰不是正常的吗？一家人？那马仙和马地主也就是都姓马，祖上的的确是一家人。仔细算算，却已经出了5福，算什么一家人？那为什么提到马仙，别人怕的是马地主？之前我不是跟你说，最好不要招惹马地主。严三尺知道是甘草打了马仙，有些话就要和甘草说清楚。这马地主在五华镇上也算是一个善人，表面上为人和善，别人却很怕他。就是因为这个马仙，那个马仙是五华镇的地头蛇，谁若是让马地主不痛快了，马仙肯定把他打得亲娘都不认识。回头马地主会训斥马仙几句，又亲自给被打的人送点东西道歉，别人也不好说什么。可是马仙依旧会打人，而且越来越嚣张。别人也都同情马地主，不好说什么。严姐姐的意思是，马地主和马仙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。你这丫头聪慧，一点就透。这次马仙是为孙文健打的人，你觉得马地主会放过孙文健？为什么？马仙打了人要医治，马地主送去的那些东西肯定不够，就只能卖房卖地的治伤。这些钱呢，就进了孙文健的腰包，而那些地大部分是马地主买了，所以孙文健和马仙的关系也很好。这2年孙文健越来越有钱，开始直接要房要地，也是五华镇的一个小地主了。也就是说，马地主想借此机会吞了孙文健的地。我听说马地主去找孙文健的阵仗很大。那就不怕被别人看出他以前的伪装吗？老虎伪装成了猪，怕别人撕掉他的伪装吗？自然是不怕的。现在有这么大的利益放在他面前，撕下伪装又如何？你也要小心，毕竟是你打的马仙，马地主要对付孙文健，肯定会拉上你。甘草之前真没想到自己能引起一个阴谋。我听说这个马地主还很小的时候，他父亲看上了一个女子，他就有办法让那女子成了寡妇。之后要不是那女子为了银钱闹得太厉害，他可能还会想办法把那女子收到家里，
什么？我也是听人说的。怎么说的？甘草不知道他奶奶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么激动。奶奶，你不要打岔，你继续说。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我给屈老头的儿子说媒，他提的要求极高，我就说这要好多钱。他说钱不是问题，他知道马家一个秘密，到时候马家会给他很多钱。我当他吹牛呢，他就说马勇为了给他爹纳妾，害死了一个男人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后来我也听别人提起过，只是屈老头一直没钱给儿子娶好媳妇儿，我就没把这件事当真。后来当媒婆时间长了，见的人多了，就确定马勇这个人千万不能招惹，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你可知道他们害死的那个人姓什么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个屈老头还活着吗？前段时间听说生病了，不知道活着不。他是老来得子，特别保卫他的儿子。如果他真知道马家有什么把柄，早就拿着威胁马家了。那你能不能带我找找那个屈老头？甘草看着他奶奶的反应，突然觉得马家弄死的那个人，难道……好。严三尺点头。严姐姐，你可知道马仙住在什么地方？甘草突然问。今天孙文健求他救马仙，估计马仙已经很严重了，现在马仙不能死。知道，快带我过去。严三尺带着甘草去马家，看马家的门开着，里面亮着灯，还有不断传出的叫骂声。你们都是一群废物，连个大夫都找不着。我家男人要是死了，你们谁都别想好过。何香云指着一群混混的鼻子骂，其中就有曲晓。哎呦，嫂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五华镇就孙大夫一个大夫，马老爷为了给大哥出气，这把人送官府去了。他知道还有一个女大夫，之前孙文健也派人找过，但是他不想让人找到那个女大夫，万一牵扯到这件事里来，可说不清楚了。毕竟那个女大夫救过他爹。严三尺在门口不走了。我就不和你进去了。他可还活着。甘草走到堂屋，那些人都没发现他。听到有人说话，众人齐齐地看向甘草。何氏警惕地看着甘草，想那死鬼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在外面有别的女人。怎么知道他快死了，想来分点家产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何香云在，你敢来，我就敢把你发卖了。好泼辣的女人！我是大夫，我能救她。他的确是个大夫，我爹就是他治好的。原来是神医啊！快来看看我家男人。他说着还抹了一下泪。这变脸速度，连川剧变脸的都得靠后把，关键感情还很到位。甘草没时间吐槽，赶紧去看马仙。马仙已经奄奄一息，脉搏都是时有时无的。大夫，他今天吐了好多血，该怎么办呀？不要哭。甘草听得头疼。甘草快速的行针，疏通马仙的气血。马仙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就是不知道孙文健用了什么手法让马仙气血冲撞。一套行针，马仙虽然还很虚弱，但是想气血通畅了，人肯定不会有问题。何香云听着马仙的呼吸变得均匀。大夫，他这是好了。我给你开个方子。甘草说完，想到现在没地方抓药，你明天去买个猪肝给他吃就行了。就这？何香云觉得太简单了。我给你开药方，你也没地方抓药。啊，没事儿，神医把药方开出来，我现在派人把孙文健给带回来。好。甘草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严三尺看到甘草平安出来，才松了一口气。那何氏没为难你吧？没有。看来你是把马仙给治好了。他那个人坏的直接，好的干脆，就是脑子不怎么好使。那我们先回去了。
明天再来找严姐姐。好。严三尺点头。我一直以为爷爷是出意外了。那奶奶就确定严姐姐说的那个人是爷爷？我让你不要招惹马勇，是因为当年他小年纪就废了一个人的手，只因他想要的东西被那个人摸了一下。那个时候他多大？15、16，还是6、7？柳氏不太确定年龄，只是觉得当时他应该是那样的年纪。草儿，当年呀，我为了养活你爹，去马家哭闹了很长时间。奶奶不要冲动，我们从长计议。你说，你爷爷会不会怨我？柳氏自责起来。不会的，爷爷也想奶奶会过得好。刚强了这么多年的柳氏听到甘草这样说，眼泪掉了下来。甘草也不知道怎么安慰。他们把奶奶送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回到家里，甘草坐在院子里一言不发。早起，甘草还没吃饭，他奶奶就过来了。你刚起床？昨天睡得晚。别人家的姑娘晚上织一匹布才能睡，早上鸡一叫就得起床。你这幸好没有婆婆，不然啊。我家没养鸡。甘草听着他奶奶的数落，弱弱的反抗了一下。回头养一只大公鸡拴在你床头去。甘草今天不想带林寒去，担心林寒一直不说话，他奶奶会怀疑。林寒也没起。他脸上有痂，我们分开睡的。你们还没圆房啊？圆了，早圆了。你们可得好好的过日子。那肯定了，他那嗓子这几天都说不成话，要不我们今天不带他吧？这件事儿知道的人少一点为好。那他一直不说话，我觉得陪着奶奶挺尴尬的。话少好啊，你不是总说祸从口出？那好。甘草他们到镇上找了严三尺，然后一起去找屈老头。屈老头的院子破旧。屈老头，屈老头！哎，来了！屈晓从里面跑了出来。哎，神医！甘草无语，他们认识？哎，神医忘了，你救过我爹，就昨天，咱们还在马老大家见过呢。是你啊？你们认识？见过。神医对我爹有救命之恩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，我一定鞍前马后，肝脑涂地。那就简单了，屈老头就是他爹。我有事儿问你爹。这是我奶奶。哦，是奶奶啊！快里面请。你有什么要问我爹的，那你尽管问。别人是坟头草3尺高，屈家是家里草3尺高，除了中间一条过人的，两边的荒草无比的茂密。到了家里，甘草算是长见识了，这房顶留着是随时把这父子俩砸死的吧？爹，救你的神医来了。愿意给我儿子说媒了。之前你跟我说你手里有马家的把柄，说马家当年为了得到一户人家的媳妇儿，他把人家给害死了。那人姓什么？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件事？果真是唬我的。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姓甘。柳氏咬牙让自己站稳。你又不在马家做事，你怎么知道？王大年和王大雷知道不知道？你听他们说的，可是他们已经死了。王大年和王大雷是前后脚死的。王大年是过年的晚上去喝酒，结果晕倒在路边被冻死了。至于王大雷，听说是被雷劈死的。你觉得他们两个死的那么简单？你别在这里卖关子，说到底就是没有证据，马家是不会给你钱的。我就怕我有命要没命花，我还想活着抱孙子呢。你真有证据？王大年的半年花天酒地的，长环的酒楼都敢去，你觉得他哪来的银子？屈老头也看向柳氏。
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我没见过你。曲老头狐疑，转疾看向甘草。我们肯定见过。爹，你当然见过了，就是神医救了你啊。不是，你在镇上卖过蚕茧。甘草看向他奶奶，觉得这个曲老头说的是他奶奶。神医啊，不要见怪，我爹他脑子不太好使。对，就是卖蚕茧。曲老头好像在回忆着什么。那个，他说着开始抓狂。那个什么，我看到了什么？甘草死死地盯着曲老头，怎么觉得他好像受过什么重创？爹，放开我！曲晓慌忙按着他爹。哎呀，你们不要问了，我爹有时候他会发狂。甘草拿出银针，一针下去，曲老头就昏死了过去。我爹他这怎么了？甘草在曲老头的头上摸了起来，很快就摸到一处不平的地方。曲老头的后脑受过重创。你爹什么时候受的伤？受伤？我爹没有受过伤啊。应该是小时候。那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？暂时不用担心，不过这个我也无能为力。求神医，一定要救救我爹呀！这倒不会伤害到他性命。那我们先回去。严三尺觉得今天能问出来这么多够了。曲晓犹豫了一下，示意甘草和他去一边。贤大梅和马地主他有仇，他男人杨一丈的腿好像就和马地主有关。我知道了。孙大夫被叫回来没？嫂子派人去叫了，就是人还没回来呢。马大哥他怕嫂子，神医要是和嫂子走得近了一些，之前的事情那都不是事儿了。甘草觉得这个曲晓还挺机灵。你就不觉得这是背叛你大哥？嗨，我们本来就是个混混，这树倒猢狲散的，哪有什么背叛呢？但是我对神医那是感激的。和曲晓说了这个，甘草和严三尺一起出门。听说严姐姐的夫君有腿疾，昨天太晚也没来得及看，今天顺便去看看，算是感谢严姐姐帮忙。曲晓和你说了我和马家的恩怨。她一个混混，也就知道严姐姐丈夫的腿和马地主有关，知道什么恩怨？也不是什么秘密，咱们去我家慢慢的说。行。柳氏一路上像失了魂，有些茫然地跟着他们后面。到了杨家，严三尺给柳氏搬了凳子，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柳氏就那样清冷地坐着，好像太阳也给不了她一点温度。你奶奶没事吧？有些事情她久远了，奶奶可能是想好好想想。你奶奶年轻的时候竟然是一个和你一样的美人。怎么看出来的？岁月不败美人骨，刻在骨子里的涵养是不会被消磨的。严三尺说着，带甘草去看她丈夫。杨一丈生得高大，即便是腿废了，坐在椅子上看着骨架也很大。一丈，这是甘草，就是先前连公子的娘子，这就是我家男人杨一丈。严三尺，杨一丈，连名字都这么有夫妻相。三尺最近总夸你们夫妻俩。甘草是来给你看腿的。我看杨哥的气色不错，腿是完全没有知觉，还是无力？有点知觉，不太明显。那请杨哥躺下，我要给杨哥检查一下。甘草按杨一丈下肢的穴位，杨一丈都有一点反应，看来他的下肢并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我要给你行针，会有些疼。没事。严姐姐，你按着他。甘草还是担心。严三尺点头，过去按着杨一丈。杨一丈觉得多此一举，但是甘草一针下去，他全身都绷直了。要不是严三尺按着，他就直接跳起来了。一套针灸下来，甘草的额头上也是汗珠。怎么样？等杨大哥的疼痛过去，我再检查一下。你休息一下，我出去给草儿他们准备点吃的东西。甘草知道严三尺是想单独问自己一些事情，
就先一步离开了。有希望吗？有，只是这个过程很痛苦。只要有希望就好。这些年他受的苦已经够多了。我需要对他的断骨再续，就是要把他的骨头打断。那他只要严姐姐相信我就行。罢了，这些年什么办法都试了，最差也不过是现在这样。我先给你们做点饭吃。严三尺说着去厨房。我帮严姐姐。甘草跟着过去。虽然他不是一个喜欢八卦的人，但是曲晓说严三尺和马家有恩怨，他真的很好奇是什么恩怨。刚好我和你说说你杨大哥的腿是怎么瘸的。为了给你杨大哥治腿，我们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，地卖了，房子也卖了。我一个女子也做不了别的，就做起了媒人的行当。所以即便是这样，你们都没有证据是马家动的手？没有直接证据。看来这个马勇是擅长玩阴的。是啊。严三尺叹气。每年马勇只要行点善事，给普通百姓发一点米粮，那些人就会对他歌功颂德，却不见马家一年一年把他们的田地都吞了。你家的事你安抚一下你奶奶，既然我们心里都有数，这件事就要从长计议。说到底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，不能让马勇忌惮。若是家里有点权势，马勇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。甘草看着严三尺，听严姐姐这话，马勇在上面有关系。上面收水要靠下面乡绅的支撑，马勇向来积极，而且上面只要换了县太爷，他就去拜会，上面的关系打点得很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就算是去告了，就算有证据，也可能是惹祸上身。你是一个聪慧的，一点就透。甘草不再说了，看来这个马勇的确是个麻烦。午饭还没好，外面就有人敲门。严三尺过去开门。严大姐，听说你认识那神医，那神医住什么地方啊？甘草刚好从厨房出来，看到花枝招展的何氏。神医，孙家的药铺开门了，你去给抓点药。孙大夫回来了。他那个庸医问他做什么？何氏拉着甘草出去，楚凌寒悄无声息地跟了过去。到了孙家药铺，甘草才知道何氏说的孙家药铺开了是什么意思。他们给砸开了。这不对吧？有什么不对？我们也是把门给敲开的。哎呀，不管出什么事儿我担着，先把药给抓了。严姐姐说的没错，这何氏的性子很奇特。他走到药柜那里开始抓药。神医都能治什么病？大部分病。不能生孩子呢？我就直说了吧，我和马仙这么多年没孩子，我们都着急。手伸出来。怎么样？身体很康健，那就要做别的检查。还有生孩子这事要讲究缘法，有时候不是身体的原因，也可能是坏事做多了。真的？哎呦，那我是不是要去多烧烧香，多添一点香油钱，也好消除业障？你们不造业障不就好了？回头我试试。好了，药抓好了，这个我带回去看看。你随便拿。吃了饭我们就回去。好。回村的路上，柳氏一言不发，甘草也不敢问。到了村里，柳氏和甘草招呼一声就回家了。你说奶奶会不会出事？楚凌寒摇头。你摇头是不会还是不知道？算了，咱们先回家。你觉得那个曲老头有问题？何止是问题，他的头受过伤，我怀疑他根本不记得有些事情。楚凌寒恍然。回头我们再去看看那个曲老头。此时马家真好了，眼看是活不过昨天晚上了，一个女神医给治好了。钱大富也很意外。雾华镇什么时候出了个女神医啊？好好去打听打听。是。柳氏回到家一直不说话，甘家人也不敢问。
不知道老太太出去了一趟，怎么回来就成这样了。老四，和我去看看你爷爷。甘锁葬在甘家不远的地方，没几步路就到了。柳氏看着甘锁的墓，心里很复杂。奶奶，给你爷爷磕个头，你一定要金榜题名，最起码有资格讨个公道。爷爷，我一定会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。甘伟磕头。柳氏看着甘伟，把那张100两的银票递给他。这本来就是留给你的，好好读书。这是一位公子给草儿的礼金，草留下来给你读书用。甘伟震惊，这不是3两5两，是100两啊！他小妹就这样留给他了。你好好读书。柳氏没有再多说。黄昏的时候，甘草去给来喜行针。草，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怎么可能？那怎么有人在村子里打听你呀？甘草立马想到了马勇。如果真的是马勇，这也太快了。可能是有人找我看病。甘草猜测。你来喜哥怎么样了？不用每天都针灸，到时候我会过来。好。杜氏点头。等他回到家，正要和凌寒说这件事，结果看到屋里地上有个人被蒙着麻袋捆着。这丫头又在想什么？你仇家？你对，这人在村子里打听你。他一脚踢在麻袋上。叫什么？小的叫郭满。听说你在村子里打听我。我也是奉命行事。郭满如今已经被吓傻了。不就是打听一个人吗？怎么就被麻袋装了呢？关键他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装的。谁让你来的？钱管事。钱管事是谁？是马地主家的管事。早说嘛！甘草解开套在郭满头上的麻袋。郭满看甘草呆了一下。好漂亮的小媳妇啊！楚凌寒一脚踢在郭满的软肋上，疼得郭满又成了虾米。还疼不？说说，你们打听我干嘛？我就负责打听。那你打算回去怎么说？看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脸上写着怎么说吗？那你们想让我怎么说啊？你就如实说嘛，我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人。甘草真替郭满着急，就这样还好意思当狗腿子？最后2个人把郭满送走，附赠了一只麻袋。你怎么想的？万恶淫为首，论心不论迹，论迹则世上无完人。有时候怎么想的没那么重要。大半夜的，林家的大门被拍得震天响。甘草吓得拿了鸡毛掸子出来。甘草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是诚心不想让我李家好过是吗？李章看到楚凌寒，往后退了一步。你让一边去，我找甘草。李正大晚上找我做什么？是不是你把马仙治好了？要不是你把他治好了，现在孙文健那个庸医已经被送到衙门了，都是因为你，这个庸医才会继续害人。李章痛斥甘草。甘草听这逻辑，差点笑了出来。李伯，我是大夫，遇到病人就治病，和别的没关系。要是李伯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那就去衙门告我啊。别天天把衙门挂在嘴边。是李伯说衙门的，先前孙文健已经答应退一些药费，为何要送给衙门？送衙门就送吧，没送成和我救马仙有什么关系啊？那马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为什么要救他？因为他受伤了。你记住，你是秋水寨的人，别给我扯那么多没用的。那什么有用？秋水寨的女子不能抛头露面的行医。我已经出嫁了。那你还住在秋水寨？好。这让李章更无话可说，一甩袖子转身走了。李伯慢点，天黑河边不好走。
甘草这话多少带着讽刺。李章走得更快，他很生气。楚凌寒把大门关上，扭头看着甘草。看我干什么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甘草说完，转身就回屋睡觉。今天甘草竟然破天荒地早起了，在院子里打起了太极。楚凌寒在一边看了许久。你会武功？强身健体的。但是楚凌寒却觉得甘草练的功夫不一般。吃了早饭，甘草去镇上找曲晓。曲晓不在家，甘草就在镇上晃悠着找他。曲晓，神医！曲晓狗腿一样跑了过来。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怎么了？我刚知道郭满那家伙去打听你了。你们认识？在五华镇就没有我不认识的混混。哦，你爹是不是不记得小时候的事？我不知道，我爹也没提过呀。那你就没爷爷？甘草奇怪。我爹是一个混混，30多了才捡了我娘生了我。曲晓解释。那你闲着没事就随便问问你爹他小时候的事，看看他都记得多大之后的事。这为什么呀？是不是和我爹的病有关呢？和你爹头上的伤有关。甘草凝重地说。好，那你去忙吧。我不忙，神医要做什么我可以帮忙啊。甘草看了一眼厚颜无耻的曲晓。马仙怎么样了？在家吃猪肝呢。这个回答让甘草不知道怎么接。神医要找马哥呀。曲晓已经做好了带路的准备。部长，你不要跟着我。哎，好。曲晓立马站在那里不跟了。就在他准备回去的时候，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卖身的女子。围着的人都在打趣嘲讽，却都没有要买的意思。哎，我说唐枣，你卖什么身呢？跟着马地主什么都有啊。马地主是个大善人，肯定不会亏待你们妇女的。你也天天去马家，熟门熟路的，何必在这里丢人现眼啊？这些话越说越离谱。甘草听出了个大概。这个女子叫唐枣，是马地主账房的女儿，爹生病了，现在卖身给他爹看病。又是马家，这马家可真有意思。想到这里，甘草径直走了过去。就知道他又要管闲事了。多少钱？我爹治病需要多少钱，我就卖身多少钱。那不是无底洞吗？对呀，吃了马家，那就能填了这个无底洞了。五华镇谁还能填得了这个无底洞啊？我劝这位小娘子还是换个人买吧。唐枣低头，他只有这么一次机会，以后就要彻底离开他爹了，自然要让他爹好起来。要是我治好你爹呢？唐枣更加意外。你会做饭吗？唐枣点头。种地呢？唐枣点头。洗衣、做饭、种地、织布，我都会。你真的能治好我爹？我要看看才能确定。甘草没有直接答应。好。你站住！我让你买了吗？我。甘草看向林寒。神医。何氏不确定地叫了一声，快速地跑了过来。哎呀，神医来镇上怎么不去我家坐坐呀？大嫂，宋长丽看到何氏，就像耗子见了猫。你们在这干嘛？怎么，你们马哥躺2天，这五华镇就是你们的了？不是，不是。滚！何氏懒得和他们多说。哎，神医，去我家坐坐。马夫人以后叫我甘草就好。好，甘神医。甘草无语了。唐枣怎么也在这儿？我和唐枣去看他父亲。甘草给唐枣解围。那甘神医先去我家看看我家马仙。甘草想了一下。行。马仙现在看到甘草就心里犯怵。这柔柔弱弱的小娘子，打他们的时候还笑着，这样的人最可怕。也不用把竹竿当饭吃。哎呀，
我不是想还能恢复得快点儿。身体恢复都是有循序渐进的，哪有一朝一夕？甘草给马仙把脉。你紧张什么？我马仙也想不紧张。瞧你那样，甘神医随便看。是随便看也没什么好看的，看他的气色已无大碍，好好休息就好了。不过要是再出去遇到谁，那就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了。是。汤早，我们走。甘神医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不如你在我家吃了饭再去忙。不了，病人的时间耽误不起。没事儿，要不我让人把那个唐账房给带过来。甘草听何氏这话，是不想让他走了。你到底有什么事？就是那个，生孩子的事儿。你身体没事，生孩子这事儿不能急。甘草上次就和何氏说过了，没想到何氏还惦记着。哎呦，我怎么可能不急啊？甘草无奈，只好给何氏开了一个食补方子。这些东西入粥，每天早上1顿。那要吃多长时间？先吃2个月。甘草敷衍了一下。好。打发了何氏，甘草和唐早去找他爹。我家的宅院已经卖了，只好先在这里落脚。甘草走进昏暗的房间，看到唐全躺在里面的床上。爹，我找了大夫来给你看病了。这样有半年以上。是，我爹这样7、8个月了，一开始没这么严重，现在越来越严重。甘草想，可不是越来越严重。住在这样的地方，吃不好睡不好的，不严重才有问题。我爹这样多长时间能治好？病应该不严重，就是拖延的时间太长，身体损耗严重，想养回去需要的时间比较长。真的？你让一下。甘草扶着唐全侧身，迅速击打了他胸前几个穴位，然后在他后背上一拍，唐全立马吐出几口粘稠脏污的痰。是不是好多了？多谢神医。那就下床走吧，我治好你，你女儿就卖身给我。如今你已经好多了，需要吃几天药，我也没时间跑来看你，就让你女儿带着你先去我家住几天。爹，只要你能好好的，我没关系。什么叫没关系？早知道你这样做，我还不如死了。不要动辄就生了死了，我又不会把他怎么样。再说你们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他暂时跟着我，对他来说是好事。甘神医说的对，刚好爹也跟着我过去看看，我一定能过得好好的。不行，唐全做不出这种卖女儿的事。你们商量。甘草说完就离开房间。他出了院子，坐在一边的木头上，表情凝重。怎么？他现在的身体情况应该是中毒引起的。楚凌寒意外。中毒？两个人都在想这件事。过了一会儿，唐早扶着唐全出来。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走吧。你们就住在这边。是。一会儿你的前面，我告诉你家里的东西都在什么地方，以后你就负责烧水、做饭和打扫。是。吩咐完唐早，甘草去前面给唐全配药。药草还没配完，甘烟就从外面跑了进来。小姑姑，小姑姑，怎么了？原来的二婶带了好多人来，有个人晕倒了，祖奶奶让你赶紧回去。甘草想，这灵事还没完了。凌寒，我出去一下。他打了一个招呼，就带着甘烟回家。唐早听到动静也出来了，看到甘草出去，他又回到侧院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好像是夫人的侄女来了。看来这凌家也是单薄的，回头你给人家说一下马家的事，万一回头遇到了，也好有个准备。甘草到甘家的时候，外面围了好多人，有个人躺在地上，已经不省人事。哎，来了来了！有人看到甘草来了，叫了起来。晕倒的人年纪也不大，甘草检查了一下，开始行针。
人没事吧？都晕倒了，怎么能说没事？锅巴的表情干干的。你们来我家找事，也带点年轻力壮的来，带这么一个羸弱的，是来我们家碰瓷的？怎么能说是找事？我们也是想着你们两家能好好的。林氏现在也知道错了。知道错有什么用？知道错了继续犯错，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？得知错能改。是。草儿，过来。奶奶，这救人多少钱呐？甘草恍然，1两。你救义庄的人，别指望我们甘家能出这钱。这，我孙女这医术，孙文健都得跪下求他救人，1两，便是便宜你们了。先救人，钱的事好说。哎，醒了，哎，醒了！哎，他虽然醒了，但是心脏先天不足，以后不可动气，不可做重活。今天这事是我们旧义庄对不住了，我们这就走。给钱。我们也没带钱。写欠条。是你们村里正说，以后你们家的事儿他不管了。看着旧义庄的人离开，甘草奇怪地看了看左右。奶奶，怎么不见林喜梅？追着去找你二哥了。二哥不会又耳根子软了吧？他敢耳根子软，我把他耳朵给割了。这李章也太过分了，竟然这样对我们甘家。我知道原因。甘草把他把马仙治好引得李章生气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你是个大夫，治病救人是应该的。他可能找不到我的把柄，就找咱们家的不自在。这事儿啊，你不用操心，我来处理。好，我今天救了一个女子，她自愿卖身到我家。我想那院子那么大，我一个人打理不过来，就留她在家里。那人怎么样？若是一个钻营的，你这岂不是引狼入室？我有她生气，是死气。若是她真有别的心思，我也不会心慈手软。你们独一户住在村口，若是家里没人，的确是不方便，留个人也是好的。他叫唐早，奶奶下次去就见到了。好。这边没事，甘草打算回家，刚好他二哥和四哥一起回来。二哥，四哥。瞧，小妹回来了。我和奶奶说了，明天就回书院了。明天什么时候？我让林寒赶车送你去镇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明天早一点，我到镇上看有没有商队们，可以做个伴儿。刚秋收完，路上的劫匪多。劫匪？不过大多收点过路费那就好了。好，那我给四哥多准备点貂油。哎呀，不用那么多，我这都好的差不多了。平时也能用，等天冷了可以用来擦手擦脸，保证四哥白白嫩嫩的。嘿，瞎说，我这一个男子，笑什么白白嫩嫩的？可以防治皲裂。那你是要备点擦擦。聊了一会儿，甘草回家，柳氏把甘草送到门口。买砖瓦的事儿，你和杨秋生说了吗？说了。怎么了？那就好。我想着这几天过去了，他也没个声响。可能是秋波耽误时间，这次的房子我们好好盖，也不着急。那就好。要不我催催？不用，只要你给他说了，他肯定会紧着办的。等他回家的时候，看到唐早在喂马。夫人，饭菜已经做好了。夫人？甘草听到这个称呼，笑了一下。那回来吃饭。唐早做事仔细，把他们的饭菜摆好，就站在一边。没你和你爹的碗。奴婢不能和夫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。甘草正要说无所谓，结果看林寒看向他。那你和你爹也吃饭吧，我们这边吃完了，你收拾就好。是。你家也是这规矩？楚林寒不想和甘草说这个，不知道他又要怎么想了。这次是真直。啊，对了，明天我四哥就要去书院了，我们早点起床送他去镇上。楚林寒点头。我想给四哥10两银子，我知道家里银子不多，
但是4个在外面用到银子的地方多，我可以再赚。家里的银子都是你的，你可以随便用。那我也该和你商量一下。楚林还想说不用，结果写道：好。甘草这才开心的吃饭。吃过饭，唐早收拾厨房。如今刚秋收，家里要不要囤一些粮食？他发现除了厨房有吃的，别的地方并没有放粮食。行，你看囤多少，到时候买回来就好。好，夫人，要不要把一个院子收拾出来放药材，到时让人做一些架子？我还打算炮制药材，你看怎么合适，也给我说一下。炮制药材，奴婢……你不用自称奴婢，我这里没有那些规矩。是。那炮制药材都需要什么？需要……甘草想了起来。药材的炮制有很多方法，炒、制、炖、煨、铲、煮、蒸、制霜、发酵、发芽、水飞等。若不是需要的药材多，能买的地方少，甘草也不想亲自做这些。你就准备2口水缸、木桶、灶台、蒸笼、大铁锅、大砂锅、晾晒的簸箕这些。是。原本昨天就要去江家的，遇到唐早父母给耽误了。他们的马车比较快，上午的时候就到了江家。神医，你娘怎么样了？我娘已经都能站起来了。可按照我说的，你们一家都有喝汤药。一切都是按照神医的叮嘱做的。江良带着他们到院子里。是神医吗？我今天是想问问，这个药草哪儿有？这个……姜温仔细看了看，垂角兰就在后山。神医要是要，就让我儿子现在去采。有很多。甘草的眼睛亮了。如果有很多7叶胡角莲，那就有可能出现9叶胡角莲。要说很多，还是秋水寨后面的黑龙山里多。不过药铺不收这个，我们就没采过。你说秋水寨后面的黑龙山里多？是，只是有垂角兰的地方毒物也多，我们一般不去。那你去过黑龙山长胡角莲的地方吗？去过几次，那里是深山，去的时候要带干粮。只是我现在这样根本去不了。无妨，等你好了再说。甘草并不着急这件事。就算是找到了9叶胡角莲，也要在夏天开花的时候采摘，这个时候找到了也没用。那就麻烦你先给我采一些这个垂角兰。好。甘草跟着姜良一起去采7叶胡角莲。姜温说后山，但是没说他们家后山的山都是后山。3个人到黄昏的时候才回来，不过收获满满。等他们到家，门口围着很多人。是甘神医吗？你可算回来了，我都等了你1天。甘神医，快给我看看吧，我这眼睛都睁不开了。甘神医，甘草无语了，他的名声怎么突然之间这么响亮了？楚林寒护着甘草先回家，看到院子里着急的唐早。夫人，你们可回来了。今天外面来了好多人找夫人看病，我看几个是镇上的，好像是来者不善。来者不善？唐早犹豫了一下。原本想晚点和夫人说的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找来了。你有事瞒着我？和马地主有关？我父亲说马地主那个人睚眦必报，夫人这样帮我，可能会为自己招来祸事。那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父亲一开始并不是生病，而是中毒。什么？唐早震惊。现在听你这样说，你觉得你父亲会病得这么巧吗？那日夫人在一边看了许久，应该是知道我的处境，又诊断出我父亲一开始是中毒，为何还要留下我？我要做的事只是我想做。一边的楚林寒听到甘草这样说，眼眸转了一下看着他。好了，
晚饭好了没？我都饿了。已经好了，我去给热一下。对了，你去告诉外面的人，就说咱们村李正不让我行医，让他们都回去吧。刚才从那群人身边走过的时候，他已经看得七七八八，而且一个个中气十足，也没什么病气，估计真是来找茬的。是，唐早去说了，早点睡，我们明天一早去镇上。你怕？去买药。如果没有你，我是挺怕的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第一件事肯定是给自己找一个保镖。楚林寒觉得自己成了保镖。早点睡，我看你这2天疼药也少了，你现在的情况不用忍着。甘草说完就走。楚林寒的心情有些复杂，如果甘草真把他治好了，他要不要告诉甘草真相？第2天，甘草起床打拳。如今有了糖枣，可以让糖枣多烧点热水。收拾好之后，甘草和林寒一起去镇上。谁呀？什么意思？哦，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我知道自己医术不行，打算把药铺给关了。你知道了？什么？你不想想，为什么你那么快就被送往衙门？你好歹是五华镇唯一一个大夫。孙文健坏事做多了，以为被人嫉恨，还真没想过这些。这其中，你想不明白就算了，我来买药。我这里的药，神医随便挑。你这里没有银铃藤？那东西少见，我这里用不到。都是假的。假的？不可能啊！我这是实实在在花钱从长环的玉华堂买的。玉华堂很有名。甘草不解。要是说玉华堂有假药，那整个长环就没有真药了。这药可不便宜，你买这个药做什么？吃的。那我帮神医买。你送给我的。甘草一脸不信地看着孙文健。这药实在贵，我刚好要去买药。你不是不开药铺了吗？我药铺不开，神医去哪儿买药不是啊？孙文健才不舍得把药铺给关了，这可是他的摇钱树。你认识真假吗？孙文健看甘草丢在柜台上的药。那也不能你说真的就是真的，你说假就是假呀。甘草瞪了孙文健一眼，孙文健立马讪笑着不说话。他带着林寒就离开。楚林寒看甘草站在路边不说话，在想什么？早知道我们也去偿还，就跟4个一块儿去了。楚林寒犹豫了，他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去偿还。那些人对他下的是死手，定然是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甘草正这样想着，曲晓突然鬼鬼祟祟走到甘草一边，示意甘草和他走。哎，神医是不是把糖枣给带走了？你怎么知道？神医这是要和马地主作对了。你也知道马地主想收了糖枣的事儿。马地主50多了，只有一个女儿，这几年没少收女子到院子里，就是想再要一个儿子。这件事都是你情我愿的，也没有人说什么呀。什么叫你情我愿？唐泉根本就不是生病，而是中毒。曲晓愣住了。他中的毒不会要了他的性命，但是拖垮了他的身体，导致外邪入侵，才成了痨病。曲晓自然相信甘草，他又不傻。马地主若真是大善人，怎么可能用他们这些混混？你到底有什么事？我听说宋长丽找了几个赖皮去找神医看病，神医千万不要搭理那些人啊，他们就是找事儿的，不管神医给他们看的怎么样都没有用。甘草觉得这个曲晓倒是有点良心。你告诉我这些，就不怕马地主找你的事？所以我偷偷告诉你啊。你爹的情况呢？我问了，我爹完全不记得10岁之前的事儿了，我让他想他就头疼。你也不用问得急，就有事没事提提。那我爹真的没事吧？性命无忧。甘草很确定。神医，先找一个地方避避风头，那些人不好对付，却不会一直折腾的。行，你去忙吧。曲晓确定周围没人，这才离开。
甘草倒也没有避避风头的打算，就是在想要不要去偿还买药。不要怕。甘草感觉到林寒写的字，笑了起来。我不是怕，你说我们要不要立马去偿还买药？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走。我去和严姐姐说一下，让她有时间去咱们家一趟，安排一下堂嫂父女。他们去了一趟严家，又去买了一些吃的，然后直接上路了。晚上没有走到住宿的地方，两个人就在野外过夜。你先去睡吧，你要赶车，我白天在马车里眯一会儿就好。楚凌寒看着甘草，怎么觉得她一点都不害怕？一个女子晚上在外面过夜，不应该很害怕吗？怎么？不困。白天都没停下，怎么可能不困？你有身孕。甘草无语，他觉得凌寒比他还关心自己有身孕这件事。早睡。那我睡一会儿，你到时候叫我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一个女子的呼救声从远处传来。没过多久，一个女子跑到他们这里。救救我！有人要追杀我！而追他的人已经过来了，竟然是两个乞丐。那两个乞丐看到甘草和楚凌寒，相互看了看，转身离开。多谢两位。甘草和楚凌寒都狐疑地看着莫幽，把莫幽看得有些不自在。如果两位能把我送到南云州，我定重谢。甘草压根没听说过这个地方，转疾看着凌寒。很远。莫幽好奇地看着楚凌寒在甘草手心写字，甘草看向莫幽。其实你怕的不是那两个乞丐吧？那两个乞丐一看就是普通的乞丐，不然也不会看到他们就离开。我一个弱女子。你可不弱，你只是气血被人封了，浑身无力而已。你是习武之人，武功还不低。说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那你是什么人？我叫甘草，是一个大夫。我叫莫幽，是南云州莫家的小姐，因为贪玩和家人走散了。你撒谎！你怎么知道我撒谎？脉搏比你更了解自己，我可以解开你被封的气血。真的？但是我不能惹祸上身。甘草的意思是让莫幽把自己身份说清楚。好吧，我是浮云山莫家的人，想出来闯荡江湖，结果遇到高手被点了穴。你强行充血了？那你幸好遇到了我，不然你就会气血淤阻而死。没那么严重吧？没那么严重。甘草轻轻地按了一下莫幽的一个穴位。莫幽疼得吸了一口冷气，一直在一边一言不发的楚凌寒这个时候走了过来。你和他有仇？楚凌寒冲甘草摇头。这把甘草整不会了，这到底是有仇还是没仇？你真能救我？你等一下。甘草拉着凌寒就去一边。怎么回事？你认识他？我能不能救他？救。那你刚才……我的仇人在偿还。既然甘草一直认为他被仇杀，这样说也没问题。我想起来了，从决定去偿还开始你就怪怪的，是不是你知道你的仇人在哪里？楚凌寒之前是猜测，现在是确定。去。我知道了。就算他的仇人在偿还，凌寒的毒还得解，只是到时候谨慎一些。莫幽不知道他们商量什么，不过看甘草过来的时候很平静，就放心了。我现在问你行针，你忍着点。莫幽点头。楚凌寒去一边把风，甘草开始给莫幽行针。大概2刻钟过去，甘草把银针收了起来。感觉一下怎么样？莫幽起身活动了一下，好像好了。他说着一跃到马车的车顶。你给我下来。莫幽一笑，从车顶上跳了下来。你还真是厉害啊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整金100两。
江湖儿女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。你没钱？我家有钱啊，但是我不是被人抓了吗？钱都没了。甘草不想搭理他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家住哪儿？回头我给你送去。打住！甘草才不想和这些人有什么牵扯。你赶紧走，万一追杀你的人找到你，连我一起剁了。我这次啊，肯定不会再被抓住了。那我们江湖再见。他说完就跑。一夜无话，早起两个人又开始赶路。长环有城墙，城门口有官兵检查进进出出的人。四哥只比我们早出发一天，我们有马车，路上也没追上四哥。进城之后，可以去书院看看。甘草也这样想的。两位也没带路引啊？茶肆老板看他们两个人看着城门。路引？甘草意外地看着茶肆老板。衙门说最近秋收，盗匪肆虐，凡是外面进城的人都要有路引。好多人到了城门口啊，只能回去。啊？甘草想，他们岂不是白来了？不过两位也不要太担心，若是在城里认识人，可以让城里的人作保，然后带到城里。我这里啊，可以帮两位搭线。他说着做了一个数钱的动作。甘草无语，这样也可以？果真是近水楼台，赚钱这么容易。他正要详细询问，被楚凌寒拦了一下。甘草不知道楚凌寒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也没继续问。茶肆老板也识趣地退下了。我就是问问他，能不能进城找一下四哥。他们会严查进城看病的人，况且会牵扯到四哥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先看看。长环外面有客栈，价格也比城里的便宜。原本这里还有集市，但是最近全部给取消了。两个人住客栈的时候，客栈老板也详细地盘问了他们的住处，还有来长环做什么。这个两个人已经合计过了。把凌寒送到房间里，甘草打算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刚才上来的时候你戴着围帽，估计会有人来查看，我去看看能不能买点什么给你易容。楚凌寒有些担心。你放心，这里查得这么严格，不会出事。虽然这城外不是很热闹，却也算繁华。甘草出去买了一些东西和吃的，慢悠悠地回来。楚凌寒看他手里拿的马毛，想甘草不会是把马尾巴给剪了吧？你过来。在甘草的一番捣鼓之下，凌寒看着像一个头发有些花白的老头。你注意点动作和眼神，习武之人会看体型，只要你自己注意点。现在没人能认出你。楚凌寒点头，他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还有，甘草说着，把一根银针刺入楚凌寒的身体。习武之人的脉搏和常人不同，现在即便有人通过脉搏试探你，也不会有事。对了，你躺下，我封了你的穴，你体内的毒就不好压制，我先给你用点药。楚凌寒乖乖地躺下，他觉得甘草想的比他还周到。甘草刚把楚凌寒的腰带给解开，房门被人一脚踢开了。干嘛啊？潘傲海打量了一下甘草。老头，你叫什么？我家男人天生哑巴，你想干嘛？我告诉你，这里可是长环，有县太爷的，小心我去县太爷那里告你。潘傲海蔑视了一下甘草，心想这是哪来的泼妇。他叫什么？杜亮，声音响亮的亮。哦。潘傲海实在看不出这个人和他要找的人有什么联系。他得了什么病啊？先天性肌肤石化症。没听过。哎，可找大夫瞧过了？也不是一直这样，就是春秋的时候容易出现，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。是吗？刚好我是大夫，可以帮他看看。潘傲海说着，已经一个横移过来，握着楚凌寒的手腕。你……甘草一副被吓傻的样子。其实他也是真被吓到了。查看了许久，他确定这个人不会武功，而且也没有中毒迹象，这才松开了楚凌寒。
我要去县太爷那里告你。潘傲海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径直走了。你这仇家也太厉害了。因为被彻底盘查过，甘草再去找人介绍进城十分顺利，花了100大钱，2个人就进城了。到了一个叫贤雅阁的胭脂铺子门口，他站了许久。想要？我去看看生意怎么样。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，一群人冲到贤雅阁里，叫你们老板出来！江聪怒道：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想来我们贤雅阁闹事不成？我们家小姐用了你家的玉颜膏，脸都烂了。你说什么事？怎么可能？偿还谁不知道我们家的玉颜膏好？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就砸了你们贤雅阁。我们袁家可不是你们随便能够得罪的。客官别生气，我们贤雅阁在偿还是老字号，但是每个女子的肌肤不同，回头我去看看，保证袁小姐的脸没事儿。当真？自然是真的。哎呦，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得罪袁家呀。那你现在随我去。我得准备点东西，马上就过去。你最好老实一点。肯定，肯定。要真是我们贤雅阁出的问题，我们肯定会负责。江聪这才带人离开，甘草却站在原地没走。他突然想到怎么弄到那3味药材了。走，我们去后门。贾氏让人把门关了，自己快速的去后院。赶紧收拾东西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你做的玉颜膏让袁家小姐的脸烂了，如今袁家已经找上门了，你赶紧收拾东西离开偿还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不可能，我的玉颜膏不会有问题的。不管有没有问题，现在袁家人找上来了，你先出去避避风头，我先应付一下。不行，我得去袁家看看。你看什么看？我们普通人家怎么可能和袁家对抗？你是毕家独苗，你要是有个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向你爹交代啊？哎，赶紧走！我不走，我走了，娘怎么办呢？我一把老骨头能怎么办？你走的。他说着，看到甘草在门口笑盈盈地看着他。贾氏看到楚凌寒戴的围帽，就认出了甘草。2位这是来了帮你们的。我们毕家不需要帮忙。女子的脸毁了，那就……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说了，我是来帮你的，我可以治好袁小姐的脸。那你要什么？要钱。哼，你是大夫。你最近是不是睡眠不好，时常会偏头痛？你真的是大夫？自然是真的，不如我们进去慢慢聊。把你们的玉颜膏拿出来我看一下。我们家的玉颜膏？不要给我说你们家的玉颜膏没问题，如今有客人用出了问题，我们就要先看看玉颜膏。甘草打断贾氏的话。贾氏示意了一下碧恒，让碧恒去拿玉颜膏。大夫是本地人吧？不知道大夫怎么称呼啊？我夫家姓林，林家甘氏。甘大夫确定能治好袁小姐的脸？哎，我做的养颜膏在这里。这养颜膏我做了很长时间了，一直都没事啊。你说你做了很长时间了，那就是说偿还有很多女子都在用？倒也不是，之前做的没有美白之效，这是我特意加了一下美白的药草，效果甚好。那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养肌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这养颜膏里用的药草的确会让人肌肤变白，但是同样会让很大一部分人肌肤溃烂。啊？那这养颜膏我们卖的不少啊。老板不用着急，我给老板写个方子，老板去准备。回头我做一批修复膏出来，只要不继续用这养颜膏，再用修复膏，不会出问题。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袁小姐那边我可以替老板去，最起码可以先稳住袁家。好，那甘大夫要收多少银子？5两。好，那就劳烦甘大夫。甘草留了方子，贾氏让他儿子去买药，
然后带着甘草去袁家。袁小姐这次回来是守孝，自己一个人住在别院，脸出事的事还没告诉别人。贾氏带着甘草来的时候，被人从后院带了进去。这袁小姐是京城的大人物，一会儿见了要行礼。甘草想，这个有点麻烦，难不成还要给磕个头？他正这样想着，带他们进来的门房突然站住，看到前面的人慌忙低头，竟然是在城外盘问他们的那个人。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去？要是不能过去，我们就走了。是你主动来的，现在怎么又要走？不让你们过去是为了你们好，没看到管事对他毕恭毕敬的，肯定是个大人物。门房嫌弃地看了他们一眼。是，知道了，我们等一会儿就是。那边潘傲海已经看过袁威，认为没有什么大碍，只要脸上的伤好了就行。小姐，贤雅阁的老板来了，让他进来。袁威蒙着脸恼怒地说。阿彩示意他们进来。见过袁小姐，这是甘大夫特意为袁小姐找来的。这么年轻的女子会看什么？他说着抬手想按自己的脸。不要抓！甘草慌忙制止。现在方便看你的脸吗？袁威为难。除了甘大夫，你们都出去。等别人离开，阿彩关了屋门，袁威这才解开蒙面。看到袁威的脸，甘草也吸了一口冷气。你是不是吃别的药了？是一个美白的方子，我已经吃了很久了。袁威肌肤偏黑，一直都有些自卑。后来因为婚事，他更自卑，所以才执着于变白。我能不能看一下那个方子？阿彩为难。袁威看向阿彩，点了点头，阿彩才去取。我这脸会不会留下疤？只要小心一点，不会留下疤。其实你本来的肌肤就很好，不用追求变白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那要先知道什么是美。天下皆知美为美，似恶意。肌肤本来就以细腻光泽为盛，不要一味的追求白。这个时候，阿彩把方子拿来。这是个秘方，一般不外传。这方子有问题。袁威看甘草的反应，这方子倒真可以美白，但是损子嗣。我看一下，你用的时间短，没什么大碍，只要停一段时间就好。说用的时间长呢？若是用的时间太长，就不会有子嗣。可有办法？你认识有人用这个方子时间很长？袁威犹豫着点头。这个不好说，最起码先把药给停了，好好锻炼身体。那要不要吃什么药？袁威慌忙问。身体没有大碍，不要想着总吃药，好好锻炼，注意休息，保持心情愉悦，身体本来就可以自己修复。袁威不太确定的点头。那我先给袁小姐开个方子，只是这药煎着有要求，我要亲自煎。那就有劳甘大夫。大夫这边请。阿彩这一次对甘草十分恭敬。这段时间林寒用的都是繁体字，大部分繁体字甘草都习惯了，写完又让袁威念了一下，确定自己写的字别人能看清楚。去抓药吧。阿彩拿了方子出去。甘大夫这么年轻，医术竟然这么厉害。只是刚好擅长这类病，以前也没有听说长环有这么一个厉害的女大夫。我是到处游玩。悬壶济世？没那么高尚。女子行医本就不易，只是遇到女子有疾，断不会袖手旁观。女子的确不易。那边袁家派人去抓药，药方刚到玉华堂，掌柜就拿到潘傲海那边。这药方是袁家送来的。潘傲海仔细看了看，的确对他有用。那这银鳞藤，给他。是。谢志谷行礼退下。如今有4种药，只要有人买，不管是出现在药方里还是单独买，都要禀报这个潘先生。潘傲海的眼眸紧缩。
若非那个人在长环出现过，他真以为那个人死了。那个人不死，他们不知道要死多少人。袁威的药很快就抓回来了，阿彩带着甘草去煎药，袁威立马给京城写信。没人说过这药竟然有伤子嗣，若真是这样，这个甘大夫对他们袁家就是大恩。甘草看阿彩离开，立马把药里的银铃藤给挑了出来，剩下的药草比例也变了。其实袁威的情况并不严重，但是用银铃藤再正常不过，所以即便是大夫看过，也不会觉得这药方有什么问题。这个时候楚凌寒过来，把这个收起来。药还有用吗？放心好了，保证药到病除。很快药草煎好，甘草又把之前拿出来的一些药草给混到药渣里，这才把药端了过去。不苦，不是所有的药草都是苦的。喝过之后你好好睡一觉，若是还痒就让人去毕家找我。你住毕家，我和你投缘，不如你住在我这儿，也好陪我说说话。小姐一个人独居，我带着夫君不好借宿。你夫君他皮肤有疾，春秋最盛，不好见风。那我就不强留了。只是甘大夫可有常用的调理女子身体的方子？还因为那个美白的方子问题？袁威点头。这样，我给你留3个方子，对应的情况也给你写清楚，到时候你们找信得过的大夫看一下。那就太感谢了。袁威站起来行礼。后面的楚凌寒眼眸低转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甘草写了方子才离开，两个人晃悠着去毕家。哎，甘草突然激动了，快看，长环书院。楚凌寒不知道甘草为什么看到一个书院就这么激动，也不知道四哥在不在。很快他四哥就从书院里出来，只是出门的时候一个趔趄，后面一群人哄笑起来。甘伟刚从你家住院爬出来，走路都不稳了。甘伟看了他们一眼，转身就要离开，那边有人拦住了他。夫子让我抄多少你也听到了，抄好了，要是有一点问题就小心点。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甘草已经跑了过去，拎着谢维奇的香笼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小妹，我告诉你们，敢欺负我哥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袁兄，袁兄。谢维奇看向一边的袁金胜，好大的胆子呀，敢在长魂书院门口打人。你说错了，我不是打人，我是教训教训他们。好大的口气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书院啊，就是因为书院我才应该教训你们。你们读的圣贤书，圣贤书可教你们欺凌弱小，狗眼看人低，你们简直有辱圣贤。我怎么了？我就是女子，也知道大道为公，也知道读书之人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生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你们呢？有脸说自己是读书之人吗？欺凌同窗，乌烟瘴气，若入仕途，是朝廷之败坏，是百姓之灾难。袁金胜没想到这个小妇人竟然如此牙尖嘴利。怎么，想用身份压我？讲道理讲不过就开始仗势欺人？我告诉你，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你觉得你尊贵？那我问你，你怕死吗？袁金胜被堵得脸都憋红了，之后的话生生的憋了回去。你们敢报复就试试，我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报复。李夫子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夫子，何人在我长环书院门口闹事？夫子无目否？甘草很认真地看着李夫子。不瞒你说，我学过一点医术，目盲、目斜、目赤之类的眼疾都可以看个1、2。你？李夫子指着甘草。夫子见谅，小妹没有上过学堂。我没有上过学堂，也知道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。看来夫子不怎么了解自己的学生啊。
都不知道自己的学生是什么德行。甘伟，你来说说是怎么回事？谢维奇让学生为他抄写罚抄的文章，还出言羞辱，舍妹实在是看不过，这才出手了。真有这样的事？夫子，甘伟本就不好好读书，每天抄书赚钱。你们书院可有规定，学子不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。倒是有些人当着蛀虫还看不起自食其力的人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夫子，学生并未违反书院规定。读书应以学业为重。夫子，一个读书人从读书的第一天起就要明白为什么读书。若读书只是读书，不学以致用，那读书有什么意义？李夫子内心咆哮：这是谁家的小妇人？看男人都不管管吗？夫子也是这样认为的吧？是。李夫子甩袖走人。甘草想，这书院也不怎么样，转疾看向袁金胜：你姓袁，袁威是你什么人？你是何人呢？敢直呼我堂姐的名讳？哦，她是你堂姐，我是她朋友。既然你是她堂弟，回头我跟她说一下，都是自己人，别闹得不开心。袁金胜听到甘草这样说，眼珠转得飞快。不如我带你去袁小姐那里坐坐，咱们把话说清楚了。既然是堂姐的朋友，那就是我袁家的座上宾了，方才怠慢了。四哥，我们走。三个人找了一个茶肆坐下。小妹怎么突然来了偿还了？有一味药材在五华买不到，又急着用就来了。那袁小姐是怎么回事？我刚从袁小姐那里过来，我去给她看病。我们进城的时候没带路引，就给林寒编了一个假名字，叫杜亮。那药材可买到了？快了。四哥想吃点什么？哎，这里的饭菜贵。我请。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我想用奶奶给你的银子买一个院子。能买得起吗？有那种小的，位置也偏，遇着急售的可以买得起的。我如今在外面租房，1年的租金也不少，若是遇到了合适的买上一套，到时候还可以慢慢的卖掉，这一进一出说定还能赚一点。好，回头我再给四哥一些，四哥可以买一个好一点的。哎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我比你年长，如今都还没有给家里带去一点的好处呢，净是花钱了。大不了我借给四哥，到时候房子卖了，四哥还我就好。甘伟没有拒绝，他自己很清楚，如果能买位置好一点的房子，以后好卖，而且收益也更高一些。三个人吃了晚饭，甘伟把甘草送到毕家。这贤雅阁在长环也是颇有名气，没想到小妹和他们掌柜认识啊。只是他刚好有求于我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若是小妹有事，到书院找我即可。甘伟刚走，贾氏就打开门：甘神医，快进来！你要的药材都买回来了，你去看看。甘草径直去看那些药草，然后发现他需要的2味药草是假的。这药你哪儿买的？这冰心花和鹤金草只有玉花堂有，而且这些买下来花了80两银子呢。这是假的。假的？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你们看，这里面的颜色一看就是煮过的，这是药渣又染色做成的。啊，那怎么办？要是假的我也没办法。我去找他们去。若他们说你把药用了，然后去找他们，你该怎么说？唉，那玉华堂我们也得罪不起，闹也闹不得，怕是要吃了这个闷亏。也不一定，你们贤雅阁这批药膏关系重大，若是事情闹大了，谁也别想好过。此话怎讲？到时候脸出问题的不单单是袁小姐，还用你们贤雅阁东西的女子也都不是普通的女子。这要是闹起来，玉华堂也要给个交代。对呀，这冰心花和鹤金草平时用的少，却也不是不用。你现在去找玉华堂理论，就说做的修复膏要给袁小姐和偿还别家的小姐用，
看他们玉华堂怎么跟你说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让你儿子在外面守着，若是时间太长你不出来，就去袁小姐那里说一声。那干神医在家等着。很快，毕家母子就出门了，家里只剩下甘草和楚凌寒。还没来得及问你，你是不是认识袁小姐？不认识。撒谎！你肯定认识追杀你的那个人，那个人和袁小姐认识，你怎么可能不认识袁小姐？这丫头脑子里不知道想的是什么，真不认识。这个倒是真的，那个潘傲海也是因为他此次出行才认识的。至于袁家，他还真知道。好吧，反正药草到手之后我们就离开这里，不和他们玩。好。两个人等了快2个时辰，毕家母子从外面回来。干神医，快看看，这次是对的。那就好。干神医，可以做面糕了吧？我让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吧？都准备好了。毕恒前面打开一个屋子，这是他平时做香膏用的屋子。你们到外面去。贾氏虽然想留下，还是带着他儿子出去了。甘草立马把冰心花和鹤金草收了起来，然后开始做面糕。毕恒在外面守了一夜，早起的时候闻到一股很奇特的香味。这个时候甘草开了屋门，从里面出来。可是成了。你试一下。这味道。贾氏也意外。只要用这些面糕把之前的养颜膏换了就行。好。这方子你卖不卖？你们的养颜膏多钱一盒？1两盒子1盒。我们做笔生意怎么样？我做好这个修复膏，1两银子1盒批发给你。这……贾氏觉得甘草是狮子大开口。价格的确高，但是效果也好。若是合作的话，以后还可以有别的合作。你们贤雅阁也不是只卖养颜膏。贾氏认真地想了起来，这修复膏若是能当他们贤雅阁的招牌，倒也不错。那甘大夫只能卖给我，在长环我只卖给你，而且卖到别的地方也不会低于1两银子1盒。好。贾氏也没想到自己能把生意做到其他地方。吃过早饭，甘草和楚凌寒又去了袁家。袁小姐的脸还痒不痒？已经完全不痒了。甘大夫今天来是有什么事？我在贤雅阁调制了面膏，等好了他们就会送来。只要袁小姐早晚擦一次，脸就会彻底好。那甘大夫为何不直接为我家小姐调制面膏？阿才，袁薇生气。贤雅阁这次的面膏出了问题，所以不单单是袁小姐出了问题，他们要给很多人送。那甘大夫今天来是有什么特殊的事？一来看看你的脸还痒不痒，若是痒了就要再诊治；二来有件事要给袁小姐道歉。道歉？袁薇不解。昨天遇到一位袁公子为难家兄，情急之下，我说我是袁小姐的朋友，那位袁公子才不做为难。袁薇也知道袁家人那些德行。无妨，我们本来就是朋友，我在长环也无人说话，若是你不嫌弃，可以经常来。我怎么会嫌弃？只是事比较多。好。袁薇也不为难。说了这些事情，甘草就辞行了。如今得了药草，他也不想在长环停留。到了城门口的时候，守城门的人把他们的马车仔仔细细地盘查了一遍，然后才放他们出城。他们刚出城，潘傲海就站在城门那里看着他们的背影。若不是年龄看起来差别太大，潘傲海真觉得杜亮就是他要找的人。五华镇马勇那边正想怎么对付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甘草，结果人消失了。夫人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家里出事了。太夫人那边有急事找你。行。他应了一声，看林寒。我回家一趟。楚林寒点头。奶奶，三姐。
怎么了？你来的时候可遇到李正家的人了？甘草摇头。你说李正不让你给人看病，李正找你说道呢。他真这样说了？真的。他指着孙文健把马先给治死这件事，把孙文健送进衙门。结果我先把马给治好了，孙文健也不赔他们家钱了，他就去找我试。他就是贪。你这几天去哪儿了？去长环买了点药草，我给村里人说是去林家了，奶奶不要说漏了。你去买草药，不能让人知道。就是去长环的时候，我带路引，用了点钱，托人用了假名进城。咱们这里去长环一般不用录影。我听那里的人说，是这段时间查得很紧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甘草觉得很有可能和林寒有关，但是他不会说。这事儿要他们知道了，估计又要生事儿。三丫头嘴巴也严一点儿。甘云慌忙点头。听堂嫂说奶奶着急找我，让你帮着买砖瓦，你怎么翻倍买了？我怕不够用。这盖房子不单单是砖瓦的事儿，回头木材工钱也不少。再说咱们家也住不了那么大的房子。那就盖点蚕室，以后家里总要多点营生。家里没钱。钱的事咱们想想办法，这房子盖一次不容易，不如好好盖盖。也不能一直只靠着你，你丈夫要不同意了。他不用担心。甘草笑着说。就是我现在也没钱。柳氏震惊地看着甘草，他手里可是有100多两银子，怎么会没钱？不过奶奶放心，我肯定给赚回来。奶奶不是要你的钱。这个没事儿，我也不会修房子，奶奶和爹商量着怎么修就行。我这回来还没进家门，就先回去了。那你先忙，我盘算着可能还够，你也不要担心。甘草点头。李镇那边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你爹也是去过学堂的，这是咱们甘家在秋水寨人丁单薄，想要图谋一点事情要慢慢来。奶奶要图谋什么？既然他说了不让你给别人看病，咱们村的病人只要不是太过要紧的，你就别看了。好。聊完了这些，甘草回了自己家。楚林寒已经把东西都搬到家了，唐泉也已经能下床，帮着在喂马。唐叔。甘草在门口打了个招呼。夫人，晚上要吃什么？家里还有什么就做什么。唐枣犹豫。怎么？甘草看着唐枣。先前和夫人说卖粮食的事，这个时候买粮食最便宜。吃过饭说。甘草说着去林寒的房间。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。甘草念叨着坐在林寒一边。我给四哥钱的时候就想着留个路上用的就好，把家里要花的给忘了。我可以打听。倒也不用，你还是不要动武的好。你忘了我要和贤雅阁做生意，回头我做一些面糕之类的东西，按照他们给的价钱，我们也不会缺钱。楚林寒歪头看着甘草，没想到有一天他竟然会被女人养。你这什么眼神？林寒下意识地避了一下。我是男人。我什么时候说你不是男人了？这还是那个气势过人、制得药草的甘草吗？哦，你是想说你不能花我的钱？算不上你花我的钱吧。一家人本来就是谁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就像你擅长打人一样。楚林寒表示自己不擅长，但是甘草说一家人，没有人告诉楚林寒一家人应该怎么样，就像他现在成这样，全是拜他兄长所赐。好了，现在有药草了，从明天开始治你的嗓子和外伤。夫人！唐枣叫着进门。他看到夫人对面坐着的人，吓得脸色苍白。什么事？
老爷只是旧疾复发，过2天就好了。什么事？甘草又问了一声。饭菜好了。吃过晚饭，甘草把她的嫁妆搬了出来。家里没有银子了，但是楚凌寒给她送的彩礼里有不少首饰，这些首饰单单算重量也有不少。反正我不带，就拿去换成银子，我明天去镇上给卖了。可以直接融。你的意思是这些银饰可以融成银子直接用？甘草也反应过来，这些都是纯银的，买的话肯定不止这些银子。对哦，尤其是手镯和臂串，也值好几两呢。楚凌寒是想不到，有一天自己给别人准备的嫁妆竟然会直接融了当银子用。第2天，甘草并没有急着去镇上，一大早就开始煎药。好不容易凑够了这些药，还是先给凌寒治病要紧。夫人，我来吧。不用，你爹之前身体亏损严重，还是要好好的养一段时间。是。我有件事想和夫人商量一下。你说。我爹现在也没地方去，夫人可否给我爹找个事做？我记得你爹是个账房。是。行，让他留下当个账房，就是工钱得等我有钱了再说。多谢夫人。这个时候，林家的大门被人劈开，李章带人从外面进来。一博，这大早上的有什么事儿？是你跟别人说我不让你给别人看病的？李博这样给我说，我也只能这样给别人说，毕竟我人在秋水寨，还得仰仗李博的鼻息。那你为何煎药？我没给别人看病，我给自家人看病。哼，你一边往我的身上泼脏水，一边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还知道你是秋水寨的人啊？李正，我救你儿媳，保住你家唯一的孙子，救你儿子，让你不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当初秋水寨人腹泻，就是因为你家的牛拴到水井一边导致的。我顾你面子没有说你，你与孙大夫的事本与我无关，我还是帮你证明孙大夫行医有失，你却因为我救治病人马仙而谴责于我，如今又来我家闹事。我敬你是长辈，一直让着你，你却为老不尊，以为我好欺负。你如此是非不分，刚愎自用，不仁不义，有什么资格做秋水寨的李正？难不成你觉得秋水寨是你家的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？还有你们，有什么资格冲闯我家宅院？既然你们敢闯进来，我也敢把你们都打出去。若是想撕破脸，我也不惧你们。我们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一个村的，你不给我们看病，说不过去吧？你们要搞清楚，是李正不让我给别人看病，你们找事也要找对人。李正不让我给别人看病，你们又和李正一起来找我的事，哼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那些人哑口无言。其实他们和甘草没矛盾，只是李章找他们，他们就跟着来了。你少在这里狡辩，因为你勾引你姐夫，秋水寨最近出了多少事儿了？出了多少事儿，也是我们甘家的事儿。柳氏带着甘家人进来。我甘家的女儿就算是嫁出去了，也不是别人能欺负的。谁不知道你是嫉恨我孙女婿买了你这宅院？那怨谁？我孙女好好给你儿子看病，你不但不陈情，还嫌弃他，非要找那孙文健。你找的他，你欠他钱，那都是你的事儿。觉得我们甘家是小户，想欺负我们甘家。别忘了，我们是从甘家领来的，我们过得不好，那些人不会搭理，但是我们要是有个好歹，那些人可不会不管。甘草没听说过甘家岭，难道他们甘家还大有来头？婶儿啊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既然不是那个意思，还在这里干嘛？你少拿甘家岭吓唬我们！你们就是被甘家岭赶出来的，甘家岭怎么可能会为你们出面呢？我们是被赶出来的，但是只要有足够的好处，他们肯定愿意出面。大哥，
要不我们先回去？李章气得脸色铁青，转疾看着甘草。以后你想给谁看病就给谁看病，自己不行就别说我这个李正不让你给别人看病。好，甘草回答得很认真。很快，李章带来的人就从林家推了出去。奶奶、爹、娘，我这在熬药，你们先坐。你没事儿就行，我们家里还有事儿。甘家岭是怎么回事？甘草是想问这件事，一些陈年往事，不提也罢。哦，那我就先忙了。你忙你的。对了，我这次出门买了一些东西，娘看着给大嫂和三姐一起拿一些。家里还忙着呢，回头再说。堂嫂，你带我娘他们去厢房里拿。堂嫂带着杜氏他们去厢房。进了厢房，杜氏才知道甘草说的一些是多少。这丫头也太不会过日子了，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？这丝线比镇上好看太多了。估计是小妹买给我们做绣活的，回头做了给小妹分一些就是。也对，如今晚上闲下来也没事儿做。等他们拿好之后，甘草也熬好了药。我就不送娘了。甘草端着药进屋。你忙你的。楚凌寒看着那一碗琥珀色的药，好像也没那么苦。你做好准备，这药味道会很奇特，千万不要给吐了。他抬手示意甘草，他没事。没事就好。这药方应该没问题，晚上再喝一碗，明天确定没事，你要连喝7天。楚凌寒突然觉得自己有事。好啦，我们去镇上。等他出来，汤早已经在院子里等着。我去镇上买粮食，你觉得家里还有什么需要买？我已经列好了。其实我对镇上不怎么熟，这样我把银子给你，你和你爹把这件事给办了。我和我爹现在不能去镇上，若是遇到了马地主的人，肯定会给夫人添麻烦。行，我来置办。他想到了严大梅，严大梅也擅长做这事，而且他今天就是要去找严大梅。两个人到五华镇径直去找严大梅。你去长环没事吧？哎，没事就好。我最近听说去长环很不太平，10个有6个都被劫。山匪这么猖獗，就没有人剿？也不全是山匪，有的就是当地的混混。一般到了夏收、秋收、过年的时候，他们就出来。那严姐姐去过长环？自然去过。你杨大哥刚出事那会儿，我还带着他去长环看病，住了一段时间。那严姐姐知不知道长环有个咸雅？怎么，你想买咸雅阁的东西？哎呦，那可贵得很。是这样的，我会做面糕，咸雅阁的老板想卖，我就想找严姐姐中间跑个腿儿，到时候我分严姐姐。甘草看着严三尺，严三尺这事儿你们已经商量。甘草点头。严三尺想了想，行，只是跑个腿你就分我2成，我有些不好意思。当然还要严姐姐买齐。你们夫妻俩都是怕麻烦的性子，你这是让我给你置办东市的。甘草一笑，又拿出一张清单。这些东西倒是平常，这2天我给置办好了就给你送。那就多谢。甘草拿出银子。严三尺看着他那些碎银，两个人正说着，楚凌寒从……那行。严三尺点头。你杨大哥这2天疼得厉害，你去瞧。恢复的不错。甘草检查。你们可做好了断骨再续的？严三尺犹豫。其实当时不会疼。甘草看着杨毅，只是续好之后需要静养，不能有任何异物。我做好准备。杨一丈很确定。好，那我开个方子，先吃3。我去给你们。孙大夫。甘草进门叫了一声。
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听你这意思是不想让我？没有，有您这么一位神医在五华镇，那是五华镇之福。甘草想，自己还没到让孙文健溜须拍马的地步吧？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？神医，你是不是有事有求于我？哎呀，神医说这是……其实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也想做一个悬壶济世的医者，可惜我遇到的师傅是个骗子，我也没学到真本事，长着就长。甘草没心情听他讲这些悲惨的青年阴影，好像变坏一旦有了理由就可以被原谅一样。如今遇到甘神医啊，让我想起了我年少时的志向。若是甘神医不弃，我愿拜甘神医为。你这种人，小能力小恶，大能力大恶。要是真有这心思，先把药……孙文健斜眼看了一下一边，看来恭维这一套不怎么管用。多少钱？孙文健看着甘草包好的药，习惯性的要说1两。10文。做个人不是挺好的吗？他说完就走。甘草把药送回杨家，又在杨家吃了午饭，之后才回秋水寨。晚上的药没有早上的药那么浓，楚林寒喝了还是有些顶不住。行了，你都喝了2次了，要学会习惯这药的味道。楚林寒觉得自己习惯不了，刚放下药碗，就听到外面有人敲门。草在家吗？苗氏敲门之后招呼。甘草听出苗氏的声音，想早上他男人来闹，现在他来是什么意思？唐早没得吩咐，站在院子里没有去开门。婶儿怎么来了？甘草亲自去开了门。家里柿子今天摘了，特意给你送来1筐。婶儿，这时候有事儿？哎呀，你大伯这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爱面子，要不然当初也不会为了你带着咱们村人去泽庄陈家给你讨公道啊。所以大伯是去泽庄是爱面子，也不是为了我。你这么说，你大伯是没一点好了。婶儿，人好人坏都有个定数，最怕的就是反复，不然怎么能说无常小人呢？苗氏听甘草这样说，也讨了个没趣。今天的确是你大伯不对，也是前几天找他的人太多给闹的。前几天我不在家，就你不在家那几天，你家那个下人逢人就说是你大伯不让你给人看病。大伯的确是这样说的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家被那个姓孙的给坑了。我阻止过。这事儿也是你大伯不对。哎呀，可是这事儿赶事儿，我们家也是遭了害了。你说咱们一个村儿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再差能差成什么样？那些低头抬头都不见的人，也和我没关系。你大伯那腿啊，现在青紫还肿着，还是得你去看看。之前给来喜哥针灸的钱一直没给。甘草想，苗氏绕了半天，是想让他去给李章治伤。这钱一直备着呢，如今我们家里也不宽裕。当初李伯把这宅院卖了，就算还了孙大夫的银子，应该也剩了20-30两。那个，虽然之前剩下一些，但是家里现在也没多少进项。你来喜哥又那样。甘草认真地听着苗氏辩解，也不插话。他奶奶说的没错，有些事情若是他一声不响地做了，总会有些人认为理所应当。既然已经和李正家对上了，他就不会再退步。婶儿，我觉得你说的不对，我是正儿八经的看病，怎么能叫帮忙？苗氏听甘草这样说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他们以为甘草是大夫，自己随便挖点草药煮煮就好了。今天李伯要是真的把我的药罐踢翻了，枕巾和熬药的功夫就算了，这药钱肯定要让李伯出的。这的确是你李伯不对，我回去说说他。还差63文。
甘草直接提醒。苗氏点头，逃一样离开。甘草故意送到门口，提醒他到时候给凑齐了。楚林寒知道甘草不是这么计较的人，这次李家是真把甘草给得罪了。怎么样？李章看苗氏一个人回来，他不来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咋，你也想打我不成？那丫头怎么说？那一篮子柿子算是白瞎了。那丫头现在有眼不净，我说了半天，她就记得催账。啥？李章看着苗氏，你说啥？你今天替人家要罐子干嘛？那丫头说那一罐药就值20-30两。她说多少就是多少了。她还说拿药渣让你找人看，我看不像假的。谁不知道她和那个孙文健现在是一个鼻孔出气的？会点医术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。行了，要不是今天你把他得罪了，我用舔着脸去他那里说好话，还要受他白眼。不行，这甘家是越来越嚣张了，我一定要杀他们家的气呀！你有啥打算？他们家不是修房子吗？我就找他家找不到人干活。苗氏觉得这样不太好，但是没有阻止。甘草给林寒诊脉之后，又给他擦药。我觉得你要是能说话了，肯定吐槽死我。不会。你现在说不会，一般人失去什么就会珍惜什么。你这么长时间不能说话，到时候不管什么都不吐不快。习惯了。翻身。有些人说越长大越圆滑，我倒是认为是越长大越锋利。好钢要使到刀刃上，才能所向披靡。甘草突然按着他的胸口，你有事你就写，这心跳突然不正常，万一是什么突发的情况就糟糕了。楚林寒无语了，第一次意识到脸上的痂有点用处，最起码不会让人看到他脸红。甘草给他检查完离开，楚林寒睡不着，坐了起来，看来自己要重视这件事。毕竟一个这么可爱的丫头天天在他身边。隔了2天，严三池带人把甘草要买的东西送来。这个时候粮食最便宜，我想你们养了马，就多买了一些鸡豆，这豆便宜，到时候喂马用。我倒把这个给忘了。你是不想这些事。马仙那婆娘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她找不到你，就隔三差五的去找我。生孩子这种事情谁都说不好，我给他说让他多做好事，你猜他咋说？咋说？他说要去给佛祖添香油钱，马仙要是不做那些事，他就没钱给佛祖添香油。你得给他一个确定的期限，不能让他一直这样。甘草想想也是，那下次我去镇上了，就去看看他。2个人说着，柳氏从外面进来。奶奶，老夫人这身体还是这么硬朗。严大妹来了。那你们先说啊，我去看看他们搬东西，有些东西可不能磕了碰了。严三尺说着就往外面走。奶奶怎么了？你这丫头聪慧，家里的事儿还是得跟你说。柳氏坐下叹气。刚才啊，杨秋生去找我了，说之前打好招呼的匠人都说有事儿，不能给咱们家修房子了。那我估摸着又是李章搞的鬼。听说苗氏来找你了？还给我送了一篮子柿子，后来我问他要来洗的纸巾，他就走了。我就知道那一家子也是什么便宜都想占，如今他这样是想杀杀我们甘家的气势。那奶奶有什么打算？你和严大梅很熟？他男人腿受过伤站不起来，我给诊治。这严大梅看着八面玲珑的，是一个做事有底线的，和他交好也不错。甘草倒没想这么多，只是觉得合得来。不如让严姐姐帮着找点匠人。这找人办事儿可都是人情。人情这东西，来往的多，情更深。柳氏点头。
甘草直接叫了起来，严三池也只是回避一下，让他们祖孙俩说话。这会儿甘草叫他，他立马进来。严姐姐，我家有个事要找你帮忙。哎呦，什么帮忙不帮忙的，有需要就尽管说。我们的老宅走水没了，现在想修新房子，村里的匠人都很忙，就想请严姐姐从外面找些匠人来。哎呀，这算什么帮忙？你姐姐我做媒，别的不说，这些人认识很多，我这是给人找活干，回头他们还得谢谢我呢。柳氏听严三尺这样说，就放心了。那太好了，我也不知道都要什么人，严姐姐和我奶奶商量，今天就留下吃饭。哎，好。他们商议，甘草去看那些人搬东西。夫人，你看这些可够半年用的。还多了不少，回头夫人刨制药材的东西放好就可以用了。咱们家劳力少，一会儿你让他们看着东西怎么放，回头给点赏钱。唐早有些意外，还是点了点头。柳氏送严三尺走的时候，竟然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子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这都是小事。柳氏还站在那里。奶奶，我们回去吧。你的命比我好。那以后奶奶的命也会好，不让着奶奶。你这个丫头，倒是越来越会说话了，可以少生很多嫌弃。人嘛，为什么要闲着没事生气？柳氏越看她孙女越通透。对了，我让严三尺给咱们家也买一些粮食，到时候还得放在你这里。奶奶随便放。柳氏笑了起来。他们租的房子虽然能住，但是放粮食多，遇到刮风下雨的就不安全。晚上给林寒喝了药。这药真不错，你这肌肤开始发红了，这几天会比较难受，你忍着点。好。我有点好奇，你长什么样？甘草拖着下巴，认真地看着林寒。我若是长得很丑，你是不是会嫌弃？再丑有你现在丑。跟你开玩笑的。甘草觉得林寒生气了。一般来说，家境好的人家都会挑选好的配偶，当然也包括容貌好，几代人下来都会长得不错。楚林寒想，这个倒是真的。好啦，你早点睡。第二天喝过药之后，楚林寒找了砍刀站在门口。你干嘛？打猎。我说了，你的身体不能动武。带你熟悉一下那里。甘草觉得这个可以。好。他开开心心地背了背篓，和林寒一起上山。路过村子的时候，操，这是去哪儿呢？去山上看看。听说陈大雷到处说你勾引他的事，还说你有他孩子了。甘草目瞪口呆，他都快把那货给忘了，竟然这个时候出来作妖。哎，他肯定是瞎说，污你名声的。甘草点头。楚林寒看着赵氏，直接拉过甘草的手。赵氏看到他们这样，和甘草打了一个招呼就走。我和陈大雷真的没有什么，孩子不是他的。楚林寒自然知道。至于甘草之前为什么会找陈大雷，应该也是因为腹中的孩子。他拉着甘草的手就走。说到底，甘草如今经历的一切都是因为他，而他却不能解释。被林寒拉着，甘草突然觉得无比的心安，觉得一直被他这样拉着也不错。两个人进山，楚林寒走在前面开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！甘草看到地上掉了一层的无患子，这里还挺多的。楚林寒看甘草开心的捡野果，前面很多。甘草一听，顿时觉得这些无患子不珍贵了，跟着林寒就走。两个人绕过一个山坳，竟然看到一片竹林。哇！甘草跑着就过去，结果一脚踏空，直直地摔了下去。甘草直接掉到一个大坑里，甘草的脚崴了。
楚凌寒站在陷阱口上看着甘草，估计是有人为了抓野兽挖的陷阱，周围也没个提示。他想了想，只好跳下去。你……他抬头看了看高度，准备带甘草上去。等一下，甘草的鼻子嗅了嗅，然后看着周围。巫灵参，真的是巫灵参！你等一下。他两眼冒光的开始捡。我背篓呢？楚凌寒看甘草像捡到银子一样，只好跃出陷阱，把甘草的背篓拿了下来。我们等天黑再下山，明天再来拿剩下的。楚凌寒想说他不用那么谨慎，突然外面传来奔跑的声音，楚凌寒也警惕起来。接着一头野猪直接撞到陷阱里面，凌寒看着那只一动不动的野猪。一只老虎围着陷阱不甘心地叫，两个人紧紧地靠着，楚凌寒也十分警惕。最后老虎不甘心地走了，陷阱里的野猪还是一动不动。死了？这山里竟然真有老虎？还有熊。甘草的眼睛亮了。你能打到熊？楚凌寒以为甘草会害怕，结果还兴奋起来了。算了，你现在不能动我。我们有一只野猪了。不但有巫灵参，还有一只野猪。今天的收获太丰盛。不对，甘草突然反应过来，有人在这里挖陷阱，肯定会定期来看。要是刚好撞见，要掰扯，我们赶紧挖了走人。眼看天色变暗，两个人准备回家。楚凌寒扛着一只野猪，伸手要拎背篓。没事，甘草表示自己能背。等到村子的时候，天已经彻底黑了。两人一前一后，做贼一样回家。夫人，快烧点热水。唐早慌忙去盛热水。他知道夫人习惯用热水，家里的热水一直备着。甘草还没准备好东西，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。他意外地抬头看了过去。唐早看自家夫人这反应，想他们不会是去偷了一只野猪回来吧？我去看看。一开门是甘荣在外面。哎，你去干嘛了？今天去山上挖了一些东西。你进山的时候小心点啊！村里的人在山上挖了不少陷阱呢。没事，我已经掉进去了。什么叫没事已经掉进去了？你摔着没有？甘荣担心。没事，就是……怎么了？没事。大哥吃饭了没？留下来吃饭。哎，不了，爹娘还等着我回去吃饭呢。你进山的时候啊，小心一点啊。好好。晚上甘草洗了澡才睡觉，感觉睡得舒服了几分。第二天上午，唐早给甘家送了一篮子猪肉。刘氏被吓得跟着唐早去找甘草。你不过日子了，一次买那么多肉。甘草在院子里收拾那些乌灵参。奶奶，昨天上山捡了一头野猪。柳氏听这话怎么这么熟悉？那这乌灵参呢？就是捡乌灵参的时候顺便捡了一只野猪。有肉也不能天天撑着吃，去镇上换成钱，心里踏实。这个事奶奶不用担心。甘草脚缩了一下。脚怎么了？就是脚崴了，所以才捡了乌灵参。真不让人省心。我这脚真没事，估计明天就消肿了。奶奶来了就再拿点肉回去，家里人多。你这话说的，我来你家就是为了拿肉一样。刘氏装作生气。哎，奶奶拿点乌灵参。这个对咱们来说就是一口吃的，若是送到偿还，肯定卖个好价钱。甘草知道会卖个好价钱，但是卖了他就没有了。奶奶尽管吃，不用担心钱的事。我担心的是你没钱。你孙女这一身的本事怎么会没钱？我还以为你买了肉给家里送，
以后不用担心家里，我们一大家子人，用不着你担心。这不是太多吗？我就送点。行，没事我就先回去了。好。这一天天爬高下低的，小心自己的身子。柳氏离开，唐早端了一点粉末过来。夫人，你看这样行吗？唐早拿的是碾成粉的香料。可以了，去把肉给腌了。你会做酱油不会？不会。家里大豆多，回头泡点大豆，做点酱油。好。唐早会泡大豆。过了2天，甘草的脚就没事了，他开始里里外外的整那些药草。楚林寒没有出屋门，找了一块木板在那里雕刻，日子难得的平静。草，赵氏在门口叫了一声：“赵嫂子什么事儿？”先前你说过1个月去给俺公公看病，这都1个月过去了，家里也没别的，这2只鸡你收下。甘草看他憨厚的样子，我就惦记着去呢，脚崴了。哎呦，那你的脚怎么样啊？今天好的差不多了，走，我和你去看看。甘草看着那2只鸡，这鸡嫂子也带回去吧。哎，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没钱。不如这样，我看山上有不少南酸枣，回头您给我捡2筐来。南酸枣？就那种长得像苦链子，皮厚核大，还很酸。哦，你说的是鼻涕果。你说你在咱们村长大，怎么会叫那么奇怪的名字呀？我就觉得酸。行，那东西你要多少，我给你减多少。秋播基本上快结束了，村里很多人闲了下来。别和他们一般见识，他们就是嫉妒你们甘家如今越过越好。总算让我逮到你了！陈大雷突然冲了出来，伸手就要抓甘草的手腕。甘草灵敏地避开，一巴掌就抽了过去。陈大雷捂着自己的脸，还没反应过来。我告诉你，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和赵氏一起离开。甘草给李旺看了一下，营养跟上之后，身体好了不少。我给你写个方子，你去镇上抓药。家里没笔墨呀。那嫂子和我回去一下。好。赵氏点头。带着赵氏再回来，陈大雷已经不在那里了。说来奇怪，之前出事的事情他不声不响的，这会儿怎么开始来闹事了？而且不找你三姐，怎么找上你了？嫂子觉得这里面有事。有事没事不知道，就是蹊跷。赵氏意味深长地说：行，我会留意。回到家，给赵氏写了方子交给他。这方子抓药要多少钱啊？一副超过30文，你就给他说，我说这药30文。啊，好，回头我多给你捡2筐鼻涕果。把赵氏送走，甘草扭头就看到了林寒。吓死我了！和人打架了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楚林寒翻过甘草的手，看他的指节。不是打架了，是我把人打了。我家以前的事儿，没事儿。楚林寒看着甘草，他总是说自己没事。真没事儿。我看你在刻东西，刻的什么？楚林寒笑了一下，转身带着甘草去他屋。到了楚林寒的房间，楚林寒得意翻过一块木板，上面刻着草堂2个字。你刻的？甘草一脸欢喜地看着林寒。楚林寒看甘草那欢喜的样子，心里也是美滋滋的。是不是我说过的话你都记得？林寒，万一我喜欢你了，不让你走了怎么办？甘草认真地看着林寒。楚林寒看着甘草的眸子，搬着木板去外面挂。楚林寒刚把匾额挂上，江良就找了过来。请问这里是甘神医家吗？楚林寒点头，示意江良进去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爹娘都好多了，让我来谢谢你。我爹说秋末正是采药的时候，甘参医要是有时间，就去我们那里一趟，带着我认一点甘参医需要的药材，也好及时给甘参医采药啊。行，那回头去你那里找你。哎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甘草和唐枣在门前种蒜。夫人，唐枣压低声音叫了一声：“马地主来了。”看到甘草，马勇瞬间心里一紧，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刘雪飞，马地主有什么事？哦，走得累了，过来讨一口水喝。他觉得甘草这气势和刘雪飞都很像，家贫水苦，招待不了贵人。口渴之人不会在意这个。这水吧在河里，在井里，谁喝都可以。可是到了我家的水缸里，得是个人才能喝。这位少夫人对马某有成见。我救唐枣的时候，那些人拿马地主的名声威胁我，我这个人记仇。马勇自嘲地笑了一下。哎，马某在五华镇有几分薄面，总是被一些混混利用，也是烦不胜烦呐。那我以后在五华镇遇不到混混的时候，再请马地主喝水。唐枣，回家。他叫了一声就回家。马勇脸上的笑意慢慢的冷却，一脸的冰冷和低沉。老爷，钱大富试探着叫了一声：“回去。”马勇转身就走。当年他还小，刘雪飞闹成那样，他没办法。如今他已经不是当年了。不过这甘家倒是出美人，这个甘草比柳氏更美。唐枣顺着门缝看马勇离开。夫人何苦为了我得罪马地主？没事。甘草目光也深沉。马勇肯定不是因为唐枣才找上门的，他这样对待马勇，马勇肯定有动作。楚林寒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。你都开始喜欢看热闹啦？甘草拉着林寒回他的房间。到了林寒的房间，甘草坐在窗户那里一言不发。楚林寒想了许久，我可以杀了他。甘草无语了。林寒做事还真直接，我奶奶可能不想他现在死。甘草有些惆怅地说，他爷爷的事还没个定论，若是这个时候马勇死了，他奶奶的悲愤可能没地方发泄。打草惊蛇，我如今这样对马勇，马勇可能有动作。楚林寒眼眸一紧，怎么觉得甘草这是打算以身犯险？你试着说说话。楚林寒自己试了试。算了，再养2天。之前马勇就打听过甘草，如今又详细的打听了一下，钱大富直接把陈大雷带到了马家。老爷，他就是陈大雷。马老爷，之前你的小姨子甘草勾引过你？是，他说让我带他私奔。后来呢？